三皇子已经倒下了，七皇子竟然卖去明明演武场规定不准使用修为，那你上去和三皇子理论啊？算了算了，七皇子已经注定没前途了，帮他出头可不值得。七弟，认命吧。就算你武技天赋无敌又如何？开启不了修为，只有被虐的份。可恶！你还是早点看清现实吧。天生的废物，怪不得别人。我最多在这里揍你一顿，但其他人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皇子殿下，讨厌。害羞什么？反正你迟早是我的人。唉，可是李安他……七皇子，怎么了？听他废物干什么？他连修为都开启不了，将来连个爵位都保不住。死母鸡！太子！哼，七弟，演武场比试这么早就结束了？李安，因我缘分已尽，我以后是太子殿下的人了，你不介意吧？混账东西！哼，不自量力！斩我！七弟，就凭你这没用的垃圾！死母鸡，你做的够绝！七皇子殿下，我当初和你定下婚约，是看中你的潜力，可如今你连修为都开启不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跟着你？太子，你俩勾搭成奸，有没有想过这是在侮辱皇家脸面？七皇子听诏。见过殿下，想不到太子殿下也在这里啊！王公公，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来呢。正好，给我这不成器的弟弟宣读一下父亲的诏书吧。七皇子李安，天赋低微，德不配位，今剥夺其大将军之位，取消其万星学院入院名额，钦此。什么？父皇他……给我抢皇家脸面，还不明白吗？你才是那个侮辱皇家的人，父皇已经抛弃你这废物了。主爷，这就是你说的，欲要成为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现在够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主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。我这里有7条诸天最强血脉，36套万界至尊功法，72门玄妙巅峰绝技和108道混沌法则。你想学什么？学最厉害的。最厉害的，有志气。跟我来。好多剑，这里是剑修，曾经这片宇宙最强大的存在，后来在100万年前，剑修从这片宇宙突然消失，血脉灵兽等修行方式兴起，剑修也逐渐被世人淡忘。主爷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学剑？有没有兴趣？剑修真那么厉害吗？同辈无敌的存在。学。好，选一把。怎么选？用力喊出来！我要这世上最强的剑！认真的。认真的。我要这世上最强的剑！真有反应了，来了！他们这是在打架。这些剑都认为自己最强，
谁也不服谁，就打起来了。好震撼的场面！这场面，本神龙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不会一句话就把整个剑修毁了吧？这些剑打得好凶。这是星剑，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把。此剑名为星剑，顾名思义，手握此剑，一剑斩星辰，一剑断天河，一剑破苍穹。破苍穹，够强。格局小了。现在我传你一套基础剑诀，你正式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。差不多，一剑力破苍穹。朱爷，成功了。不错，一剑破苍穹生明月，你确实有极强的剑道天赋。不过记住，剑修如今世间罕见，切不可对外言说。明白。太子哥哥，西皇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斩草除根。太子哥哥，西皇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斩草除根，一个废物而已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消失。我等着太子哥哥的好消息。本来今夜乌云密布，没想到突然月上中空，这是有好事要发生呢。如此良辰美景，连上天都在眷顾我们。太子殿下的命令，今日务必把七皇子解决掉。大哥，一个不能修行的废人，手到擒来。这七皇子还挺会装模作样，明明不能修行，还摆出修炼的姿势，演给谁看呢？小心些！只是一个照面，怎么可能？都出来吧。你是剑修？你猜？都之前有变，回去禀告太子。怎么了吗？糊涂！你怎么能做出如此耻辱之事？父亲，我没错，七皇子就是个废人，他配不上我。放屁！不能修行又如何？这些年，七皇子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你根本不知道七皇子有多厉害。不能修行，就是废人。他和我的差距会越来越大，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父亲，你为了一个废物打我。跟我走，去给七皇子道歉。你可是七皇子李安？是我。你是？这人的气息很强。老夫万星学院白云导师。原来是万星的仙场。今日过来特意通知你，你进入万星学院的名额被取消。为何？为何？你不能修行，凡体凡命，应该明白。白云仙场，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。父亲，这就是你说的很厉害？万星学院都不收他，我实在看不出他哪里厉害了。闭嘴！七皇子，我带小女给您赔罪来了。要赔罪，你自己赔。万星学院都不要的废物，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看得起他。
墙倒众人推，世间大抵如此，怪不得别人。要怪就怪你不够强，不被人需要。空出一个名额来，看来要在圣都招一人带回去。此事是司牧家不对，无论如何，司牧家不会和七皇子作对。司牧家主，司牧启做的太绝，我需要一个妥当的处理。妥当的处理？李安，我父亲能来是给你天大的面子，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。司牧家主如果觉得为难，我不强求，请回吧。不为难，此事我会给七皇子一个满意答复。爹，无论你要怎么处理，我都不可能嫁给他，他配不上我。李安，你如果是个男人，今日就解除婚约。好啊，司牧小姐，我终于等到了你和七皇子解除婚约的这一天。你又是哪个？小女子清源琴，见过七皇子殿下。清源琴，莫非是三界商会？不错，正是小女子。三界商会是独立于三大王朝最强的一股势力，商行遍布，据说连修真界都有开设，实力神秘而不可测。竟然是三界商会的清小姐。爹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清行主。应该是三界商会连天佑王朝皇室都要礼让3分。清源琴是商会的掌舵人，当今皇主见他也要给5分面子。清行主，你今日前来所为何事？七皇子，这个盘我接了，司牧旗不要你，我要。清行主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七皇子就是个废物，你要他干什么？闭嘴！你也配评价七皇子？七皇子的雄才大略，岂是你这样没有见识的女人能看透的？七皇子，如果不嫌弃，我清源琴愿意嫁你为妻。这是不是太快了？择日不如撞日，缘分到了谁也挡不住。不敢？敢。好，司牧旗，你被扫地出门了。现在七皇子李安是我清源琴的男人，你滚吧。敢。好，司牧旗，你被扫地出门了。现在七皇子李安是我清源琴的男人，你滚吧。气死我了！行了，别说话了，赶紧走。爹，我不服，那清源琴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有太子哥哥撑腰。以后不准见太子。为什么？为了你，为了司牧家，这里面水太深，你根本不了解。怎么不说话？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这是定情信物，1人1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我2人结为夫妻。觉得我配不上你啊？三界商会合起了的，是我配不上你。只是你我素未谋面，为什么？你长得好看。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我还有事，先离开一段时间，你自己保重啊。多谢。自家人，客气了。小姐，这么多年，你终于得偿所愿。是啊，我现在很开心。只是七皇子不能修行，和小姐还是不太般配。要不是……闭嘴！我看中的男人，就算不能修行又如何？我养他。况且，他那样的男人自然是极其优秀的，哪能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？太子哥哥，赶快解决掉李安吧！我爹都不让我和你在一起了呢，都怪那个扫把星。我已经派人去了，不知为何没有动静。没有动静，会不会有什么变故？不用担心，
就算有天大的变故，后天朝会也会让他彻底断送性命。难道说皇主？结束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天赋。之前说你废物的话，我收回。你才是真正的天才。不过七弟，我要提醒你，如今大将军和烈阳宗的名额都空缺了，满朝文武和诸位皇子都在打你的主意。三哥，你呢？什么大将军，什么烈阳宗，我通通看不上。系统，能查出七弟突然变强的原因吗？虽然我并未尽全力，但七弟的实力提升未免太快了。不清楚，感觉这还不是他真正的力量，他体内似乎蕴含一股极其强大的势。看来七弟和我一般，也有奇遇。不过三皇子李易峰才是真正的天运之子，我不会弱于任何人。站住！今天还真是热闹。七皇子啊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知道为什么我们找你吗？不知道。我乃长平侯之孙，我乃武安侯之孙。原来是两位孙子。你，李安，和你明说吧，今日我们要踩在你这个大将军的脑袋上来服众或上位，成为我们的垫脚石吧。当年长平侯被困，断粮10日，是我派兵救了他。武安侯，当年也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拉出来。他们知道此事吗？他们自然知道，念着旧情，特意嘱咐我们只许击败羞辱你，不要把你伤得太重。李安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别想用以前的事情让我们怜悯你。说这些确实。发生什么了？财物，那我废了你的双脚。朱颜，你说为何他们要这样？要怪就怪你不够强，不被别人需要。倒是和烈阳宗导师说的一样。算了，问点别的。朱颜，我的亲生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的父亲，他是一位顶天立地、侠肝义胆。果然，父亲和我想的一样，是一位了不得的厨子。厨子？我父亲是一位厨师？最棒的厨师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劝你明天不要去朝会。为何？为何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去了朝会，只会受到无尽的屈辱，而且说不定有去无回。太子做的事情，我会教训他。七弟，我现在就送你离开这里，以后你可以做个逍遥人。大姐，我想要个公道。我也想给你个公道，但这世道本就不公。当年是你率领300骑突袭天众王朝，之后更是在边关和敌国对峙6载，挽吴国之将心。可如今，谁还记得你的功绩？大姐，你不还记得吗？我不后悔做过的事情。可如今，谁还记得你的功绩？大姐，你不还记得吗？我不后悔做过的事情。明天一定要去。一定要去。我知道了。长公主是整个朝堂为数不多有良心的人。大姐有勇有谋，是最适合皇位的人。可惜是个女儿身，不被父皇重视。又有人来了。拜见皇子。没让你来。不能不来，请皇子吩咐。请皇子吩咐，皇子说怎么干就这么干，说干谁就干谁。按兵不动啊！小师。是。该出发了。
确定想好了？如今星剑在上，无需犹豫，我今日必要争上一场。好样的！你要不争，朱爷我还看不起你。出发。今日朝会，七皇子竟敢孤身前来，真是好胆！我看是活腻歪了。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吧？毕竟是一位皇子。怎么不至于？传言你没听说吗？七皇子，请解下佩剑。为何？为何？哼，七皇子，朝会不得佩戴武器，这种常识你也忘了吗？速速解下佩剑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还当自己是大将军呢？看到没有？现在连普通侍卫都没把七皇子放在眼里。七皇子大势已去啊！大胆！反了！七皇子持剑擅闯皇宫，你这是在造反！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！这是天策令，竟然是天策令！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天佐王朝拿下我北方3郡，直入皇都，皇都危在旦夕，是七皇子在此王府以3000铁骑拦住了天佐王朝10万大军，才解了那次灭国危机。日后为了奖赏七皇子的功绩，皇主特意赏赐了这枚天策令。天策令可以佩戴武器出入王朝任何地方而不跪，违者斩。唉，虽然有天策令，但七皇子这是何苦呢？是啊，逞强又有什么用？他还真能见到皇主不跪吗？七皇子，留步！何事？昨日我们孙儿可是被你废的双脚。是，两位侯爷来者不善呐。七皇子敢打皇城守卫，但是面对2位侯爷，恐怕不敢造次。七皇子，好歹族的性命，一言不合就废了我们孙儿，当真不念昔日同袍之情！你敢打我们2条老狗，还有脸跟我提同袍之情？要是以前你们敢这么和我说话，我早就斩了你的狗头！可恶，七皇子，你以为你还是大将军吗？如今你只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罢了。我等都是侯爵，你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皇子打我们，这是谋反！可恶！我今日就去告御状，老夫要让你一败涂地，要你付出代价！这七皇子怎么越来越嚣张了？我也说打就打。哎呦，看不明白，七皇子这是破罐子破摔吗？站住！5个，6个。闭嘴！谁是你哥？李安，非我们无情，实在生在帝王家，你该明白。明白。那么，2位找我何事？待我成为大将军后，需要你帮我树立威信。如何树立威信？跪拜我，成为我的随从，游走全军便可。我需要万星学院的名额，名额已经被万星学院长老拿走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需要让别人知道，本皇子对名额志在必得，旁人不敢和我抢夺这个名额。怎么做？自然是杀鸡儆猴。你先来当这个鸡。谁？我。大姐。闭嘴！谁是你姐？大姐，你为何还帮他？此人明明就不是……你再敢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长公主，皇主有请。刘公公，父皇这时候叫我何事？能否通融片刻？皇主说了，不能耽误。七弟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，我现在就送你出宫。那样会连累大姐你。况且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不会走。血滴，打得轻一点。大姐放心，我们有分寸。没了大姐为你撑腰，现在看你怎么办！明明是个不能修行的废人，却能成为大将军，
比我们还要威风，凭什么？不说废话了，做了再说。明明是个不能修行的废人，却能成为大将军，比我们还要威风，凭什么？不说废话了，做了再说。长公主真是心善，还特意嘱咐5皇子和6皇子打轻点儿。你想多了，我是嘱咐七弟下手轻点儿。啊！哼，真以为七弟不能修行就任人欺负吗？他在武技上的天赋可是天下第1，凭5皇子和6皇子那2个废物，怎么能是他的对手？可恶！他怎么出手的？我根本没看清。再来，我不服！看不惯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服我是大将军。当年也领兵在外，3万精兵被敌人1000破去，事后还是我替你擦的屁股。你这种蠢猪，如果当上大将军，那才是家国无限。可恶！你一个被父皇放弃的弃子，也配教训我们？还有你，6皇子，更垃圾。你虽然能修行，但修行10年，还是被我这个不能修行的一拳打倒。我们俩到底谁是废物？打完2位侯爷，又打了2位皇子。七皇子看来就没想活着回去。哎呀，可惜了呀！七皇子如果懂得隐忍，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如果那则传言是真的，如此做法，七皇子确实回不去了。长公主，七皇子如此逞匹夫之勇，只会更让皇主厌恶他。奴才知道长公主姐弟情深，在这里斗胆劝说一句，长公主可不要站错了位置。长公主，你教我做事，老奴不敢，老奴只是在替皇主分忧。少拿父皇压我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？长公主恕罪，老奴知错。听说七皇子回皇都之后，被罢免了大将军之位。不会吧？七皇子在军中威信无人可及，他不当大将军，谁有资格当？我天佑王朝本来就弱于天祖和天中王朝，这些年全靠七皇子运筹帷幄，边关才逐渐安稳。没了七皇子，各方还不蠢蠢欲动，谁还能守得住这边关？说声天祖王朝的帝国铁骑，李姐，快！所有人，传军准备作战，帝国铁骑来袭，准备战斗！天子殿到。七皇子，不想混了，和七皇子走这么近。可是七皇子当初对我有恩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人要懂得审时度势，不然如何走得长远？世事无常，真是让我一朝看透天下人。见过太子殿下。七弟，见到本太子怎么不叫二哥？这么生分了？太子，少在这里摆高姿态，垃圾玩意！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大胆！住手！何必和他一般见识？就让七皇子多说2句，毕竟今日之后他可能没有开口的机会。愚蠢至极，胸无韬略，坏事做尽，丧尽天良。如果天佑王朝未来你当国主，必亡。说八道，给我拿下！皇主驾到！哼，李安，希望你还能走出这天子殿。拜见皇主，皇主万岁万岁！七皇子竟然不跪？七皇子不是一向不跪的吗？谨言慎行啊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儿臣
见过父皇。大胆七皇子，见到皇主为何拜而不跪？天佑王朝73年，我平定云州之乱，皇主曾说过，我可以在天子殿不跪。这七皇子战功加身，有资格不跪。平身。皇主，请为老臣做主啊！两位侯爷有何冤屈，尽管说来。昨日七皇子借着切磋之名，心思歹毒的废了我们所有的双脚。不但如此，上朝之前我们找七皇子理论，还被七皇子当众暴打一顿的。我们怎么说也是朝廷重臣，是皇主的奴才，这七皇子简直没把皇主放在眼里。七皇子可有此事？这可是重罪。有此事。七皇子承认了，七皇子真是认错。父皇，此事是长平侯和武安侯挑事在先。长公主不必多言，本皇信得过武安侯和长平侯。父皇，此事是长平侯和武安侯挑事在先。长公主不必多言，本皇信得过武安侯和长平侯。父皇，我们二人也有话说。哼！大胆！七皇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此剑名为天道剑，顾名思义，替天行道。当年父皇把这把剑赐予我，曾说过，我可以用手中这把剑斩尽一切不公不平之事，是不是？父皇。是又如何？竟然是天道剑！天道剑象征意义非凡，确实有直接斩杀天命的权利。两只老狗，你二人忘恩负义，到了现在还不知悔改，颠倒黑白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斩了你二人。放肆！你敢？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李安，你胆大包天，这里是天子殿，你敢在这里撒野？七皇子，少在这里虚张声势，我不信你真敢动手。哼，皇主在此，你动我们试试。你们俩有话说。没了。七皇子真敢当朝剑斩大臣，他是疯了吗？当着皇主的面，李安，造反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造反！我看你才是造反！我有天道剑，谁敢说我造反？好，七皇子不愧是大将之子，这一剑斩得干脆。这剑本皇当年没白给你，但本皇很生气。皇主息怒，皇主息怒！父皇息怒，这天道剑从此以后就是一把废铁。朝会继续。父皇，跪下。是。诸位可有事启奏？皇主，七皇子在边境屯兵养田，意图谋反，臣建议将其押入天牢，彻查此事。好戏终于开始了。很复议，七皇子手握兵权多年，早有异心。七皇子视皇主于无物，这是大不敬。七皇子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，万万不可轻饶啊！七皇子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欲加之罪，无话可说。父皇，七皇子这是承认了，下旨降罪吧。父皇，我只说一句：如果七弟真想要谋反，天佑王朝兵权尽在他手，谁能阻止？长公主，所以皇主才高瞻远瞩，提前召七皇子回京，罢免他的大将军之位。这都是皇主英明，才让七皇子没有可乘之机。七皇子，你确定无话可说？父皇，如果我说这些话都是放屁，你信吗？你不信是吧？因为从你调我回京，到罢免我大将军的职位，这一切都是你早就想好了。父皇早已决定的事情，
何必再问我？今日朝堂之上，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李安，你这贼子，拥兵自重，妄想谋夺天佑王朝，皇主何其英明，自然早就洞察到你的心思，怎么会让你得逞？七皇子莫无皇主，置朝堂诸公于无物，简直猖狂至极啊！请皇主下旨，把七皇子押入天牢，立即问斩，不得再纵容七皇子，请皇主下旨。李安，你也看到了，你这是犯了众怒，非本皇主要治你的罪，是你这些年有不臣之心，才让众位大臣群情激愤。到了现在，既然你们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那我李安就替你们说出来。3年前，天左天中到王朝，100万大军汹涌而来，是要夺取我天门关，而我和所有兵力加在一起，不过30万。随后本皇子出奇兵，只用20万大军，便将100万大军击败。此后3年间，再无人敢犯天佑王朝半分。李安，你说这些何用？你有功劳不假，看，自古功过不相抵。所谓鸟尽弓藏，自从那时候起，我李安便失去了作用。而之前的威名远扬，也让我犯下了一个致命的猜忌，那便是功高盖主。尊贵诸公看着本皇子，扪心自问，是也不是？皇主，七皇子如此做派，这是造反呐、这是挑战天子威严呐！父皇，你说呢？啊，你在质问本皇主？你这样的逆子，不配叫我父皇。哼，皇主，既然你心中早有了决断，何必如此虚伪？直接降罪便可。父皇，你说呢？李安，你在质问本皇主？你这样的逆子，不配叫我父皇。哼，皇主，既然你心中早有了决断，何必如此虚伪？直接降罪便可。李安，你这贼子，你怎么和父皇说话的？你可打我！太子，你和司慕琪奸夫淫妇，当真以为我不敢斩你？我只不过念着这些年的情面罢了。李安，皇主息怒，请问斩七皇子。皇主息怒，请问斩七皇子。七皇子挑衅皇权，横行无忌，犯上作乱，即刻押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皇主英明，皇主英明。父皇，闭嘴！父皇，七皇子也是你的儿子。他算什么皇子？他是给他父皇的儿子，只不过是一个野。长公主，你也打我，你也要造反不成？请父皇三思，七弟罪不至死。长公主，本皇主让你闭嘴了，给我拿下！是因为皇主的贴身护卫最低都是炼气境。唉，长公主这是何必呢？此事和大姐无关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七皇子竟然一脚把影卫踹飞了，他不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吗？无法无天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如有反抗，就地处决。父皇，大姐，不用说，从今日起，那个为天佑王朝鞠躬尽瘁的七皇子没了，现在只有李安。押入天牢。七皇子，莫要反抗。天众王朝国师求见。天众王朝？天众王朝怎么突然拜访？他们已经和我朝数年没有往来。天众王朝比我们只强不弱，所来何事啊？来人是天众王朝国师，此人在天众王朝地位崇高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。
见过天佑皇主。天众王朝国师，所来何事？本国师今日代表天众皇主为七皇子李安而来。为七皇子而来，国师什么意思？当年七皇子打的天众王朝没脾气，应该是给七皇子落井下石的。听闻皇主已经罢免了七皇子大将军的职位。七皇子忤逆，意图谋反，本皇主不但革了他的大将军，更是要将他押入天牢问斩。我家皇主说了，七皇子不能战。什么？天众王朝国师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朝之事，你们凭什么干预？天众王朝未免太过嚣张了。天众王朝愿意用一龙脉换取七皇子性命。什么？天下龙脉一共也就12条，天众王朝只占3条，他们竟然舍得一条龙脉。龙脉出产灵粹，修持就是靠灵粹修行。龙脉的多少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王朝的强弱啊！天众王朝是不是糊涂了？用一条龙脉换一个叛逆之人？天佑皇主，如何？父皇，不可！纵然如此，李安可饶得一命，但活罪难逃。那就再加10座城池。10座城池！我天众王朝愿意用一条龙脉、10座城池换七皇子李安。这买卖值，七皇子就算厉害，也抵不上1座城池，更别说10座。换了吧，反正七皇子也是一个废人。天众王朝没了一条龙脉，后面根本无法和我天佑王朝抗衡。换。果然，只有敌人才知道七弟的厉害和价值。可叹满朝文武瞎了眼。够了！父皇，不能换，必须除掉李安，换他便是放虎归山。该死的李安，本太子绝对不允许你今日活着离开。你觉得呢？皇主，如今太平盛世，李安那可笑的谋略毫无用处，自然比不上城池和龙脉珍贵。而且天佑王朝人才鼎盛，比得过李安比比皆是，老奴觉得可以换。不过，奴才建议打断李安的4肢，再把残躯送给天众王朝，这样岂不两全其美？狗奴才，你敢！闭嘴！本皇主觉得此计甚妙。来人，废了李安！哼，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来人，废了李安！哼，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黑山王朝使者求见。黑山王朝竟然也来凑热闹，难道也为了七皇子？黑山王朝虽然比不上3大王朝，但毕竟也掌握了一条龙脉，韬光养晦这么多年，实力不容小觑啊！不见。白水国使者求见。天蓝谷国使者求见。武圣盟盟主求见。什么？白水国国主愿拿出镇国神剑换取七皇子李安。天蓝谷国愿以太子为质，并加古国太玄经换取李安。武圣盟可以奉上1束洞府、100枚灵丹，换取七皇子李安。这居然都是为了七皇子啊！你们都疯了吗？为了一个废物，竟然付出如此代价！没有李安的天佑王朝不堪一击，要不是李安，天佑王朝早就是我天左王朝的囊中之物。天左王朝帝国骑兵今日一路向南，连夺天佑王朝10城。将军，根本挡不住，大势已去啊！快，
我来抵挡片刻，飞出传信给皇祖。父皇，紫玉的大势力都已经前来争夺七地，您还看不出来吗？收回成命吧。父皇，事已至此，更要当机立断，不为我所用，必成大患。好一个李安，竟然成长到了如此地步！李安不可斩！天佑皇主三思，众多使者在此，皇主可要考虑清楚。皇主，如此形势下，纵然废了七皇子，也是后患无穷。不如……父皇，此事不能留。本皇主从来不受任何人的威胁。来人，七皇子李安谋反大罪已定，推出午门，即刻问斩。今日就做个了结。报！又有何事？3000里飞书急报！什么？飞书急报？这事只有涉及到军国大事才会发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下麻烦了。怎么可能？天佐王朝怎么突然进攻我朝？不知道这下该怎么办？这敌还铁骑生命赫赫，根本无人可挡。天佐王朝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突袭天门关！明明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。父皇，为今之计，赶紧派人阻挡敌国铁骑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五皇子、六皇子，你二人一直在军中历练，本皇主就派你们火速前往边关。我们，你二人务必阻挡住天佐王朝的敌国铁骑。父皇，敌国铁骑凶悍之极，儿臣没有把握。父皇，儿臣最近练功出了岔子，身体不适。你们，新安侯、右将军常远，你二人，皇主恕罪，臣和敌国铁骑交手从未胜过，臣有心斩贼，但恐怕不能胜此重任。满朝文武诸位大臣，谁可以替本皇主阻挡敌国铁骑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本皇主养你们有何用？父皇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七弟可以力挽狂澜。父皇不可，李安再回去就是放虎归山，今日无论如何也要斩了他。天佑皇主，既然天佑王朝发生此等大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我们也要回去把此事禀告我家皇主。七皇子，我等先告辞了。希望和七皇子不兵戎相见。七皇子，他日再见。今日，承蒙大家看得起我李安，他日再见。使者们回国后，如果和天佐王朝联合进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主，还是要迅速阻止天佐王朝的进攻，断了其他势力的念头。不如让七皇子戴罪立功。李安，父皇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！难道你去领兵对抗天佐王朝？李安，听旨，本皇主准你戴罪立功，阻止天佐王朝敌国铁骑。李安带兵出征期间，派人守卫七皇子府，府内所有人都不得进出，以免影响李安在前线作战。哼，卑鄙！长公主，你和李安关系亲密，这段时间你也住进七皇子府吧。待李安胜利回朝，如果不胜，与李安同罪。长公主，你和李安关系亲密，这段时间你也住进七皇子府吧。待李安胜利回朝，如果不胜，与李安同罪。父皇，何必呢？李安还不接旨？好，我接旨。铁鹰，你
当监军，随李安同行，随时禀报前线情形，遇事可以先斩后奏。是。七弟，你有何打算？天左王朝大将军曾毅曾当着我的面发誓，不再进攻天门关。如今看来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先灭了他们的帝国铁骑。七弟，你知道我不是问这些，这一去不要回来了。皇主拿你和七皇子府做威胁，我也没想父亲如此让人失望。你彻底不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失去了人质的价值。你放心去吧。大姐，事已至此，相信我，让我来解决这一切。好，我信你。我手里有800私兵，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，你一起带走。不用，大姐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带我归来。父亲，刚才宫内传来消息，皇主已经下令问斩七皇子了。这下你没有顾虑了吧？此事当真？太子哥哥的亲信所报，千真万确。不错，那李安如此猖狂，连皇主都不放在眼里，几次惊动皇主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司慕家主就放宽心，太子早就说了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他的忌日。我还是不太相信七皇子会落得如此下场。要知道，他在军中、在民间的威望就是神话一般的存在。神话也会陨落。爹，现在可以去找万星学院的导师了，我一定要拿到烈阳宗的名额。啊，七皇子，他怎么出来了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已经被问斩了吗？你看我做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？看你不顺眼。七皇子恕罪，不要和小女一般见识。七皇子活着出来了，此事不简单。司慕家主，说好的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可是现在还没收到。李安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你根本没有让司慕家看中的价值，这个答复够吗？别说了，司慕熙，你个无知的东西，我看你这张嘴不想要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这里是皇宫，你还敢对我动手不成？住手！太子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。李安，收起剑，赶紧滚！敢！放肆！住手！住手！李安，你敢动本太子不成？为何不敢？现在天佑王朝需要我来平乱，只有我才能力挽狂澜。就算我现在斩了你，皇主也不会对我如何，你信不信？现在跪下给我认错！我是太子，你让本太子跪下！跪下！太子，李安，你狠！李安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这是造反！淫淫狂吠，你也跪下！不可能，我绝不可能给你下跪！跪下！不要和这疯子争论，赶紧跪下！现在可以放了太子哥哥了吧？认错！我认错了。错了。两个垃圾一般的东西，下一次再招惹我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太子哥哥，这是奇耻大辱啊！李安，本太子发誓，我一定把你挫骨扬灰。今日朝堂当真是诡谲多变，令我等大开眼界啊！万万没想到，帝王的七皇子竟然嚣张一番过后全身而退，不但全身而退，甚至狠狠打了皇主和太子的脸。七皇子确实该是鹦鹉，但皇主毕竟是皇主，他的结局早已注定。七弟，恭喜你还活着。你来此就为看我还活不活着？
你要上战场了，来送送你。昔日你每次出征都是夹道欢送，如今戴罪之身，哪皆凄凉，竟然一个相送的人都没有。接着，这是地级丹药，便宜给你了。地级丹药，就算是万星学院这种大宗门，也是珍贵无比，拿不出几个。多谢三哥。该出发了，白龙，直奔边关。该出发了，白龙，直奔边关。好不容易用全部积分从系统商城换来的地级丹药，就这么送出去了，不可惜吗？有些可惜，所以李安这小子千万别挂了，否则我这地级丹药就打水漂了。七皇子来了！七皇子来了！七皇子来了！七皇子啊！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，是七皇子没错。陌上人如玉，皇子世无双，确实是七皇子啊！拜见七皇子，拜见大将军，拜见我天佑王朝守护神。我等虽不能随七皇子一同征战，但心和七皇子同在。祝七皇子大破敌国铁骑，得胜归来。七皇子，我们等你的好消息，有你在，我们安心。一定要打败天佐王朝，边关无数百姓受苦受难，一定要收复失地，一定。撤！皇子，我们来了。皇子，600神骑全部到位，请皇子吩咐。全速前进。是，全速前进。天佑王朝第9城拿下！别过神骑，全速前进，势必拿下第10城。白云仙长，请过目。竟然是灵髓珠！仙长好眼力，灵髓珠每采集10万吨灵石才会出现1颗，珍贵无比，只有仙长才配得上拥有。既然如此，本仙长就却之不恭了。仙长，那小女拜入万星学院之事，慈木家主，万星学院门槛极高，每年想要拜入的天之骄子如过江之鲫，你是明白的。哦，明白，自然明白。仙长，我今日寻得一物，想必仙长会喜欢。竟然是一株王参，好东西啊，好东西！慈木家主，令女资质不凡，确实有进入万星学院的资格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还有其他竞争者，怎么保证令女争得过别人，这是个问题。为了这2件宝贝，司木家已经掏空了大半家产，竟然还没有填满这白云仙长。父亲，罢了，请我司木家家族至宝。哈哈，白云仙长，此玉佩是司木家代代流传的至宝。好东西！虽然本仙长暂时看不出此玉的妙用，但玉佩上灵力流转，必定不是凡品。慈木奇，此次你就跟我一同回万星学院，本仙长会亲自收你为徒。太好了！司木奇拜见师傅。好，乖徒儿起来吧。待为师再找一个资质上佳之人，便返回万星学院。资质上佳之人，师傅，我倒是有一人推荐给你。哦，何人？天佑王朝当朝太子。天佐王朝帝国铁骑连破9城，我们还能守得住吗？守不住也要守，我们都是七皇子带出来的兵，不能给皇子丢脸。不错，纵然没有七皇子坐镇，我们也要打出士气。
大家都是好样的！今日就让他帝国铁骑吃点苦头！战！今日恶战，奇迹会出现吗？开门投降，不然屠城！少在这里废话，有本事来攻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进攻，全部屠掉！放箭！都是废物！这些年你们也就是靠着七皇子运筹帷幄，论单兵实力，你们远远不如我们天佐王朝。屠城！哼，敢不投降，进城后一个也别想活！放下武器，跪下叫爷爷，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。天佑王朝的兵是不投降的，更何况我们是七皇子带出来的兵，让你们投降，做梦！我怕。别怕，我们还有君神七皇子，七皇子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大家不要放弃，我们不投降，就算丢掉性命，七皇子也会给我们报仇，宁死不降。七皇子会给我们报仇，七皇子一定会宰了这些畜生。七皇子，我承认他很厉害，但恐怕你们见不到他了。此刻七皇子人头已经落地，要不你们以为为何我天佐王朝会突然进攻？不可能，七皇子绝对不会有事，少骗我们！七皇子是军神，我们永远信奉他。你们不灵，那你们都去给七皇子陪葬吧！不可能，七皇子绝对不会有事，少骗我们！七皇子是军神，我们永远信奉他。你们不灵，那你们都去给七皇子陪葬吧！宰了你们！什么？大胆！何人敢偷袭？本皇子是七皇子，他来救我们了！七皇子万岁！真的是天佑王朝的七皇子，他不是已经被斩了吗？七皇子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七皇子再厉害，终究也是一个人，更何况众所周知，他是一个修行废物。趁此机会，我们斩了他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上！斩七皇子，这是荣耀！不错，斩了七皇子，大功一件。害我边关百姓，一个也别想活！大言不惭，上！什么？这是？灭了他们，一个不留。是，一个不留。不要救了！七皇子威武！七皇子全兵天下，万岁！兄弟们，随七皇子一起歼敌！好！禀告少将军，第10城已经拿下，正在清扫天佑王朝的残余兵力。很好，此役之后，我天佐王朝帝国铁骑可长驱直入，直捣皇都。全靠少将军运筹帷幄，不然哪有此战绩？不错，少将军威武，少将军有军神之姿。少将军，不好了！少将军，天佑王朝七皇子突袭而来，已经歼灭我入城的大半帝国铁骑。什么？七皇子？这不可能！属下句句属实，帝国铁骑已被杀得尸不存。谁敢当着本将军的面放肆？我。七皇子，真的是你？可我改不了吃屎。还记得我说过，天佐王朝再敢进犯天佑王朝边关，就把你们父子扒皮抽筋吗？少将军，七皇子来了，我们赶紧撤吧！撤个屁！城外数万帝国铁骑待命，怕他做事？少将军，那可是七皇子啊！七皇子又怎么了？难道我比他差？少将军，我不弱于他，至少与他齐名。正好，借今日机会，我就斩了他，名扬天下，让天下人看看少将军
才是真正的军神。少将军，三思啊！老将军特意交代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。闭嘴！所有人列阵，给城外的帝国铁骑发送信号，今日让这七皇子插翅难逃。随本将军冲刺，一举拿下七皇子！哼，莽夫，比他爹差远了。还想与皇子齐名，就是个垃圾！我去解决了他们！傻大个，一个人就敢向前冲，给我把他炸成筛子！不好，后面有敌袭！快阻止后面的敌人！冲啊！干掉他们！什么帝国铁骑，在七皇子的神旗面前不堪一击！快阻止后面的骑兵！少将军快逃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哇！快，随我冲出去！已经晚了！他要不是吹牛，你还有时间逃走。皇子，城内天佐王朝的帝国铁骑全部被扫空。不过，这并不是他们的主力，大部分帝国铁骑还在前面9座城市驻扎。原地驻守，休整之后，明日反击。是。这家伙怎么办？李安，有本事放了我，1对1对决！砍掉4只祭奠百姓，留一口气，扔入地牢。不，李安放了我，我可以让我父亲给你赎金。不，放了我，我让父亲绕出5座城池。这样做会不会激怒老将军？如果10万帝国铁骑一起来攻，我们现在只有600神骑，恐怕不这样做，他才会来攻。属下明白了。混蛋！每次都是他坏我好事，七皇子怎么会突然出现？回禀老将军，七皇子拒绝交换少将军，并且把少将军砍了4只。什么？李安，本将军和你不死不休！来人，召集10万帝国铁骑，给我攻打电石城！老将军息怒，小心上了七皇子的当。不错，那七皇子故意折磨少将军，就是为了激怒将军，让你攻城啊！七皇子诡计多端，他肯定已经设下了重重埋伏，只等我们去攻打。是我冲动了，那七皇子狡诈至极，此举肯定是大有深意，本将军必须要冷静下来。百魔宗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？百魔宗可以出手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百魔宗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？百魔宗可以出手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们要这10城百姓炼制血丸。这百魔宗竟然胃口这么大，10城百姓的性命全要。此事先不急，如果答应了，剩下10座空城对我天佐王朝并无大用。再说我帝国铁骑10万，有信心击败七皇子。我如皇子所料，天佐王朝那老家伙听说自己儿子被斩了4只，不但没有进攻，反而龟缩了起来。皇子，后方来报，太子故意让人拖延粮草，恐怕粮草短时间内很难到达，我们顶多能坚持3日。而且说好的援兵也是各种理由没有前来。可恶！我们在前线拼命，这群王八蛋在后方各种扯后腿，这是想四群灭亡吗？皇子，天佑王朝这么对你，摆明了让我们和帝国铁骑两败俱伤，甚至是更希望我们被帝国铁骑消灭。唉，这种腐朽的王朝还有必要替他卖命吗？确实不值得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大姐他们还在做人质，而且这黎民百姓，我不忍心看着他们遭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干！这次非要打服天佐王朝！传令下去，天机堂出动，务必把最新最准确的情报送到我的手中。是。另外，召集那些解甲归田的兄弟们，迅速回归。这样一来，兵源的问题确实解决了。只是
我们的粮草更缺了。这是个问题。报！三界商会求见七皇子。三界商会，让他进来。三界商会4级掌柜陈良见过七皇子殿下。陈掌柜没来吗？大掌柜暂时有事脱不开身，不过大掌柜特意交代过我，七皇子有什么难处，三界商会会倾尽全力帮忙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现在缺粮草。我这次来已经为七皇子带了800车粮草，另外三界商会的兵器、火器，我也为七皇子带来了一些。如此，我无后顾之忧，替我多谢秦掌柜。大掌柜说，都是一家人，七皇子不必客气。不错，基础剑诀已经练得差不多了。现在朱爷教你进阶剑法。朱爷，可以御空飞行吗？你说的是御剑术吧？勉强可以。成了！这小崽子，他爹还有天赋啊！等我带着李安回到真正的李家的时候，恐怕不知道会惊掉多少下了。皇子，第9城大约有8000守军，不过我们暂时只召集到2000兵力，要不要再等等？兵贵神速，不能等。天佐王朝在试探我们，如果知道我们的处境，肯定还会派大量援兵前来。出奇兵，一击必胜。突袭小组，调动第1杀手组织，白刃全员参战。待会儿斩首行动，干掉敌方主要将领，到时候他们必定会军心涣散，一鼓作气拿下第9城。是，事虚事实，待会儿一战就知道了。依我看，这七皇子在虚张声势，这么点兵力还想攻城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待会儿确定了七皇子的兵力后，10万大军直接解决他。不用10万大军，我们8000人以逸待劳，这一战就可以歼灭七皇子，你我可以名扬天下。不自量力，弓箭手准备！这怎么可能？七皇子手下的骑兵竟然都是开元境的修士，也只有开元境才能开启元气防御。快，有弓弩！杀手组织，白刃！快，解决他！将军！三位将军都阵亡了！皇子，城内8000天佐王朝的士兵歼灭一半，投降了一半。即刻出发，前往第8城。是。天佐王朝怎么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些城池，我们就怎么夺回来。也不知道第9城的战事如何。哪有那么快？别说七皇子不能攻下第9城，就算攻下来，最少也需要3天时间。别忘了，守城的可是我们天佐王朝的守城三杰。啊，有人来了！难道第9城胜了，来报喜了？也只有这一种可能。七皇子的军队！什么？难道第9城胜了，来报喜了？也只有这一种可能。七皇子的军队！什么？快，通知所有人作战！快，守城！是。完了！拿下！前往第7城，撤！皇子，第7城拿下，第6城攻克，第5城完美攻下，第4城光复。皇子，还要继续前进吗？
继续。虽说攻下5城，我们付出的代价极小，但总归是有1/3的伤亡。而且天机堂传来线报，天佐王朝已经在第3城布置了防御，正等我们前往。皇子，武安阁可做攻城利器。武安阁配合白刃一起出动。武安阁愿为皇子效犬马之劳，必为皇子拿下第3城。不，谁说我要攻打第3城？不攻打第3城。绕过第3城，直击第2城。绕过第3城，直击第2城，妙啊！左将军，第3城所有防御工事已经布置完毕，就七皇子那几千人马，保他有来无回。七皇子用兵神勇，没想到短短几个时辰，连续夺回5城。这次一定要阻止他，不能让他动摇我朝决心。左将军大可不必担忧，前面几城失守是因为没来得及部署，我们已经做好万全之策，属下以人头担保，七皇子绝对攻不下本城防守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七皇子的兵马还未到？是有些反常，按照七皇子的速度，1个时辰前就该到了。左将军，不好了！七皇子在进攻第2城，而且马上就要攻破了。好，左将军，我们是来求援兵的，请左将军速度支援第2城。快，开城门，速度支援第2城。等等，小心有诈！左将军，这是第2城樊将军的令牌。令牌是真的。左将军，现在七皇子出骑兵攻打第2城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如果左将军派兵及时，前后合击，还能一举歼灭七皇子。出骑兵绕过第3城，直击第2城，确实是七皇子用兵的方式，应该不会错。开城门，援兵第2城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！七皇子的军队杀来了！快城门！来不及了！拿下第3城！七皇子，你作为天下第1名将，竟用如此伎俩骗我去出城，实在让我看不起。兵不厌诈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再说七皇子何时骗你了？你们派人假装帝国铁骑，说攻下了第2城，不是骗我们是什么？哎呦，你听好了，七皇子确实攻下了第2城。攻下第2城之后，我们又杀了个回马枪来攻第3城，打你还用得着骗？什么？七皇子用兵如神，能败在你手中，我服了。怎么可能？短短时间就失去了攻占下来的9座城池，岂有此理！你们说还有何良策？一日光复9城，而且都是以少胜多，七皇子神兵难测。如今我们只能死守第1城。如果第1城也丢了，此次行动我们将毫无战果。不得不承认，单纯和七皇子对兵，世上无人是其对手，只能向齐招。老将军，联系百魔宗吧。百魔宗胃口太大，不易掌控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这个杀招。传令下去，第1城摆开攻势，和七皇子决一死战。太子哥哥，如今你我已经成为万星学院的弟子，以后我们可以双宿双飞，做一对神仙眷侣。最近真是喜事连连，除了那个碍眼的李安，如果那李安能战死在战场，就大快人心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命人截断李安的所有粮草，并且不给他派1兵1卒。别说一个凡人，他纵然真是军神，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，他必丧命。太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和本殿下说说边关战事。我想知道李安如今是多么狼狈。太子，李安1日收复9城，打得帝国铁骑丢盔弃甲，龟缩不出。什么？如此情况下，他还能连连取胜？是不是情报有误？太子，飞书急报，千真万确，
这个李安泄密真长。皇子，第一城由天佐王朝老将军亲自守城，想攻下来恐怕不容易啊。既然天佐王朝背弃承诺，我就和他玩个大的。皇子，第一城由天佐王朝老将军亲自守城，想攻下来恐怕不容易啊。既然天佐王朝背弃承诺，我就和他玩个大的。玩大的？皇子，好兴奋啊！有多大？直接攻打天佐王朝的皇都。攻打皇都虽然有些冒险，但如果成功了，确实可以一劳永逸，名垂青史。只是还需要做好万全之策。这次，本皇子积累这么多年的底牌，都要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七皇子为什么还未进攻？会不会害怕撤退了？不可能，七皇子此人最安静的时候是最可怕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。啊！老将军，大事不好！刚刚探报，七皇子的军队朝着皇都进发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天塌了！快，铁骑大军全速前往皇都，护卫皇主。派人联系百魔宗，无论什么代价，让他们派出高品修士诛杀七皇子。皇子，前面就是天佐王朝皇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，2个时辰内攻入皇都。等会儿歇了去喝个花酒。听说来了个长尾巴的妖女，去见识一番。什么声音？骑兵？这里怎么会有骑兵？难道是进攻天佑王朝的帝国铁骑班师回朝了？不好，是敌军！皇子，天佐王朝800年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攻破他们的国都。迅速进攻皇城，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狗蛋七皇子竟敢直接进攻我皇都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皇主，赶紧想办法吧！本来帝国铁骑出动是为了灭掉天佑王朝，万万没想到我天佐王朝快被灭掉了。本皇主都不慌，你们慌什么？皇主可是有何良策？我问你们，七皇子这支军队最大的软肋是什么？软肋？七皇子用兵如神，有什么软肋吗？想不出来，请皇主明示。那我告诉你们，这支军队最大软肋就是七皇子本人。那七皇子纵然用兵如神，也只是一介凡人。只要斩首了七皇子，敌军四散。可是于乱军之中取之首级，这事未免太过困难。对于普通军士来说确实困难，但对于修行者，轻而易举。众所周知，本皇主的门客中有众多修士，而且本皇主近日突破到人元境，这便是本皇主的底气。什么？人元境？皇主威武！恭喜皇主迈入绝世强者行列。所以，本皇主不慌，甚至有点想笑，因为七皇子既然敢来，本皇主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长风道长何在？皇主有何吩咐？麻烦道长替我取七皇子首级。小事，我去就来。攻下皇城！皇子，皇都的城墙易攻，皇城难攻。因为天佐王朝皇主喜好修行，平日里招收了众多修士在皇城之中，一时半会恐怕难以拿下皇城。我已经让武安阁的去攻城了，看看效果如何。武安阁的修士随我上，是报答七皇子救命之恩的时候了。天体巅峰的修士，阁下是何人？
我乃天佐皇主的门客长风道长，今日你们胆敢进攻天佐王朝皇城，简直是自寻短见！皇子，长风道长是有名的高手，修为了得，暂避锋芒。来人，保护皇子！老夫今日出马，就是为了取七皇子的首级。保护皇子！护得住！七皇子遇见本道长是你的不幸。皇子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七皇子，竟然被本道长震慑住。什么？你是剑？皇子威武！皇子威武！今日诛灭天佐王朝！剑武，你有没有觉得皇子最近变厉害了？皇子不一直很厉害吗？说的也是。怎么还没消息？派人去催催。报！报！来了，快说说看，那七皇子下场如何？定是身首异处。长风道长出手，七皇子断然没有活路。来了，快说说看，那七皇子下场如何？定是身首异处。长风道长出手，七皇子断然没有活路。回皇主，长风道长牺牲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可亲眼见到长风道长倒下了？皇主，是我亲眼所见。难道七皇子身边也有一位修行高手？那位高手长得什么样？竟然可以让长风道长丧命？没有高手，当时七皇子身边的高手都被击败了。没有高手？那长风道长到底怎么倒下的？是被七皇子亲手解决的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七皇子是修行废物，人尽皆知。你肯定看错了。皇主，属下说的句句属实。城墙上几千将士都在看着，七皇子一挥手，长风道长就倒下了。七皇子诡计多端，看来是使用了什么阴谋招式，只是你们没有看出来罢了。他的目的还是想要震慑我方的修行高手。皇主分析的对，对付此子必须继续派高手。对，弄清他的阴谋招式，他必败无疑。千万不要出事！报！皇都现在什么情况？回禀老将军，七皇子已经攻破皇都，正在围攻皇城。什么？完了！这次我天佐王朝要沦为天下笑柄了。闭嘴！皇主修为高深，又养了3000门客，七皇子即便攻入皇都，皇城肯定也打不进去。老将军说的对，是我慌了。立刻给百魔宗发送传书御前，我们需要他们了。是。七皇子，你既然如此决绝，那别怪我也把事做绝了。李安现在和天佐王朝的10万铁骑作战的如何了？让我猜猜，那李安至少拼掉了1半人马了吧？回太子，李安并没有和帝国铁骑作战。什么意思？李安率领人马直接朝着天佐王朝的皇都进攻了。什么？他竟然直接进攻皇都，这像他的做法。不过，在我看来就是不自量力。结果如何？结果是，天佐王朝皇都被李安攻下，现在正在围攻皇城。老弱，绝对不能让那个李安攻下皇城。这样的话，天佐王朝等于被李安灭国了。到那时候，李安就是天大的功劳。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，我们要直接复皇。拜见宗主。宗主终于出关了，我百魔宗是时候重现世间了。
这次新鲜的血液要喝个痛快。我白洛重现世间，众生颤抖吧！小的们，现在随本宗主去开启鲜血盛宴。院长，你找我？当年歼灭百魔宗，被天魔白洛逃过一劫，如今百魔宗死灰复燃，恐怕又要生灵涂炭。院长的意思是，让我去歼灭百魔宗？我万星学院负有监护一域的职责，院内几大导师都在忙着招收这一届的弟子，只有你在学院里，所以这个差事只能落在你头上。另外，白云导师最近在天佐王朝收徒，距离百魔宗出现的地点很近，可以让他协助你。明白。攻下皇城城墙！皇子，皇城终于攻下了，不消片刻，天佐王朝被我们灭亡，这可是绝世功绩。伤亡情况如何？死伤近半，此役过后，我们无力大战。进城，尽快拿下天佐皇主。七皇子根本挡不住啊！怎么办呀？要不要答应天佑王朝的和谈？哼，慌什么慌？七皇子是人不是神，何来挡不住？皇主不能不慌了，这都打到家门口了。不对，是打到炕头上来了，再不想对策就来不及了。本皇主就是这天佐王朝的定海神针，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待本皇主亲自出马，斩下七皇子的狗头。天佐王朝的好儿郎，随本皇主一起上，灭了这来势力！皇子，天佐王朝皇主个人战力太高，一方士气高涨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恐怕会败呀！灭掉天佐王朝皇主！斩！来犯之敌！皇子，天佐王朝皇主个人战力太高，敌方士气高涨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恐怕会败呀！灭掉天佐王朝皇主！斩！不喜本皇，您修为还是太低了。武安阁的修士和突击组使白刃都出动了，还是无法对天佐皇主造成伤害。七皇子，可敢与本皇一战？皇子，莫要听他蛊惑，这天佐王朝皇主的实力绝对迈入一流高手了。七皇子，有胆来攻我天佐皇都，无胆和本皇主一战，不如你承认自己就是个废物吧。皇子，我有把握。七皇子过来了，都给我让开！你还真是好胆量。多说无益，今日天佐王朝必灭。口气不小，就凭你剩下的这些残兵，还是凭七皇子你自己？凭本皇子手中的剑。笑死本皇主了！七皇子，你莫不是当军神当久了，觉得自己的战力比得上你的用兵了？今日本皇主就让你认清现实，你并不是无所不能。身为皇主，你废话真够多的。既然如此，本皇主成全你。皇子战无不胜，七皇子必胜。皇主修为盖世，无敌之资。皇主必胜！七皇子，本皇主乃人猿境修为，命丧我手，你不亏。这就是人猿境的大消失吗？好恐怖！只是散发出威压，就让我们承受不住了。皇子，怎么可能？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？多说无益，你败了。生擒天佐王朝皇主。
天佐王朝亡！七皇子，七皇子，战人，战人！七皇子，你莫要得意。你看本皇主慌了吗？本皇主丝毫没有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和天佑王朝皇主达成了协议。你竟然知道？天佑皇主什么德性，我自然清楚。清楚又如何？你依旧无可奈何。天佑王朝皇主，我天佐王朝完全答应之前的停战协议。很好，李安听令，天佑王朝诸位将领听令，天佐王朝和天佑王朝达成停战协议，天佑王朝所有人立刻撤出天佐王朝皇都。什么？这是为何？我们好不容易攻下皇城，现在撤退，不是功亏一篑吗？天佐王朝这些年一直想要吞并天佑王朝，皇主你都忘了吗？这是本皇主的命令，立刻撤退。七皇子，本皇主早就选好了退路，这是本皇主不慌的底气。想灭我天佐王朝，你恐怕没那个机会了。李安，还站着干什么？撤退！你真的很令我失望。为了怕我的功绩名扬天下，竟然在天佐王朝灭亡的时刻达成什么停战协议，这是一个君主所为。住嘴！你敢诋毁本皇主？你不配做皇主！你说什么？你想造反吗？闭嘴吧你！好你个李安，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不遵皇令，这与造反无异。父皇，这李安万万不能留了。将在外，现在奈何不了他，带他回朝，秋后算账。父皇，万一李安真的灭了天佐王朝，在外称王不回朝怎么办？本皇主也担忧此事。奴才倒是有个办法。长公主和七皇子府上下所有人可都在皇主手上，只要给七皇子下令，在期限内返回，晚一日就斩一人。以七皇子的重情且自大的性格，奴才觉得七皇子必然会返回。以此逼迫李安就范，父皇，儿臣觉得可以。李安，你不遵天佑王朝皇主的命令，难道你想造反？和你有关吗？你现在是个亡国之君。七皇子，本皇主认在，你有什么要求随便提，我都答应你。你在我手上，整个天佐王朝就在我手上。放心，我会慢慢榨干你。你，来人，搜刮皇城。是。皇子，这天佐王朝皇主不愧是最新修炼，我们在国库中发现了大量修炼资源。修炼资源？跟随诸爷修行剑修之后，需要大量修炼资源，这次正好大捞一把。皇子，这天佐王朝皇主不愧是最新修炼，我们在国库中发现了大量修炼资源。修炼资源？跟随诸爷修行剑修之后，需要大量修炼资源，这次正好大捞一把，全部打包带走。好嘞，正好三界商会送来了一枚储物戒，就全部装进戒指中，方便皇子携带。李安，你恐怕不知道，我天佐王朝祖上曾经出过万星学院的修士，你抓我纯粹是玩火自焚，劝你赶紧放了我。万星学院只维护珠玉平衡，并不参与俗世之争，你说这些没用？报，是天机阁的密探，七皇子有急报。何事？天佐王朝10万铁骑正在包围皇都。这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还有何事？百魔宗重现事件，100位魔头要来取皇子的首级。什么？百魔宗？百魔宗残忍嗜血，且魔头个个修为极高，这下麻烦了。七皇子，放了本皇主，也许我还能和百魔宗商议，留你一命。别做梦，
带上天佐皇主，撤退。这还是来晚了一步。这百魔宗比以前更残忍了，这已经是他们屠戮的第3座城池，如此丧尽天良，这次一定要全歼他们。楚威导师，听说天魔白落实力十分强横，这次重新现世，实力恐怕比以前更甚，还是小心为上。白云导师怕了？笑话，老夫会怕一个区区魔头？老夫只是刚收了2个徒弟，有些着急，想要把他们带回万星学院，怕晚了赶不上万星学院的资质测试。哦，白云导师收的徒弟可是那天佑王朝七皇子，听说此子年少出名，很是天资不凡。年少出名不假，但天资不凡纯属胡说八道。七皇子就是个废材，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开启修为，老夫已经罢免他万星学院的名额。这次老夫收的徒弟是司慕家的长女，以及天佑王朝当朝太子。那恭喜白云导师了，我们抓紧搜寻百魔宗的魔头吧。天机堂来报，百魔宗已经连续屠灭4城，魔焰嚣张，正在狙击皇子。皇子，退守天机谷吧，那里有我们布下的大阵，未必不能和百魔宗一战。天机谷的大阵适合歼灭大国军队，不适合对付百魔宗。可是，我们迟早会被百魔宗追上。你们前去天机谷，诱导帝国铁骑前往，全歼帝国铁骑。皇子，你呢？我一个人单独行动，百魔宗要找的人是我引开他们。皇子，这样太危险了，那可是百位魔头，更有白落这种天魔。放心，你们应该能感觉到，我现在不是以前的我了。皇子，还是太过凶险，我跟你一起吧。你们谁都不用跟着，我就带上天佐皇主1人便可。带我干什么？百魔宗那些人是天佐王朝老将军找来的，老将军肯定和他们达成了某些协议。事已至此，本皇主很难左右这些魔头。不管怎样，百魔宗现世和你天佐王朝有关。关键时刻，如果百魔宗不肯停手，我就先斩了天佐皇主你。什么？七皇子，你不讲武德！你想送死，别带着本皇主！皇子保重，我们先行一步。七皇子，有事好商量。百魔宗那些人嗜血成性，你躲不掉的。不如放了本皇主，我为你周旋一二，也许你能多活上几天。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3日化骨丹，没有解药，3日之后，原地化成一滩脓水。我不信，这等丹药只有高等修士才有炼制，你怎么会有？爱信不信，跟不跟着我，随你。可恶，这个李安倒真是难搞。早知他没事，我就不听老祖的命令进攻天佑王朝了。父皇，好消息，李安正在被百魔宗和天佐王朝的帝国铁骑追杀。被百魔宗追杀？好啊，李安命不久矣。你别在这里干站着，去打些野味。你让本皇主去打野味儿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本皇是天佐皇朝皇主。你有意见？没意见。朱爷，在吗？啊，什么事啊？我现在正在被追杀。追杀我的人有点多，有点强。朱爷，能为我透底吗？你想让我出手帮你对付敌人？如果你能出手，那自然最好不过。不能。无情？非朱爷无情，朱爷不能轻易出手。朱爷出手，天崩地裂，容易把这片大陆干碎了。非朱爷无情，朱爷不能轻易出手。朱爷出手，天崩地裂，容易把这片大陆干碎了。离谱！朱爷，我在天佐王朝获得大量修炼资源，我想加快剑修的修炼速度。基础剑诀的进阶版，
你也学得差不多了。你既然有修炼资源，现在主野我就助你开辟剑丹田。剑丹田？剑丹田才是剑修独一无二的标志，开辟后胜过寻常丹田的1000百倍。好，主爷，快开始吧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多灵石，你小子抢了一座灵矿吗？差不多，天佐王朝的国库不比灵矿资源少。接下来我教你开辟剑丹田的方法，你听好啦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吹牛皮！我怎么就吹了？开辟剑丹田深奥无比，当年宇宙级别的天才也需要将近1天的时间用来领悟剑丹田的开启方法。资质稍微差一些的，就是终生无望开启剑丹田。给我信！没想到朱叶也有被打眼的时候，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快就领悟了开启剑丹田的方法？要不是知道他父亲是谁，我甚至怀疑这小子是不是一尊剑仙转世了。巨剑异象，剑丹田成了。不对，巨剑闪烁着仙光，这是仙剑异象。难道这小子开辟的是传说中的仙剑丹田？朱爷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棒，我体内的剑丹田开始积攒剑气了。这么快就积攒剑气了？来，用你体内的剑气攻击我。这不太好吧？万一伤了朱爷你……笑话！朱爷纵横宇宙万域，超牛的存在，你也能伤得了我？别婆婆妈妈，朱爷我是何人？让你攻击就攻！小子，你不讲武德！不是你让我别婆婆妈妈。这小子刚才的剑气之雄浑，力量之强，绝对不是一个刚开辟剑丹田的修士该有的。这么说，只有一个可能，这小子开辟的是仙剑丹田。李安，你可知道你现在开辟的并不是普通的剑丹田，而是传说中的仙剑丹田。仙剑丹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怎么说呢？仙剑丹田比普通的剑丹田更强，但也更加难以修炼，而且还涉及到一些隐秘。隐秘？小子，开辟仙剑丹田后，实力增长不少啊！竟然也能感知到有人过来了，准备战斗吧！朱叶去睡觉了。李安，你给我等着！本皇主这辈子还没伺候过别人。是白魔宗的魔头，而且去的是七皇子的方向。完了，被找到了，七皇子恐怕……你就是那七皇子李安？是我。小子，终于被我们找到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上路？我们给你个痛快。百魔宗就来了，你们3个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3个还不够。猖狂！我非要折磨你一番不可。还有敢和百魔宗猖狂的人，我还真没见过。估计是没听过我百魔宗的威名，活该送命。看招！什么？你竟然有些本事！一起上，干掉他！回去交差。什么？这么长时间了，百魔宗的那3位应该走了吧？回来看看，给那小子收个尸吧。李安虽然是我天佐皇朝的最大敌人，但运筹帷幄的本事确实令人敬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这3个魔头被我斩了，看不出来吗？一人斩了百魔宗3位魔头，这怎么可能？别废话，该离开了。有意思。
竟然斩了我百魔宗3人，这七皇子并不是传言中那么废。要不要回去多叫几个人？你觉得有必要吗？没必要。被斩的这3人在我百魔宗100位魔头中排位靠后。刀魔大人，你排名前20，你出马，取那小子的性命绰绰有余。走吧。是百魔宗的人，竟然被人斩了。百魔宗好像在追杀什么人。这3位魔头都是一击毙命，能轻易斩杀3位百魔宗的魔头，此人不简单。百魔宗好像在追杀什么人。这3位魔头都是一击毙命，能轻易斩杀3位百魔宗的魔头，此人不简单。怎么了？有人追来了。我怎么没有感觉到？不可能吧？真的有人！是百魔宗的魔头！小子，你赶紧跑吧！这么关心我？废话！李安，你亡了，我找谁要解药？我亡不了。完了完了！这次来干掉你的人，竟然有刀魔！李安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你要不把解药给我，我等会儿替你收个尸。用不着。小子，见到我们你竟然不跑！该跑的是你们。这小子疯了，我还是躲远点吧。那可是刀魔，在百魔宗中都是强者。猖狂！我来会会这小子。慢着，一起上，不给他任何机会，剁了他！刀魔大人说的对，我百魔宗百无禁忌，只要能斩灭对手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上！很好，今日就试一下仙剑丹田的威力。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！这怎么？该你了！不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是剑修？仙剑丹田，恐怖如斯啊！李安啊，李安，希望你留口气，不然我的解药向谁要啊？没有声音了。李安那小子不自量力，有此下场也是。嘟嘟囔囔的干什么？啊！你没死啊？你现在看我像个死人吗？百魔宗的人呢？都在那边躺着。这李安竟然顷刻间斩灭5个魔头，他的实力竟然如此深不可测。这家伙，难道这些年一直在隐藏吗？可怕，实在可怕。天魔大人，不好了！刀魔被人斩了。可是万星学院的人干的，这帮伪君子这么快就追来了。不过无妨，我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礼物。来了，他们只有死路一条，作为增强我的养料。不是万星学院的人干的，是天佑王朝的七皇子李安。李安，那家伙不是个废物吗？按照我们的了解，确实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，但是他连斩了我们8人。万星学院的人有什么消息吗？根据消息，他们沿着刀魔追逐李安的方向去了。召集大家，这次正好我把这万星学院的人和李安一并灭了。尤其那李安，万星学院都没有一次斩过我百魔宗如此多的人，我要把他抽筋拔骨。你闯大祸了！那天魔白鹿最是护短之人，你连斩了百魔宗8位魔头，白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你可真是无知无畏！白鹿的残忍，在100年前都是出名的，落在他手里，那后果不可想象。啊！是刀魔，刀魔竟然被人斩了！连杀5位魔头，谁干的？李安，
你怎么在这里？他就是李安，被你抛弃不要的徒弟，看上去倒是仪表堂堂。两位可是万星学院的仙长，晚辈天佐皇朝皇主，祖上陈佐在万星学院修行。原来是陈佐长老的后人。天佐皇主，你为何在这里？我惭愧，晚辈被李安俘虏了。被李安俘虏？我可是听闻天佐皇主也是一个达到人元境的修士，你是怎么做到被李安俘虏的？这要问李安怎么做到的。这5位魔头是谁斩的？也是李安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李安，真的是你干的？是我。信口雌黄！李安，你什么本事？本导师不知道吗？你要是如此厉害，我怎么会不收你为徒？也许你看走眼了。放肆！白云导师切莫生气，我看李安中气十足，不像是在说谎。也许……没有也许啊！他就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，是本导师亲自鉴定过的废物，绝对不会错。不好，是百魔宗的魔头们来了。看气势，应该是百魔宗的所有魔头都出动了。我们正找他们，他们竟然自己送上门了。正好，这次就彻底铲除他们。完了，这百魔宗肯定是有备而来。我们正找他们，他们竟然自己送上门了。正好，这次就彻底铲除他们。完了，这百魔宗肯定是有备而来。我当万星学院来的是何人？原来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和一个老不死的。休得猖狂！老夫白云导师。原来是导师级别的修士，失敬失敬。当年我白洛吸干过2位导师的血，那滋味很美妙。楚威导师，情况不妙，我们不如先撤退，回万星学院摇人。白云导师，你要是害怕，你先走。笑话，老夫纵横沙场几10年，岂会害怕？区区几个魔头，本导师可以挥手灭之。谁是李安？何事？看上去平平无奇，看来刀魔被李安所斩，情报有误，应该是万星学院的人干的。天魔大人，小娘子不错，待会儿拿下了，能不能让我等尝尝鲜？拿下他，就是你们的了。那我还真是迫不及待的。小娘子，哥哥来了！来了就别走了。什么？不愧是万星学院的人，这女子很强。白灵，看来你就是传说中万星学院最年轻的天才导师楚威了。是我，白洛。你祸害此域100年，今日就彻底除掉你。小丫头口气倒不小啊！本天魔纵横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上！吸干他们的血！楚卫仙子，救命啊！走开，别耽误我战斗。天佐皇主，来我这边。多谢仙长。无妨。日后见到了陈佐长老，天佐皇主言明此事便可。一定一定。李安的脸上倒是没有一丝慌张。重点拿下楚威。魔头众多，而且天魔白鹿还未出手，没必要和他们死磕。待会儿还是见机行事。小子，灭了你！来了，再来！
看，天佐皇主，之前那些魔头真的是被李安所斩？是真的，白云仙长，这李安绝对不是什么废物，他深不可测啊！老夫竟然还有看走眼的时候！拿下这小娘们！仙女散花！天魔大人，这楚威不好对付，还请天魔大人亲自出手。不好对付才好，这样才能让我略微兴奋一些。这是什么阵法？好强的压力！你没事吧？无妨。这天魔白落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不少，而且再加上这座大阵加持，有些麻烦了。这是我专门为你们万星学院准备，本来想捉住几位长老甚至副院长，没想到只来了2位导师。不过有你天才导师楚威在，也值了。白云仙长，怎么办呀？慌什么？现在大阵还未完全启动，还有机会。有什么机会？当然是有跑路的机会。对，跑路，没必要和这群魔头死磕。阵起！大阵将要完全启动，我看你怎么撑！就是现在！可恶，我的身体被大阵束缚，实力最少下降了1半。白云导师，助我！白云导师，你还真敢逃！楚威导师，对不住了，老夫无能为力。老夫会尽快赶回万星学院，让学院派人来救你。天魔白落本来就强大，再加上这座蓄谋已久的大阵，楚威基本没有逃出来的希望。还有那李安，也都会命丧于此。老废物，全靠自己！不错，没有辱没天才之名。不过有此阵在，你的实力会不断被压缩，你撑不了多久。不错，没有辱没天才之名。不过有此阵在，你的实力会不断被压缩，你撑不了多久。不好，这楚威导师撑不下去了，必须破了这个大阵，不然我们2人谁也跑不掉。哼，小子，竟然还有活着！李安，大阵对我压制极其严重，我现在送你出去，否则没机会了。开！还有这好事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走！多谢。走得了吗？不好！受我一击，竟然没事。可恶！再来！楚威导师不用管我，你专心对付这些魔头，否则我们一个都走不了。好，这李安确实有名将风范。斩！朱野，回个话。睡得正香呢，啥事？我在和人生死大战，你还睡得着？我把耳朵堵上了，你们吵不到我。朱野，帮我破阵。破不了。为什么？我若出手，天崩地裂，大陆崩碎，动静太大。唉，又是这套说辞，我信你个鬼！我看你是伪了。那怎么办？朱爷虽然不能出手，但可以教你破阵的方法。懂？懂。
别！现在大阵对我完全没有压制。当年你老爹也是一位传奇阵法师，看来你在阵法上的天赋不输于你爹。天才导师，结束了！躲不开了吗？竟然被干掉了！是谁？我。李安，这家伙这么厉害，趁人不备罢了，我来宰了他！什么？天魔大人，这家伙的实力……他的实力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，不过这还不足以令我惊讶。最令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大阵好像对他没有压制？楚威导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要不是大阵对我压制，我早就斩了这些魔头。我带你出阵。啊！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这可是白洛布下的大阵，阵法等阶极高，很可能达到了玄阶阵法。破阵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什么？这李安怎么知道这座大阵唯一的弱点？这不可能是巧合。天魔大人，他们逃出去了。给我围住，一个都别想逃。白洛，就剩你自己了，束手伏诛吧。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出手吗？因为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斩了这些魔头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些年他们吸收生灵血肉，体内储存了大量的能量，我需要他们成为我的养分。不好，他在吸收这些魔头的灵力。我为什么要培养这百位魔头？一个人自由自在不好吗？还不是为了把灵力储存在他们体内，有朝一日为我所用。他进阶了，这下麻烦了。什么白天了？我终于进阶成邪魔了！分头跑！分头跑，太天真了！注意，我现在在被人追，而且马上要追上了。那你跑快点儿。你能不能有点爱心？有什么办法对付这白洛吗？他由天魔晋升玄魔，实力提升了很多。屁的天魔，他这样的也配叫天魔？真正的天魔，不知道是比玄魔厉害多少亿万倍的存在。他这天魔只是个称号而已。这么说，朱爷有办法对付这魔头了？朱爷宇内无敌，自然有办法。快和我说说。使用诛魔剑，诛魔剑加上你的仙剑丹田，可以一剑斩了他。朱爷，赶紧教我。教你可以，你确定短时间内能学会？学会了。学会了。你小子还真是个天才。怎么不跑了？反正也跑不过你，不跑了。很好，很有自知之明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怎么不跑了？反正也跑不过你，不跑了。很好，很有自知之明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好，滚！剑大魔！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你大意了。确实大意了。不过你实力确实还不错，值得我认真对待。二剑多魔！你看你，又大意了。再来。够了，
当我傻吗？告诉我，你刚才是什么剑法？为何对我的魔气产生了极强的压制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真以为凭你这2剑就能对付我？太天真了！我分身之后实力下降了1半，不然我早就拧断了你的脖子。我这2剑确实不能对付你。你有自知之明还不算太蠢。但我还有第3剑。好小子，我和你拼了！说最狠的话，办最怂的事儿，就这也配称为天魔？给我站住！啊，这小子还追来了！尽快去和本体会合，到时候就不怕这小子了。可恶，受到大阵的影响，我的修为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天才导师结束了，我的分身回来了。看来那个李安已经被灭了。李安他，难道今日？给我站住！快和我融合！哎！这什么情况？小样，跑得挺快。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被这小子追着跑？打不过呀，赶紧合体！诸位道士，你没事吧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可是晋升玄魔的白落。学过一些诛魔的招式，正好克制这魔头。李安，欺魔太甚，看你还如何猖狂！白落的实力已经在巅峰状态，不要和他正面对战，我们逃。这李安太令人惊讶了，万星学院的天骄都没有比得上他的。可恶！你彻底惹怒了我，承受我的最强一击吧！我要把你捏碎！那你也承受我的最强一击！这股威势，李安他……李安胜了！你快了！不可能！我是玄魔，我怎么可能败给你一个毛头小子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白落绝不会败！这是……完了！小子，你不是厉害吗？现在你的身体是我的了。强行夺舍是白落最狠毒的招式，一旦被他进入身体，根本无解。李安他恐怕……可惜了，一位如此令人惊艳的天之骄子。待我夺了你的身体后，我白落会更上一层楼。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朱爷睡得好好的，被你这货吵醒了。你有没有功德？不知道老人家在你面前。饶命！李安的体内怎么会有其他生物？这绝对是一尊大神，我连他的一根脚趾头都抵不过。天哪，这是为什么？饶命！进入朱爷的地盘，没命活！解决了，继续睡觉。这白落还真是地狱无门闯进来，惹谁不好，非要惹到朱爷，哼，可怜啊！你没事了？没事了。
你还真是让我吃惊，帝王之举竟然让你扭转乾坤。哼，白洛估计做梦都没想到，最后亡在你的手里。侥幸而已，白洛也是大意了。行了，你不用掩饰什么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不会刨根问底。侥幸而已，白洛也是大意。行了，你不用掩饰什么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不会刨根问底。你这样的天骄，白云导师竟然主动放弃，哼，还真是眼瞎。李安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？还没想好。既然你没想好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怎么样？诸位导师请讲。去万星学院修行。你这样的资质，不去万星学院实在是太浪费了。我之前被白云导师刷掉了，还能去？一般人不能，但我可以操作。走后门？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我也是万星学院的导师，你拜我为师，就可以进入万星学院。诸位导师，请受学生一拜。哼，你倒是快。很好，本导师就收下你这个学生了。导师，我想先处理完天佑王朝的事情，再前往万星学院。用不用我帮你？之前是受到了白洛阵法的压制，我的实力无法展现出来。其实你师父我还是很厉害的。不用，我想自己解决。不管怎样，是该做个了断了。我们以1换10的伤亡，已经消灭了天佐王朝的帝国铁骑近5万人，但奈何我们兵源太少，天机谷外还有将近4万帝国铁骑。我们的几千兵员几乎消耗殆尽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果再没有援兵，恐怕……报！是不是援兵有消息了？魏将军，援兵半路被太子派人拦截，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前来支援。谁有此理？这是他们拦截的第3批援兵了，我恨不得宰了这个混球太子。也不知道皇子那边怎么样了。皇子战事无双，肯定没问题。不好了，帝国铁骑在疯狂进攻！这些人都疯了吗？不顾天机谷的大阵？他们应该想鱼死网破，用人海战术破掉天机谷的大阵。走吧，今日决一死战！是。都给我冲！不惜代价，给我灭了七皇子的军队！老将军，这样下去，10万帝国铁骑恐怕剩不下多少。那又如何？兵没了还可以再争。消灭七皇子和他的力量，这才是关键。没了七皇子，天佑王朝剩下的就是一群废物。拦不住了，敌军太多。以3000换10万，纵然亡在这里，也值了。大家随我冲！一起冲！七皇子的兵没有突破。等等，先别冲，帝国铁骑那边有情况。滴血！滴血！怎么回事？进攻的关键时刻，怎么乱乎乎的？老将军，后方有人来袭！竟然有援军到来，对方来了多少人？装备如何？对方1人，没有装备，只有1人1剑。啥？你在逗我吧？1人1剑杀进千军万马，也叫敌袭？老将军，确实只有1人，不过此人身手了得，请老将军暂避。笑话！身手再了得，能抵得过千军万马？本将军哪儿也不去，就等着他伏诛。什么？大胆！不忍！我，李安，你敢只身前来？老将军，你不遵当初签订的契约，擅自出兵天佑王朝，该斩。今日就是你的末日！我呸！你哪来的底气？1人想干掉千军万马不成？
我一人自认无法对付千军万马，但在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，还是很轻松。猖狂！给我剁了他！干掉他！我天佐王朝就胜了！怎么可能？什么？该你了！快拉住他！下辈子别想和我为敌！不，饶我一命！陆将军他，天佐王朝天威老将军亡！天威老将军亡了！天威老将军亡了！赶紧跑啊！带人救王子来了！赶紧跑啊！动了，帝国铁骑动了，他们要继续进攻吗？不对劲儿啊！怎么帝国铁骑这么多啊？确实不对劲儿，帝国铁骑好像在撤退。不只是在撤退，简直是一盘散沙，倒像是在败退。什么情况？帝国铁骑怎么自己逃了？而且像是兵败一般的溃散。什么情况？帝国铁骑怎么自己逃了？而且像是兵败一般的溃散。那是七皇子！原来是七皇子救了我们！七皇子一人带着帝国铁骑，我万岁！一人可挡百万兵，皇子神人也。皇子何必要回皇都？我们在外，谁能管得了我们？皇子，如果非要回去，我们带兵回去。皇主为难你，就废了他。我这次回去做个了结，此事之后，我会前往万星学院修行。我们还是有些担心，毕竟皇主和太子都想让皇子消失。放心，我有把握。我这把剑可斩天佑王朝任何人。皇主，喝口茶消消气吧。为何那李安会获胜，会歼灭天佐王朝？他要兵没兵，要粮没粮，你们说为何？现在李安的声望比本皇主的高出很多，把本皇主置于何地？父皇，息怒！你这个废物！你身为太子，这么多年连个李安都对付不了，你还有脸让本皇主息怒？父皇，请听儿臣一言，那李安终究还要回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只要回来，终究还是逃不出父皇的手掌心。听闻李安一直在藏拙，其修为不俗，一人不可对抗一国。罢了，终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此事你去办。父皇放心，这次我不会败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回家。回家？你也瞎了吗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以为你是被废的七皇子李安？我看是你眼瞎了。你说什么？等等，他就是李安，没想到他还真敢回来。是李安又如何？我们奉皇主之命把守此地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入，包括李安你。懒得和你废话，闪开！你说你这太阳，大胆！再敢啰嗦一句，我就斩了你们！七弟，大姐，我回来了。我听说了外面的情况，其实你不该回来。事情总要做个了结。七弟，
之前你还只是功高盖主，现在你已经是父皇的心腹大患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心腹大患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罢了。天左王朝被灭，天佑王朝开创未有之功绩，为了稳固皇权，父皇恐怕要不惜一切代价。大姐看得明白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圣旨到，来得还真快。李安接旨。说。李安跪下听旨。你见我跪过吗？大胆！你想造反不成？跪下！不想念给我滚！好，你还真是一点没变。李安听旨，明日午后玄武门觐见。李安，皇主旨意你必须要去，听懂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你还敢在这里叨叨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皇主的奴才，你敢动我试试？快回去禀报啊！七弟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大姐，你不合适去。我不会干涉你的。好吧。来了。太子让我们在这里试试李安的修为，你说要不要直接？能直接做了他最好，太子肯定高兴。我来拧下他的头。我不信这李安真有传言的那么神。这两人是太子府的头等护卫，修为了得。李安，奉太子之命搜身。闪一边去！全部答应，也怪我不客气了。试出李安的实力了吗？阿武被一剑斩了，没有试出。废物！既然如此，本太子也就不用有所保留了。阿武被一剑斩了，没有试出。废物！既然如此，本太子也就不用有所保留了。有些太安静了。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。李安，束手就擒，给你个全尸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让皇主出来见我。冥顽不灵，我数到3。太子，你敢！我命令你让所有人退下。长公主，你算什么？也配命令我？你既然和李安一起，就给他陪葬吧。我这是在救你和父皇。笑话！今日本太子稳操胜券。3，放箭！太子，这李安已经不能用射成刺猬来形容了，估计都被射成一堆碎肉了。哼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四周的将士都是千里挑一的神箭手，他纵然再厉害，又怎么可能抵得过万箭齐发？来人，找出李安的尸体，我要带给父皇。不用了。谁？师顾问。李安，你怎么还活着？因为我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。救我！太子勿惊，有我们在，这李安伤不到你。是皇朝的4大供奉，他们都在万星学院修行过，七弟小心！宋前辈，给我灭了他！李安，你一个小辈，
我让你先出手。这就完了？完了？哈哈哈哈！就这，虚张声势的小子，老夫还以为……三位前辈，不要小看了这李安，你们一起上，务必要斩了他。太子放心，先前杨老只是轻敌罢了，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。老子，我们3人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怎么可能？不剑气！好恐怖的剑气气息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快跑！那是剑修！剑修？这世间怎么可能还有剑修？怎么可能？4大功夫就这么没了？太子，如你所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李安，不，七弟，我是你二哥，饶我一命！大姐，救救我！大姐，你听我说句话呀，我们可是姐弟呀！七弟，要不你大姐，我已经给过他太多机会了。明白。慢点儿，别那么急。父亲，今日太子哥哥在玄武门设计拂灭李安，现在肯定已经得手，我怎么能不急？我想亲眼看看李安的尸体，最好还能踩上几脚，这样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亡了这么多人？太子哥哥呢？李安人呢？那边好像是太子的尸体。太子哥哥，不可能！太子哥哥怎么可能亡了？李安人呢？李安没亡，太子哥哥怎么？别急，别哭了。太子身亡，看来局势被李安控制了。父亲，那怎么办？李安和我入股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。赶紧去万星学院。你现在是白云导师的弟子，到了万星学院，没人可以动你，就算是异国皇主都不行。好，我这就去万星学院。司母家终究还是选错了，从此以后，天佑王朝恐怕再无司母家。我是司母家的罪人啊！玄武门的情况如何？怎么还未有人回来禀报？怎么还未有人回来禀报？皇主放心，太子办事万无一失。想必现在那李安已经伏诛。这次动用了皇朝最精锐的力量，李安只身一人，绝对无法逃生。皇主等着喝庆功酒便是。来人，再去探，最好把李安的尸体给本皇主带回来。是。不必麻烦了。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太子呢？亡了。什么？李安，你大逆不道！来人，给我就地处决了他！李安，你疯了吗？太子你都敢！李安，你放肆！你想干什么？让出皇主之位，我给你个狗头的机会。休想！本皇主受命于天，我是天佑王朝的主，谁敢把我？对，
退位，我这就下旨让位给你。不是我，是长公主。你这皇位我丝毫没有兴趣。什么？他竟然对皇位没兴趣？是不是很意外？什么皇位权力，我都不在乎，因为我李安志不在此。你这天佑王朝在我眼里太小了。原来是我一直想错了吗？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想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天佑王朝甚至差点毁在你的手里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这都是你逼的！你太优秀了，太耀眼了，完全掩盖了本皇主的存在。甚至民间很多人让你当皇主，但在天佑王朝，我才是皇主。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你和太子不同，你根本就不是。父皇，不要说。大姐，其实这一切我都知道了。我李安不是天佑王朝皇主亲生。什么？你竟然都知道了？我不但知道，我10年前就知道了。如果我想要这皇位，我又怎么会隐忍10年？我要是想当皇主，我早已君临天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，都是我自找的呀！我后悔万分啊！大姐，以后天佑王朝就交给你了。七弟，你真的要离开吗？不如留下来，和大姐一起治理王朝如何？或者你去天佐王朝当一个逍遥王？大姐，我志不在此。我已经拿到了万星学院的名额，我想去万星学院看看。既然如此，大姐也不劝你。这个你拿着。这是？我问过父皇，当年你还在抢宝石，有人把你放在天佑王朝的大殿之中，随身携带了这块玉佩，应该和你的身世有关。大姐保重。跳！七弟，一路顺风，你永远是天佑王朝的传奇。这里就是万星学院吗？很气派。据说万星学院36000院遍布世界，这里只是一处而已。我是大周皇子，幸会。原来是周兄，幸会。我是天柱王朝的7王爷，我来自白雀门，乃当代门主之子。看来能进入到这万星学院的，非富即贵。这一域的天之骄子，几乎都来到了这里。杨师兄，木吉初来万星学院，幸得杨师兄照顾，特别感谢杨师兄。思慕师妹客气了，你我都是白云导师的弟子，理应互相亲近，照顾是应该的。我这就带师妹去见白云导师。有劳杨师兄了。李安，你在天佑王朝力挽狂澜，呼风唤雨又如何？如今我进入万星学院，日后你我仙凡有别，等我修仙有成，必会出手斩了你。哎，快看，楚威导师来了！见过楚威导师。楚威导师今日怎么有空出来？这就是万星学院的最强导师楚威。不错，楚威导师不但是最强，还是最年轻的导师。无数人想拜入楚威导师的门下，可惜楚威导师一心修炼，并不收弟子。这就是万星学院的最强导师楚威。不错，楚威导师不但是最强，还是最年轻的导师。
无数人想拜入楚威导师的门下，可惜楚威导师一心修炼，并不收弟子。楚威导师确实风采照人，以后还是想办法结识这位楚威导师。毕竟年轻有实力的导师，才是万星学院重点培养的对象。相对之下，白云导师就相形见绌了。李安，楚威导师再叫李安，应该是重名，我想多了。李安怎么可能来万星学院？楚威导师，我来了。真的是李安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眼花了吧？很好，欢迎加入万星学院。以后我楚威就是你的导师。这小子是谁啊？不认识啊？怎么这么幸运，成为楚威导师的学员？羡慕嫉妒啊！什么？李安不但进入了万星学院，还成为了最强导师的学员。思慕师妹，你怎么了？你认识那人？杨师兄，实不相瞒，那李安和我是大仇人。思慕师妹不用生气，他就算拜楚威导师为师又如何？不过一个新人弟子，对付此人，我有10000种方法。徒儿思慕琪拜见师父。起来说话吧。师父。还有何事，但说无妨。请师父为太子哥哥做主，他也是师父的徒弟，如今却在天佑王朝被李安所斩，我的好惨！此事我已经了解，那李安已经被楚威导师收为弟子。既然来了万星学院，此事为师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先起来吧。多谢师父。李安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？杨元真，此事交给你去办，务必不能让那李安有在万星学院崛起的机会，不然日后他会成为你们的大敌，很多资源会被此子抢走。这李安没想到能活下来，此子天赋超群，绝对不能放任他成长，不然一个楚威再加上一个李安，我这一脉永无出头之日。师父放心，事情绝对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对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你叫啥来着？弟子陈风啸。既然天佑王朝太子不幸被李安所斩，陈风啸就是本导师新收的徒弟。陈风啸乃是太上长老陈佐的后人，你们以后要互相帮衬。原来是陈佐长老的后人，见过陈师弟。见过陈师兄，以后陈师兄要多多照顾。见过师兄师妹。好了，你们2人都下去吧，思慕琪留下来。是。思慕琪，你们思慕家这次以厚礼相赠，为师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多谢师父。以后跟着师父好好练，听师父的话，为师也会重点培养你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徒儿告退。白云导师竟然……李安，如果我没看错，你是一个剑修可对？是。剑修，这世间极其罕见的存在，没想到竟然让我遇到一个，我还真是收了个宝贝呢。导师，万星学院没有剑修吗？更上层的晚星学院有没有我不知道，至少我们这座学院没有。连万星学院都没有，看来剑修比我想象的还要稀少。以后出去尽量隐藏你剑修的身份。这世间剑修稀少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具体不知，但我知道更高层的晚星学院有记载，剑修在这片宇宙消亡的真正原因。
更上层的万星学院，如何去？逾越庆典，20年一次，一旦成功，便是鲤鱼跃龙门，晋升到上一层的万星学院。距离下一次逾越庆典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，你刚入门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。1年，足够了。你倒是自信。不过，你除了剑修之外，真实修为是什么层次？我竟然看不出来你有修为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导师，你没看错，我除了剑修一道，并未修行过。所以说不算剑修，你就是一个未曾修行的凡人。可以这么说。你还真是一朵奇葩。走吧。去哪？跟我去修行。你还真是一朵奇葩。走吧。去哪？跟我去修行。怎么样？1个月修为增长了多少？有没有达到筑基期？以你的资质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毕竟你是个能修剑的天才，其他方面也不会差。什么？修为几乎没有任何增长？导师，淡定。你还让我怎么淡定？你就算是个剑修，但也不能没有修为啊！诸位导师，看，这是炼气巅峰的气势。刚才我为什么没有察觉到？导师，我的丹田有些特殊，是专门修剑的丹田，所以一般很难察觉到我真正的修为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样以后就无人可以看出你的真正修为，可以扮猪吃老虎。不过，你的修为还是太低了，才炼气巅峰。很多和你一起进入万星学院的修士都是筑基期，你的修为需要提升。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吗？去领取万星学院的任务，万星学院会发放丹药作为奖励。这么多任务该怎么选呀？当然是选风险小、奖励丰厚的，过了等于白说。去苍梧山脉采集凤凰草，奖励培元丹3枚；抓捕10大恶人杨万迪，奖励培元丹4枚；护送宗主贺礼前往白云宗，参加白云宗盛会，奖励培元丹2枚。这些任务奖励都不算高，而且太耗费时间。啊，这个任务不错，和我有关，接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任务是我先拿到的。手，拿开。这丫头挺横啊，我这暴脾气。是林天骄师姐，她怎么出关了？人如其名，林天骄师姐就是我们万星学院最强天骄。我觉得林师姐太美了。原来还是个知名人物。还不拿开吗？不拿开。哦。我是林天骄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请我吃饭的机会。方天王前几日请林师姐吃饭，都被他拒绝了。林师姐在说什么？他主动和别人吃饭？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能请林师姐吃饭？手拿开吧，什么时候吃，时间我来定。给我机会请你吃饭？我看起来很像冤大头吗？我钱没处花了吗？你是不是脑袋不正常？你说我脑袋不正常？小子，你过分了！任务赶紧让给林师姐，不然削你啊！任务一起接，奖励我9你1。不同意。哼，你会后悔的。小子，你还真是不识抬举。这个任务这么高奖励，你以为什么人都能完成吗？除了林师姐，谁也完不成这么高奖赏的任务。你这是在浪费时间，知道吗？大众都是愚昧的，懒得理你们。白龙马，该去找那些老伙计了。
灭你的人。想灭我，也要让我走个明白吧。你听好了，你在外闭嘴！他可是楚威导师的弟子，少节外生枝，灭了他！林师姐，林天骄，他竟然跟来了。认识我，还叫我师姐，看来你们是万星学院的人。林天骄，此事和你无关，我们只是想对付李安，你赶紧让开！休想！可恶，一起上！我不信我们3个还对付不了他。哼，不自量力。解决了。所以呢？等价交换，任务牌给我。不给，又不是我让你出手的。你很固执，不懂得变通，对一个修士来说，不太好。哼，你管我？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们可是讲义气、有骨气的人，纵然亡了也不说，铁骨铮铮说的就是我们。那我就斩了你们！我绝对不会说是杨元之杨师兄让我们来对付你的。我也绝对不会说是白云导师的命令。我们绝对不说，都是为了思慕奇师妹报仇。好一个铁骨铮铮，我敬你们是一条叛徒。白龙马，走。没有谈的可能了吗？没有。这任务大把丹药可以赚，为什么要让给你？当我傻吗？这任务大把丹药可以赚，为什么要让给你？当我傻吗？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公子，情况如何？情况不容乐观，比公子了解的要复杂很多。大姐已经派人维护安定，你们也派了人手，竟然还没解决此事。公子，此地的强盗、流寇等都被清除干净，但此地已经赤地千里，很多地方生灵灭绝。此地百姓赖以生存的田地，已经完全断绝了生机。如果想要彻底解决此事，就要查出这片大地出了什么问题。竟然是这样，带我去看看。去。行行好了，我们好久没吃东西了，3天饿9顿啊！救救孩子吧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，孩子快瘦了。粮食没有运来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机密？公子，王朝各地都有粮食运来，但是饥民太多了，粮食还是不够。这是个大问题，粮食不够，也不能凭空变出来。李公子，3界商会的陈良掌柜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公子，我家青掌柜让我给公子送来了3个车队的粮食，接济这里的灾民。3界商会还真是及时雨啊！有了这些粮食，此地饥民的燃眉之急可解。多谢，我李安会记住3界商会帮我的这一切，待我忙完此地的事情，定会奉上银两购买这些粮食。青掌柜说了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，一家人只谈感情不谈钱。青元琴，他最近还好吗？青掌柜一切安好，不过现在很忙，估计要过一段时间才有空来见公子，让公子保重身体，勿念。公子还真是找了个好媳妇儿啊！是啊，羡慕呀。公子，粮食问题暂时解决，但不是长久之计，还要尽快解决此地问题的根源。走，去调查一番。这里最为严重，已经完全成为了不毛之地，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。看来离找到根源不远了，小心戒备。留步！林天骄，你竟然又跟上来了。
我劝你们不要向前。此地机明的问题你已经解决，可以拿到至少10枚培元丹。对于新人弟子，已经足够多，够你修炼一段时间了。后面的事情不是你们能对付的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我再分你10枚培元丹，怎么样？林天骄，你如此想要这个任务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此地有大恐怖存在，只有解决了那个大恐怖，才能获得全部500枚培元丹。但相应获得500枚培元丹的危险，也是你不可想象的。因为我怀疑这件事有人恶意为之。大恐怖存在，恶意为之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怕了？任务交给我吧。那还真是让我有些兴奋呢。走，去见识一番所谓的大恐怖。还真是不识好歹。发生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出现了一座地宫。公子，里面的气息很阴邪，要不要进去啊？走，进去看看。不太对劲儿，这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白骨？看，那边是什么？这看上去像是一个祭台，不只是祭台，这里还有诡异的阵法，恐怕有人。公子，你的意思是此地赤地千里，是有人所为？何人竟敢闯入此地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你们有资格知道吗？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上，灭了他们！看来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能不能全部说出来？根据万星学院的一本古籍记载，此地曾经封印过一只大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现在已经进入了消亡期。你之所以想要接这个任务，是想要猎杀大妖？不错，我修炼了一种特殊功法，需要强大狩猎的血液。如果真有大妖，将是我的一份机缘。当然，这个任务奖励也是十分丰厚。主要我觉得，万星学院年轻弟子很少有人像我这么优秀，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。现在你怎么看？原先我以为此地的灾祸是那只大妖所为，现在看来是人为。有人在此布置了阵法，让无数人亡于非命。现在你怎么看？原先我以为此地的灾祸是那只大妖所为，现在看来是人为。有人在此布置了阵法，让无数人亡于非命。这些人有可能是为了那只大妖，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目的。总之，此事越来越复杂了。合作一把，如果真找到那只大妖，大妖归你，任务奖励全部归我，怎么样？奸诈，你还真是一毛不拔。事已至此，来都来了，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好一句来都来了，你就不怕我直接灭了你独吞？你没那个本事。一个新入门的弟子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。自尊乘风下，未能完成老祖交代的吞并天佑王朝的任务，请老祖责罚。废物一个，堂堂一国之主，被逼得只能来万星学院躲藏，真够给我丢人的。老祖，都怪那李安，此子有些不同寻常。要不是他力挽狂澜，此时天佑王朝已经灭亡。如今他也进入万星学院修行。既然已经进入万星学院，那就蹦跶不起来了。这次没有吞并天佑王朝，对老祖我的计划有些影响。现在你赶紧前往天佐王朝边境，帮我完成下一步。那个老祖，我之前中了那李安的毒，老祖能不能帮我先解毒啊？你中了烈毒啊！果然被那李安忽悠了。啊！
这是老祖我的一具傀儡分身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带着这具傀儡分身前去。老祖放心，我此次前去，必为老祖完成任务。这是灵齿鼠，一般的灵齿鼠长得最大也就小狗大小，这里的灵齿鼠竟然长得如此大。灵齿鼠以灵石为食，通常不会主动攻击，这些怎么这么狂暴？用剑的修士不少，但像李安这样规律的剑不多。去前面看看，这里如此众多灵齿鼠，我怀疑这里有灵矿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林天骄，好久不见。杨展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本公子路过此地，听见我的吞天雀在叫。你也知道我这吞天雀专门对灵宝有反应，此地肯定有宝贝。此人叫杨展，是此域最大修行世家杨家的人。虽然杨家势力远远比不上万星学院，但杨家据说和修行上界有关系，所以行事颇为嚣张。杨展，我们万星学院在这里执行任务，行个方便，你暂时离开如何？那肯定不行，我对这里有些兴趣，要探索一番。要不你们先离开此地，等我拿到了宝贝，你们再来调查。这家伙确实嚣张，万星学院在他这里都不好使。走吧。这是3条灵脉，哈哈哈哈！本公子在这里竟然发现了3条灵脉。去，把这3条灵脉都给我收了。是。杨展，不要轻举妄动，还是先调查一番。林天骄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我的，谁也不能和我抢。走，给我下去！你这样做有些冒失了，不过很爽，下回多做几次。谁敢踹我？你不是要下去吗？我送你下去。我看你是疯了，连我都敢惹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这小子摁好了，等小爷上去。敢惹公子，我腻歪了你！上，拿下他！你们也下去吧。废物，都是没用的废物，还需要本公子亲自出手。小子，你别跑，我这就上来干你！有动静了，莫非有什么宝贝要出事了？吞天雀叫了，看来我没猜错。小子，让你多蹦跶一会儿，等我拿到宝贝再来打你。你怎么看？可以肯定，这一切都是人为的，而且此人所图所谋，绝对不是赤地千里那么简单。这里的一切和我在万星学院所看到的记载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先下去看看吧。这里面肯定有宝贝，但是怎么打开呢？这3条灵脉是在为这个石棺提供能量吗？是的，看来是我想简单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个石棺下面的大阵一旦发动，可以颠覆整个天佑天左王朝。看来是我想简单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个石棺下面的大阵一旦发动，可以颠覆整个天佑天左王朝。什么？覆盖天左和天佑王朝？这么说，2个王朝的土地都会变成死地，2大王朝的百姓都会死于非命。这是极其邪恶的做法，难道是魔道所为？但就算那个百魔宗的白落，也做不到这么大手笔。小心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尸修，尸修是在活着的时候被活生生炼制而成。这里的主人不能用歹毒来形容了。丧
是天良！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吃我一刀！什么情况？你不知道疼吗？快，都来保护我！有些麻烦，这些尸修都十分强大，你可以先撤退，黑元丹分我5成。不用退，比一下谁斩得多。赌注是什么？为对方做一件不违背天地良心的事情。秦江，还拿剑砍？没看到我刚才拿刀没砍动吗？真是个白痴！什么？啥情况？为什么他砍得动，我砍不动？他砍的是假尸修吧？不行，我要再试试。吃我一刀片！来人，快来保护我！李安，我这边讲完了。正好，我这边也完事了。这俩人还是人吗？700只尸丘就这么斩完了？我斩了178个。很巧，我也是178个。你是刚入万星学院的新人弟子对吧？对。有些变态，不过我喜欢。林师姐也很厉害，我没想到你能快到和我手中的剑持平。这个林天骄，不愧是在万星学院有偌大的名声，确实不简单。现在是平手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谁能解决棺材里的家伙，谁就获胜。很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哎，兄弟，保护我！回头我杨家必有重谢。呀！闪一边去，别碍事。没想到林天骄和那李安也在此地，这不是坏老祖好事吗？得想个办法，绝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家老祖的计划。不好，这里的大阵启动了。石棺在疯狂吸收3条灵脉能量，这样下去，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天左天右2大王朝就会变成绝地。不知这里的人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知道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吸收一方黎民百姓的冤魂，破坏2大王朝气运，恐怕是修炼一门极其歹毒的功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破坏它。一件不行，那就2件。小心，棺材里面有邪恶的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我要找的妖兽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我要找的妖兽并没有人脸，应该是这个妖兽被幕后之人控制污染了。你的剑为何如此锋利？要知道我的身体，一般兵器根本伤不到。你竟然会说话，我倒要先问问你为何如此歹毒。这3条灵矿归你，退出此地，如何？不如何？你可知道，你要毁灭的天佑王朝，有我的朋友、亲人、兄弟和很多认识的人。如果我再来晚一步，整个天佑王朝都被你毁了。所以，今日必斩你！不自量力，大言不惭，狂妄无知！多说无益，一起上！等等。陈风笑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安，虽然我现在不是天左王朝的皇主了，但毕竟拥有过。现在这怪物害我天左王朝的百姓，我岂能置之不理？我来除掉他！你一边去，别碍事！你看不起我？我就看不起你，你有脾气吗？行，那我走。动手！
你以为你突然出现，我就对你没有防备吗？你以为你突然出现，我就对你没有防备吗？那是一具傀儡，要小心，实力很强。知道又如何？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，不然都亡在这里吧。这怪物和你什么关系？想知道？下辈子吧。宰了他们！上！为老祖宰了他们！雷劫！好硬的身体，这具傀儡绝对是修为高深之辈才能炼制出来。李安，我来断后，你赶紧去学院喊救援。这具傀儡实力太强，扔下一个女人独自逃跑，不是我的风格。你看不起我？什么脑回路？那就一起先解决这具傀儡。正合我意。烈焰狂雷，特殊体质，没想到这凌天教竟然是特殊体质。仙剑丹田，全开！给我攻！哼，不自量力！这具傀儡的修为远远高于你们，是你们两个无知小儿能破坏的吗？什么？傀儡竟然被雷电劈得失去了行动力！这砍成两截了！好强的剑气，你很不错。你也不错。你们两个是铁了心了要和我作对是吗？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，我背后的人是万星学院的高层，你们现在离开，既往不咎。万星学院的高层，如果你们就此退去，日后他在万星学院会对你们两人关照一二。若还要执意和我作对，万星学院就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处。如果涉及到学院高层，这事就麻烦了。我们最好一点都不麻烦。你这人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？小子，你真是又臭又硬！李安，我记住你了。你破坏了我辛辛苦苦准备了上百年的大计，我不会让你活得太久。对了，你刚才最后想说什么？唉，我本来想让你留活口，可以逼问到底是哪位高层参与此事。你不怕报复？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我背景比你大多了。其实不用问，陈风笑既然来了，那背后之人大概率是那个叫陈佐的老祖。啊，陈风笑人呢？跑得倒是快。陈佐在万星学院地位很高，没有直接证据，恐怕动不了他。而且我们日后行事要无比小心，以防他的暗算。这只妖兽虽然被污染了，但血液应该还有用，我去收一些。收。这是小小妖邪，也敢进我的身体！以雷霆击碎邪物！小心，这东西去找新的宿主了！公子，我们被污染了，斩了我们！说什么胡话！可恶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李安，这两人恐怕要变成怪物了，要果断一些。我们不想变成怪物。公子，我压制不住了，快斩了我们吧！大丈夫做事要果断，赶紧下手啊！闭嘴！我李安绝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出手。朱颜，10万火急，救命！啊，此地有仙意吧？竟然是这种决战！朱颜，他们快挂了，先救人！
救他们只有一个办法，把他们转化成血修罗。血修罗，诸天万族之一，也是最强的种族。也就是把他们变成非人类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没有，他们被污染的源头应该是和血修罗一族有关，所以只有这个办法。那就按照朱爷说的做吧。他们不会有事吧？没事儿，你父亲有一个朋友曾经也转化成了血修罗，后来晋升为斗战修罗，闪耀诸天，现在估计都成为修罗之主了。日后碰到你那叔叔，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场造化。我这叔叔竟然是修罗之主，看来我那父亲也不会差。不过血修罗一族敌人众多，还是要小心些，保持低调。我这叔叔竟然是修罗之主，看来我那父亲也不会差。不过血修罗一族敌人众多，还是要小心些，保持低调。朱爷，以后多给我讲讲我父亲的事呗。不可说，你父亲的事情你现在不宜知道太多。公子，你们俩感觉怎么样？可以恢复原样吗？感觉很强，而且还是持续变强的那种。林师姐，麻烦此事替我保密。放心，我守口如瓶。你呢？我也守口如瓶。我信不过你。我对着我祖宗发誓，我绝不会把此事泄露半分。如有违背，天崩地裂！你给我吃的什么？千日断肠散，每千日你来找我要一次解药，让我确认你没有泄露消息，否则你就会肝肠寸断而亡。大哥，一定要经常保持联系啊，让我知道去哪儿找你。老祖恕罪，此次都是因为那李安，几百年的谋划一朝成空。老祖，这李安不止坏了一次事情了，一定要斩了他。冯源，师傅，你找我？你是我的亲传弟子，修炼这些年，你也该出山了。师傅放心。我等亲传弟子才是学院主力和未来，那些导师培养的弟子都是垃圾，这次必会不辱师傅之名。和林师姐抢任务的那小子回来了，难道完成任务了？这小子接的任务奖励是10枚到500枚培元丹，就算完成任务，我估计也是最低等的10枚培元丹。就是，肯定啊，10枚。老师，弟子来交任务。稍等片刻，本导师进行任务核算。李安，情况真如里面的内容所记录？千真万确，林师姐也可以作证，导师也可以派人查验。此事涉及到陈佐长老，乃宗门大事，需要院长亲自定夺。不过其他事情你完成的极其出色，可获得满格奖励500枚培元丹。什么？500枚？怎么会这么多？这李安是做了什么呀？这个奖励在学院历史上可以排进前5了吧？直接状告陈佐长老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好不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如果不把此事告诉学院，就是我在明，他在暗。现在大家都在明处了，至少我会减少很多麻烦。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我。有道理。李安，我要和你生死战。你是哪个蠢货？放肆！风云师兄不是蠢货，他是老祖的亲传弟子。亲传弟子，李安，亲传弟子都是各个长老单独培养，实力一般都不弱。没想到陈佐长老为了对付你，
让亲传弟子出场了。李安，我知道你很狂，你要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。我们擂台上见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哼！你怕了？你怂了？你不敢？激将法对我没用，你求我跪下管我叫爹，我就答应。你还真是无法无天！我现在就毙了你！冯源，陈左长老涉嫌修炼邪术，残害平民，此事李安已经禀报学院，你竟然敢对他挟私报复！什么？你竟然敢状告我师父！李安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冯源，在这乱叫没用，你现在能奈我何？你，小子，万星学院不是一般的学院，学院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门规严明，你不必担忧此人。冯源，在陈左长老洗清嫌疑前，你敢对李安出手，本导师毙了你！李安，怂货、垃圾、胆小鬼，你逃不掉的！我们走着瞧！你敢偷袭我？哼！这可是你先动手的，别怪我不客气。1个月后，生死台上见。李安，别冲动。我有信心，1个月后击败他。我从没见过如此之狂徒，就凭你一个新人斩真传，我看你疯了吧！多说无益，1个月后生死台上见。好，很好，到时候我会让你为今日的话付出代价。就凭你一个新人斩真传，我看你疯了吧！多说无益，1个月后生死台上见。好，很好，到时候我会让你为今日的话付出代价。500枚培元丹，就算给了凌天骄一部分，剩下的对于修士来说，也是天量的资源。朱爷，该教我真正的剑法了。诸天剑法有108000部，你想学哪一部？最强的，我的星剑是最强的，剑法自然也要最强的。那我便传你九剑。九剑，又名逆天九剑、鸿蒙九剑、破天九剑、装波九剑等。总之，这9剑一共就只有9剑，威力奇大，至今无人能修炼超过第3剑。一共9剑，无人修炼超过3剑，这么难吗？主要是修炼9剑需要海量的资源，比如第1剑需要上万株50年份以上的灵草，第2剑就更离谱，需要10万把灵剑。第1剑还有希望练成，这第2剑怎么练？现在剑修绝技，去哪儿找灵剑？原本是有的，可惜你把剑虚里的剑都毁了。所以现在你还学不？学。既然是最强的，不管怎么样，都学。我传你功法，你自己去找资源。朱爷，这些培元丹算是资源吗？不算，9剑对资源的要求无比严格，不可有丝毫差错。不过，你可以用培元丹增强修为。仙剑丹田的好处就是，只要有修炼资源，就可以无限吸收，修为几乎不设门槛的增加。修为增加没有门槛，这太恐怖了。不愧是仙剑丹田，现在你这么说，我才感觉到仙剑丹田的超凡之处。给我吸！我破！突破了，结丹境。继续，结丹初期，
结丹中期，结丹末期，结丹巅峰。结丹巅峰，短短1个时辰内，我修为整整提升了一个大境界。这样说出去，恐怕无人敢信。毕竟旁人突破一个小境界，恐怕都要以年为单位。仙剑丹田，恐不如斯。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做得不错，竟然得到了500枚培元丹，这可是一大笔修炼资源。另外，陈佐长老那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一旦他被查出有问题，万星学院不会放过他。万星学院秉持的就是绝对公正，这是万星学院总院长亲自定下的规矩。万星学院总院长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？能设立36000座万星学院？不知道，我们没资格见这种大人物。不过只要不断的升入上一级的万星学院，总有机会见到。总院长就是万星学院的灵魂，有他在，万星学院不惧任何势力，甚至大部分地方都是以万星学院为尊。我必会升入上一级的万星学院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难啊！如果陈佐长老那边敢找你麻烦，你告诉我，你导师我也不是吃素的。多谢导师。对了，这次你得到那么多培元丹，你一个人根本用不完，不如拿出一些来换一些法宝防身，这样遇到事情多一些自保之力。培元丹被我用完了。别闹，为师又不抢你的培元丹。最近兵器阁确实有几家防身法宝不错，不换可惜了。没闹，培元丹真的被我修炼用完了。你这孩子撒谎都不会，几百枚培元丹1天之内修炼用完，还不撑爆你的丹田？在你这个修为阶段，无人可以做到一下子吸收如此多的丹药。楚为导师，我真没骗你，你看，我修为都增长了。看不出来。我忘了，我的特殊丹田修为不外显。这样，你打我，我测试一下你的修为。这不太好吧？那有什么不太好？你不会以为你现在的修为能伤到我吧？天真了。楚为导师，看招！导师，不好意思，下手重了。万万没想到，你小子的全力一击竟然这么强。导师，我只用了5成功力。怪物，你就是个怪物。也许你真有希望，1年之内跃升到上一级的万星学院，创造历史。李安，我郑重的和你说一件事情。也许你真有希望，1年之内跃升到上一级的万星学院，创造历史。李安，我郑重的和你说一件事情。导师，你说。苟富贵，勿相忘。好。导师，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。说。在哪里可以搞到大量的灵草？搞完丹药搞灵草，你到底要搞哪样？闲着也是闲着。行吧，去闯玄机塔。玄机塔是什么？是万星学院的一座神塔。玄机塔是万星学院总院的一件至高神器，会把36000道thần力投射到每一座万星学院，无数万星学院的弟子都可以接受同等的试炼，而且还可以根据排名要求获得的奖励。我这就去。杨师兄，是李安。站住！李安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本人杨元真，你记好了，因为以后这个名字将会是你的噩梦。杨师兄，醒醒！李安走了。什么？竟然敢无视我！不可
可饶恕。很难想象，眼前这气势磅礴的塔，竟然是玄级神塔的一道投影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面试炼，我可以和36000座万星学院的学员一起比试，想想就令人兴奋呐！李安，你给我站住！司慕奇，你又皮痒痒了？李安，你什么意思？在万仙学院我可不怕你，我有杨师兄撑腰。不错，我杨元真腰粗，撑得起来。肯定是这司慕奇又在找事，懒得理你们。敢如此不尊重杨师兄，我毙了你！不动用任何剑修的战力，我的实力也可以比肩普通弟子了。失败了，这李安看上去平平无奇，没想到有些本事。就你这样的，也敢如此狂妄，今天就废了你！慢着，学院禁止私斗，别自找麻烦。杨师兄，那今日就让李安当着我们的面张狂了。我们跟他一起进入玄机塔。玄机塔里面出意外很正常。玄机塔内部自成世界，太神奇了。玄机塔第一层主要考验修士面对危险时候的应对。待会儿会有无数妖兽袭击，伤得越轻评分越高。不管多重的伤势，进入第2层后会全部治愈。玄机塔竟然如此神奇，杨师兄，这评分有什么用？最后的评分会记录成个人积分，除了可以向玄机塔兑换奖励之外，还可以与36000座万星学院的天骄们竞争排名。排名靠前的肯定会被万星学院总院的大人物关注，一旦被看见，那就是飞龙在天，彻底改变人生。那我们岂不是也有机会被关注？司慕师妹，这东西我们就不要想了。连林天骄和方天王这等天骄都排在了100万名开外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据说，我们这座万星学院历史上最好的排名是一位真传弟子，进入了前10万名。而总院只关注前100甚至前10的妖孽们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专心对付李安。不错，到时候我们制造麻烦，让李安彻底亡在这里，没机会退出，更没机会进入第2层。你们想怎么制造麻烦？李安，你竟然敢偷听我们说话！你们这群白痴，这么大声，毫不避讳，我能听不见吗？李安，听见又如何？你以为你能跑掉吗？不，是你们跑不掉。他在说什么呀？说我们跑不掉。小子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信不信我把你……你要把我怎么样？完蛋！你敢打我！一群垃圾！李安，你大胆！你敢先动手！你们一起上吧。杨师兄，狂，太狂了！打他！你们都给我上，打废他！杀！小小仙人弟子，也敢在我们面前嚣张！什么？这李安的实力又增长了。哼，司慕师妹，不慌，我有把握胜他。司慕奇，你这个贱人，今天我撕烂你的嘴！休得放肆！李安，先过我这一关再说。算什么东西？杨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被他偷袭了。啊！
李安，妖兽来袭，算你走运。等完成考核，我再斩你。司慕师妹，妖兽袭击不是小事，我们赶紧跑，找地方躲避。躲避妖兽嘛，比起躲，不如打打看。哎，很好，不是很强。看来这里是根据修士修为匹配不同等级的妖兽来袭击。痛快，真是个练习剑技的好地方。杨师兄，怎么办？追上来了！不用怕，躲开妖兽即可。司慕师妹就是这样，只要躲开了，我们受伤越少，积分越高。杨师兄！杨师兄怎么办？司慕师妹坚持住，不要退出，否则前功尽弃。司慕师妹，稳住，一定要稳住！何之一抛掉，不要激怒这些妖兽。杨师兄，稳住，一定要稳住啊！何惧一抛时，不要激怒这些妖兽。没了吗？不痛快，再来一批妖兽！真是令我兴奋呐！杨师兄，妖兽们都走了。时间到了，我们通关了，可以去第2层了。玄机塔进入第2层。不经打，这么快就倒下了。玄机塔，再给我来一批。又来了，此次收获颇丰啊！嗯，啥玩意儿？怎么跑了？站住！你们别跑啊！停下！到了，给我住手！啊！你这个可恶的家伙，你知不知道这里的小可爱们都快被你打光了？真是没见过你这种人，你躲着小可爱们就行了，谁让你动手的？那个，你是哪位？我叫小桃，你可以叫我桃仙子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玄机塔的管理人员。什么叫管理人员？玄机塔就是我的，里面的一切都归我所有。第1层的小可爱们也是我养的，这次被你打了这么多，你还真是挺可恶的。一个小小的分院弟子，竟然这么能打！我不知道不能打，桃仙子请原谅。好家伙，玄机塔就是他的，这是个大人物啊，万万不能得罪。算了，不知者无罪。看在你还算顺眼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以后别这样干了，如果看到谁这样干，帮我制止他。现在你可以进入下1层了。桃仙子挺好说话的，就是话有点多。桃仙子，我再问一下，我在这1层得了多少分？没有受伤，满分。那还不错。不错个锤锤！你现在第1层的成绩排名是30万名以后，因为在你之前至少有30万名万星学院的学员获得过满分。你这样的成绩还感觉自我良好？你的总分更是几百万名以后，明白吗？这样吗？看来我还需要继续努力了。桃仙子再见。这小子怎么和院长有些像？我的错觉吗？虽然这家伙排名30万名以后，但是单论斩灭妖兽的数量，恐怕排在前几名了吧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我仿佛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声音。
那个唯一在嘴功上可以和我媲美的女人。算了，应该听错了。那个女人在总院呢，又怎么会来这里？继续睡。不行，每把天锁都要参悟之后才能打开。我自认为悟性不错，杨师兄，我们快试试吧。不急，思慕师妹，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？不行，每把天锁都要参悟之后才能打开。我自认为悟性不错，杨师兄，我们快试试吧。不急，思慕师妹，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？李安，这么长时间了，那李安怎么还没有进入第2层？我们和李安一同参加第1层的试炼，试炼早就结束了，他还没有来，这只能说明他在第1层就被淘汰了。好啊，李安你也有今天。往日里威风八面，没想到连第1层都通不过，垃圾！哪只狗在吠？李安，你竟然来了！李安，第1层的试炼早就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想知道吗？叫声爹。哎，思慕师妹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这李安肯定是在第1层没有获得高分，才如此气急败坏。我只打开了第2道天锁，无缘第3层啊，终究资质有限啊。你以为都是方天王啊，能直接打开6道天锁？杨师兄，一起来吧。给我开！第1道天锁开了，我的也开了。没想到如此轻松就打开了第1道天锁。看来我和思慕师妹都是天之骄子啊。杨师兄，你看那李安还傻愣愣站在那里。那李安站了半天还没有解开第1道天锁，我们还真是高看他了。如今看来，他的资质还真是普通至极啊。杨师兄，你恐怕不知道，这李安之前根本无法开启修为，在天佑王朝的时候就是个废物，只是不知道为何被楚威导师看中，带到了万星学院，要不然以他的资质，不可能进得了万星学院。看来我们远远高估李安了。他就算某些方面的武技颇为厉害，论成长潜力，给思慕师妹你提鞋都不配啊！就这么简单，解开天锁就可以吗？如果是这样，这第2关的考核未免太简单了。杨师兄，我解开第2道天锁了。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解开了第2道天锁，这人是谁啊？好像是新入门的弟子，叫司慕奇，这等资质相当不错了。我极其费力才解开了第2道天锁，看来我的资质不如思慕师妹啊。思慕师妹，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师兄。杨师兄哪里的话，我们赶紧解开第3道天锁吧，好能去第3层。思慕师妹，看那李安还是毫无动静，垃圾。李安，现在你我彻底拉开差距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第3道天锁已开，我思慕奇可以进入第3层了。思慕师妹，好资质啊！是啊，这么短时间解锁，思慕师妹有真传潜质。李安，你站了半刻钟了吧？怎么还没有动静？哦，哪只狗在叫？你废物，也就是在嘴上占便宜了。这人就是李安，那个当众拒绝林天骄师姐，扬言1个月后挑战冯元师兄的那位新人弟子啊！他哪来的勇气啊？站在这里这么久还未开启第1道天锁，资质差的不行还敢那么狂？思慕师妹，师兄我终究还是不行，只能解开第2道天锁。
第3道恐怕是解不开了。很多人连第2道天锁都无法解开，杨师兄算是资质不错的了。哼，反正我比这李安强，这家伙连1道天锁都没有解开，真是垃圾的不行啊！不但垃圾，还嘴硬。杨师兄，我就先进入第3层了。第3层已经是很少人能踏入了，司慕师妹如果能在第3层获得高分，必能震动整个学院。发生什么了？是李安那边有情况了，他还真动起来了！给我开！装腔作势！什么？怎么会10道天锁一起开了？10道天锁确实一起开了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？一次开10道天锁，不敢想象。这怎么可能？10道天锁一起开，我眼瞎了吗？他一下子开10道，太梦幻了。方天王才开了6道天锁，而且用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如果是真的，这要是多么逆天的资质！这不是真的，就算他资质再强，怎么可能10道天锁一起开？也要一道一道开，才符合常理。不错，一定是玄机塔出问题了，导致10道天锁一起开了。也要一道一道开，才符合常理。不错，一定是玄机塔出问题了，导致10道天锁一起开了。这肯定不能作数。他肯定没有积分，李安就是个废物。李安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莫非你心虚了？白痴，你可以质疑我，但你不能侮辱我。我看你就是欠抽。李安，你放手！我看你就是心虚了，你这个废物！司慕奇，你还真是贱，每次都是故意来我这里找打。什么情况？姚元真和司慕奇在李安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李安看上去资质平平，为何又如此战力？那又如何？10大天锁一起开，这事儿我是不信的。李安，这事没完！跳梁小丑！这李安真的进入第3层了！10道天锁一起解锁是真的。姚师兄，李安进入第3层了，他怎么可能进入第3层？司慕师妹，不要慌，你的资质绝对比他强。他是走了大运，玄机塔出问题了，才得以进入。杨师兄这么说，我就有信心了。我的积分一定会超越李安，我这就进入第3层，打败这李安。有1层，玄机塔内1层一世界吗？四周一片汪洋，这一层又是在考验啥？方师兄，你是？师妹，我叫司慕奇，新入门的弟子，是白云导师的弟子。听说方师兄是学院第1人，一直很崇拜方师兄，没想到今日就见到了。一个新入门弟子能进入第3层，你的资质相当不错。多谢方师兄夸奖。方师兄，不知道这一关考核什么？很简单，在这艘小舟之上待得越久，积分越高。会有危险吗？会。看见那边几个无人的小舟了吗？待会儿那里会出现收割者。收割者？那是什么？会战斗的人形生物，实力十分强大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现在大家只有抱团战斗，才会坚持得更久。你们所有人都靠拢过来，收割者马上又要出现了。走，过去，听方天王的，和方师兄一起，我们能坚持更久。
方师兄，那边还有一个人没来。那边的师弟，过来一起抱团而战。不用了。这家伙脑袋是不是卡壳了？敢拒绝方天王？一个人单打独斗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这位师弟，看你面生，应该是刚入学院不久吧？你不知道收割者的可怕。如果你一个人，顷刻间就会被淘汰出局。方师兄说的对，过来一起，大家也能获得更高的积分，这是对你、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。行吧。慢着，方师兄，你恐怕不知道，这人是李安。李安，名字有些耳熟。就是他前些10日在任务殿当众拒绝了林天骄师姐，羞辱林师姐，丝毫没有给林师姐面子，让林师姐当众下不来台。众所周知，师兄心仪林师姐，这李安是根本没把师兄你放在眼里。原来是这家伙。师兄，李安这人我了解，做人不行，所以不要让他加入。李安，你听好了，我方天王是个大度之人，一码归一码。你现在给我认个错，为了大家的利益，我勉强让你加入。你不用勉强，我就不加入了。给脸不要脸，这种人不要管他。既然如此，你就等着第一个被淘汰吧。李安，不识时务，你这是活该。我的积分绝对比你高。来了，大家小心！第3关有些意思，这些所谓的收割者，好像并不是真人。战！射他！方师兄，掉进水里会怎么样？直接淘汰出局。司牧师们，准备战斗了。方师兄，我战斗经验不足，我和你待在一起吧。师兄渊明神武，绝对是学院第1人，那些真传弟子也比不上你。我想要近距离和方师兄学习一下战斗技巧。好吧，你站好了，别掉下去。绝对是学院第1人，那些真传弟子也比不上你。我想要近距离和方师兄学习一下战斗技巧。好吧，你站好了，别掉下去。方师兄厉害，师妹我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方师兄不知道比那李安废物厉害多少倍。给他面子，他不加入，让他后悔去吧。好剑法！司牧师们，这就是你说的废物？这个，方师兄，他人品不行，还调戏林师姐。你不用故意抹黑他，这李安确实很厉害，而且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剑修。剑修？是李安确实一直在用剑，不过剑修已经失落无数年，他怎么可能是剑修？不管他是什么，一码归一码，我欣赏他归欣赏他，但他竟然招惹林天骄，这就是不可饶恕的行为。今日教他做人。方师兄，这一波的收割者都清理干净了。这收割者实力不行啊！李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来我这边听我号令。你把司牧旗扔海里，我就去。什么？李安，你卑鄙无耻！方师兄，不要啊！师妹放心，我方天王是什么人？会和他讲条件吗？李安，少废话，过不过来？懒得理你。方师兄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帮他，他还爱答不理。不知好歹。
收割者又来了，大家准备，走！什么情况？这傻小子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！让他站在那里好了，收割者绝对把他淘汰。原来这次收割者隐藏在巨浪中，这些人知道情况，提前跑，一群上不得台面的家伙。第一次看见这么狂的家伙，竟然主动朝着巨浪攻去，全被淘汰的慢吗？这就是李安的性格，狂傲且自负，这种人往往第一个没。到我们了，大家小心，把小舟稳在巨浪顶端，这样我们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。怎么回事？巨浪怎么消失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就这，你们还要跑？这家伙有一点厉害呀！他不加入我们，要不我们加入他？闭嘴！他一个人再有本事，也不可能比我们抱团坚持的时间长。没意思，不陪你们玩了。我去别处看看。他去干什么？他说陪我们玩没意思，去别处看看。猖狂，无知！众所周知，进入这里后，四面危机四伏，只有待在原地才能待的时间更长。到处乱窜的，只会被淘汰的更快。让他狂吧，上天令其灭亡，必先令其疯狂。李安，你的积分绝对不会超过我的。这片海洋，不知道有没有尽头。这收割者的实力也就这样，单纯在这里耗时间攻击收割者，应该并不能获得满分。这里竟然有一座小岛，看着妖兽的气势，要比收割者厉害不少。宰了他，应该能提高积分。实力果然不弱，不过这样才有挑战性。终于干掉了，竟然还有，而且来了2头，好，应该可以扛住。干掉了，这东西皮糙肉厚，还真不好对付。这么多，好，王师兄好厉害！又扛过了一波，再扛过2波收割者，我方天王就是学院历史上第3关成绩最好的学院。虽然远远比不上其他外星学院的天骄，但我方天王也要创造属于我的记录。王师兄定能破掉学院纪录，那李安根本没法和你比。李安，不必提他，那家伙恐怕早就被淘汰了。虽然远远比不上其他外星学院的天骄，但我方天王也要创造属于我的记录。王师兄定能破掉学院纪录，那李安根本没法和你比。李安，不必提他，那家伙敢在这里四处闲逛，恐怕早就被淘汰了。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下场。李安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。我如今背靠方师兄，积分肯定水涨船高。是李安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小子，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害怕了？李安，你还真是让我看不起，有本事被淘汰了也别回来啊！我舍不得你们，给你们送礼物来了。礼物？礼物？什么？这是？我不要被淘汰！趁着现在解决这头妖兽，
好险啊！幸亏方师兄替我挡了一击，我才没被淘汰。是吗？李安，你想干什么？送你一枪！趁热打铁，解决最后这几家妖兽。就剩我一个人了，这要战到什么时候？再去岛上斩那些妖兽吧。妖兽也全部解决了，我的剑技得到了巨大的提升，感觉隐隐要突破一些桎梏了。但接下来干什么呢？再四处看看吧。这里怎么会有一道屏障？躲开！无聊啊！这一关啥时候才能结束？我都在海上漂了3天了。这是龙！我去，朝我来了！龙被吞了！我的乖乖，这是啥地方？一条龙被吞了！完了，这大家伙盯上我了！这大家伙一口能吞掉一条龙，我估计不够他塞牙缝的。香喷喷的气息！朱爷救命！瞧你这点出息，都吓成啥样了？朱爷，快别说了，这太吓人了，咋办啊？咋办？自然是遁了。啥？俗话说得好，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朱爷，你别玩脱了！放！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这家伙的肉可是极品，赶紧收起来，回去炖了。不是，朱爷，你这么厉害？这才到哪儿？朱爷，我当年那是干翻一个修仙星球的人。朱爷，现在我对你的佩服，犹如银河滔滔，直冲寰宇尽头。行了，你赶紧把碎肉收起来，以免引来更强的大妖。朱爷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哎呦，当年的道伤终究还是没有好利索，稍微动点实力就腰酸背疼的。这次要睡些日子恢复一下了。差不多了，鲲的碎肉都收集起来了。桃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又灭我的小可爱了？哎，不对，这次你灭的是我的大可爱。哼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根本不是第3关的试炼范围。不是第3关的试炼范围。我说怎么会遇到变态的大妖？这要什么人才能通过？你怎么过来的？这里有屏障在，寻常修士根本过不来。我一剑劈开屏障就过来了。我那大可爱也是你灭的？大可爱指的是一条蛟龙，平时我拉车用的。那和我没关系，是鲲把它吞了。原来是那只恶鲲。也对，凭你的实力，不可能灭得了蛟龙。恶鲲呢？跑到哪里去了？被我灭了。朱爷的存在是最大的秘密，朱爷说过不要暴露它。啊！你不可能！桃仙子我聪明绝顶，不会相信你这种话。这是他的肉，可以送你一块。这还真是恶鲲的肉。恶鲲真的被你灭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还真是鄂坤的肉。鄂坤真的被你灭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秘密？小气，不愿意说，本仙子还不想知道呢。瞒过去了。陶仙子，我在这一关获得了多少积分？10分。这是不是有点少？干掉一只鄂坤才10分。我的地仙小可爱，你干掉他们，我不去对你的责任就不错了，你还敢要积分？如果我预料的不错，我第2关应该也是10分才对。陶仙子，前3关我在所有的万星学院中排名多少？你表现还不错，进入1万名了。才1万名吗？原来和我一样获得满分的有1万个。这小子有些变态啊！虽然获得满分的有1万个，但是只是第一次就3关满分的不超过50个吧。不管如何，进步就好。陶仙子，送我去第4关吧。第4关去不了，只有升入上一级的万星学院才有进入第4关的资格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的积分可以兑换奖品了吗？可以，你想要什么？50年份以上灵草，越多越好。越多越好是多少？这家伙不会狮子大开口吧？1万株，可以吗？能，1万株50年份以上的灵草，你收好。唉，吓本仙子一跳，还以为他要多少东西呢。这么痛快，看来要少了。李安，你还敢出来？我为何不敢出来？怕你这个蠢货吗？方师兄，这人还如此嚣张，打他！李安，用卑鄙的方法淘汰我们，我很好奇你的积分是多少？还用说吗？肯定上不得台面。李安，敢不敢赌一把？你的分数没有我高。赌一把？赌什么？谁输了，谁跪在这里3天3夜。不赌。你害怕了？你怂了？你想多了，我嫌赌注太小。不如再加一条，除了跪在这里3天3夜以外，任何时候见到对方，都要先磕一个。磕一个？怎么，不敢了？赌就赌，我敢。我已经提前知道了分数，我绝对不会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发天道誓言吧。什么？还要发天道誓言？你害怕了？你怂了？如果是这样，赶紧走，别在我面前叫嚣。谁怕谁？来吧，发天道誓言。天道誓言已成，以后见面，谁不履行誓言，就会受到天道压制。李安，我用得着你提醒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之前已经看过分数，我不会输，你完了。思慕师妹，赶紧展示你的分数吧，我要看见这家伙跪在你面前的场景。玄机塔，来吧，展示。这思慕奇资质很不错啊，第一次闯入玄机塔就进入了我们学院历史排名前50。再过几年，有希望升入上一级万星学院。哼，李安，羡慕去吧。14分就能排到学院前50，看来这座万星学院实力确实不咋地。李安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不会是心虚不敢展示吧？你想多了，我怕吓到你。痴人说梦，大言不惭。玄机塔，展示分数。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我没看花眼吧？满分？这怎么可能？会不会玄机塔出错了？满分？这家伙3关竟然都是满分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应该不是出错了，你没有看到还有总排名吗？李安的总排名
竟然进入所有万星学院前10000名了，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事情。司慕琪，跪下吧！我不信，李安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你管我？现在给我跪这儿3天3夜！我不跪，我不承认你的分数，你肯定用了什么卑鄙的方法。你再说一句不跪，我就不跪。有本事继续说。我司慕琪跪谁也不会给你李安跪，你不配。什么？白痴，真以为天道誓言是闹着玩的？我跪，别踢我了！现在后悔？晚了，你刚才可是多次违背天道誓言。唉，等着被劈成黑炭吧。现在后悔？晚了，你刚才可是多次违背天道誓言。等着被劈成黑炭吧。天神就救我！师妹，这是天道誓言的雷劫，师兄我不知道怎么救啊！1万株50年份灵草准备完毕，可以修炼9剑了。我现在不只是在吸收这些灵草的灵气，更是在吸收它们的草木精气。这才是需要1万株50年份以上灵草的真正原因吗？要突破了！9剑第1剑，给我破！这是，竟然如此强烈的剑气，谁在练剑？是楚薇那丫头的方位。第1剑练成，和冯源的对决，我总算是有把握了。不是楚薇，这老头突然就出现，我竟然没察觉。小子，刚才那一剑是你发出的？朱爷说过，不能暴露剑修的身份，绝不承认。不是，你撒谎的技术太低了，有意思吗？在这里骗我老人家？放心，老人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展示你的剑给我看。告辞。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老头，我有病啊！给你展示。定。啊！老头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这老头竟然一出手就把我定住了，我第一次见到这等人物，这老头不简单。哼，小子，展不展示？老头，我李安是受胁迫的人吗？你让我展示我就展示，我宁死不屈。我看你就是嘴硬，你不展示，我就把你扒光了扔到广场上，让你射死在万星学院。老头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！我说了，老人家没有坏心思。你展不展示？你不展示，老人家我就把你展示了。别，有话好好说，您老就说怎么展示吧。很简单，拿剑劈我。又是这样测试，愣着干什么？来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我不打老人。少废话，让你出手就出手。老人家我不是一般的老。我抢我的，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再劈不行吗？小子，知道你是剑修，但没想到你是这么厉害的剑修。宝贝呀，如此战力是我这所万星学院的宝贝。这一次的愉悦盛典，也就是我院的骑兵啊！宝贝儿啊，老人家你自重，我不是随便的人。这个你拿着。什么东西？3星令牌不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干什么用的？没见识，土
不必，此令牌在万星学院一共分为9个等级，星星越多，代表了权力越大，以9星为尊。那你给我个9星的吧，这3星权力不大吧？你懂个啥？9星只有万星学院总院院长才有，我们这个小小分院3星已经是天，权力极大。这样吗？给你令牌也是为了保护你，毕竟老人家我可是要把你当作愉悦盛典的骑兵。多谢老人家，不知道老人家怎么称呼？金成明。多谢老人家，不知道老人家怎么称呼？金成明。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？这不是院长的名字吗？他竟然是院长！给我破！很好，1个月从筑基突破到炼气巅峰，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的资质不弱于方天王，都是师父栽培的好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提升修为，好让李安跪在我面前忏悔。那李安有些特殊，你如果想快速提升修为，为师倒有一个办法。师父，什么办法？双修。双修？师父，我。没事，此事不急，你慢慢考虑。师父，我先出去了。陈风向师兄，你这是去哪儿？今日是那李安和冯元师兄约定的决战之日，我去找那李安，让他赴约。我和你一起去，我想看着李安被亲传弟子冯元师兄斩在刀下。李安，今日是你和冯元师兄决斗的日子，你不会是故意躲在这里不敢露面吧？你们为什么要踹我的门？李安，我们是来找你决斗的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司慕琪，跪着和我说话。还有你，踹我的门，也给我跪下道歉。李安，别得寸进尺，你知道我背后的靠山是谁？什么？我竟然没有看出这李安是怎么出手的？这家伙的进步如此恐怖吗？跪否？我跪。很好，不愧是2个垃圾，识时务。李安，你别得意，你绝对不会胜得过冯元师兄。冯元师兄灭你，就像踩掉一只蚂蚁。照你们这么说，看来所有人都不看好我。那是自然，冯元师兄乃是真传弟子，你和他就是天地之别，谁看好你那是疯了。那此事有操作的空间啊！别挣扎了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下跪认输，被废还能保全一命。今日我李安就闪瞎你们的狗眼！林师姐。哦，李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林师姐，今日是我和冯元决战的日子，你不去看看吗？我还在修炼，没太大兴趣。祝你旗开得胜。林师姐，其实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让你帮我开个赌局。林师姐，大体是这样。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2个问题，第一，为什么找我？你有公信力，攒得起局。第2个问题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分你2成。哼，成交。李安，
今日决战到现在都不敢前来，垃圾！李安不会真不敢来了吧？用屁股想也知道，李安不是冯渊师兄的对手，不来也正常。谁说我不敢来？既然来了，就开始吧。今日我就在此废了你，让你知道狂妄的下场。不急，不急。李安，你什么意思？等个人。哼，等人？你还想着有人来救你？做梦！你想多了，我给你找了个收尸的。张狂！小子，我可没耐心等你。现在我就要打你！是林师姐，她身后的横幅是什么意思啊？林师姐要开设赌局。今日我林天骄在此开设赌局，大家可以随意下注，就当做为对决助兴。师姐竟然还有这爱好！既然是林师姐的局，我要压冯渊师兄获胜。我也压冯渊师兄，送我一个。诸位，我这里下注只有一个条件。赌注不要灵石，而是灵剑。灵剑？林师姐为何只要灵剑？我自有用处，手里有灵剑的可以来下注了。我这里有一把，还是祖上留下来的。我也有剑修绝技，如今能当寻常武器使用。我也有，本来还想当古董收藏，今日压了。我去借一把来压。下注的人竟然这么多，但下注的人几乎都是下了冯渊获胜。看来没人看好李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……不愧是万清学院，灵剑不少啊。李安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到底还比不比？差不多了，开打吧。李安，作为师兄，我让你先出手。可以。雕虫小技，来吧！什么？什么情况？冯渊师兄他……我竟然小看你了！接下来你没那么幸运了。燃！什么？这股剑气！这李安竟然如此辱我，我要亲眼看着他被冯渊师兄虐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李安今日必败！我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冯渊师兄，你们俩来的正好，给这个家伙收个尸吧。冯渊师兄败了，而且一败涂地，不死也废了。告诉我，我看花眼了。冯渊师兄是真传弟子，他怎么会败？这么说，我们压的赌注全输了。灵剑比我预想的还要多。林师姐，按照之前说的，你拿走2成。2成不够。啥意思？我重注。你为什么要下？相信你。你倒是看得起我。你下了多少？算上我赢的，我应该拿走8成。合着我为你打工了呗？不过我要这些零件也无用。所以你想……你欠我一个人情，我都送给你了。成交。再问个问题，你要这些零件干什么？修炼。好，你慢慢修炼，我先走了。需要人情的时候，我会找你。看不出，这林天骄也是个古灵精怪之辈，可以修炼第2剑了。虽然这次获得了不少灵剑，但是距离10万把的数量还是差得太多。到了，老祖，我把冯渊抬回来了。师父，救我！你已经废了，没有救的价值。什么？
你已经废了，没有救的价值。什么？不，师傅，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，不要放弃我。你还可以废物利用一下。老祖这是对冯渊做了什么？陈风啸，老祖，我在。你去帮我办件事。老祖，请吩咐。这是什么？拿着它去天中、天左、天右3大皇朝的皇府，如此这般，听明白了吗？老祖，我明白了。天左和天中皇朝都好说，天佑王朝是那李安的老家，不好办呢。不好办也要办成。老祖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此事必须在逾越盛典之前完成。你把刚才的问题再说一遍。我想要近10万把灵剑，从哪里能得到？你走吧，哪里都得不到。导师，你要不再想想，或者帮我找人问问。不是李安，上次要上万株灵草，这次又要10万把灵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修炼。你是剑修不假，但用得着10万把剑吗？而且现在剑修不出，用剑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不是寻常的剑修，导师，你要不再想想，我等会儿再来问。哎呀，真是怕了你了。我确实知道一个地方，那里可能有不少灵剑存在，名叫天山剑域。天山剑域。我之所以不愿意告诉你此地，是因为此地太过凶险，很多前去探险的修士都是9死1生。据说那里是一位大剑修斩灭一尊域外邪魔的所在地，所以天山剑域的危险不但有来自大剑修的无敌剑域，还有邪魔的滔天魔威。位置在哪里？天左王朝东南400里的天山深处。竟然是那里。感觉那地方有些熟悉，对吧？不错，之前百魔宗的那些魔头就是来自天山剑域。至于那白落的百魔宗和天山剑域有什么联系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去探探。我陪你一起。不用，我行的。那里太过凶险，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优秀的弟子。那，现在出发？不急，我准备一下，3日后出发。导师，这3天你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既然准备好了，为何我们不直接出发？现在去任务阁干什么？去任务阁自然是接任务。你肯定不知道，探索天山剑域其实是一件任务吧？有这件任务吗？我怎么没在任务阁中看到过？那是因为这件任务被撤掉了。探索天山剑域长期排在任务榜第1名，奖励极其丰厚，但是因为太过凶险，历来无人能完成任务。那感情好，不白去一趟。而且你有所不知，天山剑域的任务其实是8级万星学院发布的。8级万星学院？就是我们上一级的万星学院。我们所在的万星学院为最低级的9级万星学院，逾越盛典就是为了升入8级万星学院。如果能完成此次任务，不但能获得丰厚奖励，在逾越盛典中也是算作加分项。你这么说，我都迫不及待了，赶紧去接任务吧。看到这个没有？万年任务天山剑域又发布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任务不是下了10多年了吗？重新发布又怎样？谁敢接呀？哎，散了吧，这等凶险任务接了会死人的。我接了。李安，林师姐，这么巧，又接了同一件任务。这次你还想独吞任务吗？林师姐，这么巧，又接了同一件任务。这次你还想独吞任务吗？我一个人吃不下，一起吧。成。竟然是林师姐和李安接的任务，他们还真有胆量。
林师姐理所当然，这李安凭什么能接啊？这你有所不知了，李安最近可是很出风头，打败冯源师兄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慢着！哎，要起冲突了！方天王一直爱慕林师姐，这李安和林师姐走得太近了。方天王估计不会放过李安。林天骄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一边凉快去。李安，带我一个。我这里很凉快吗？李安，你这是在拒绝我。我哪敢拒绝你？跟我一起吧。算你识相。你又想搞什么？你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诸位，此次我3大修仙家族探索天山剑域，乃是受到上界吩咐，切不可丝毫怠慢。杨家主，我们自然明白，这也是我们3大家族的机会。一旦成功探索，上界家族必会给我们进入上界的名额。不错，探索天山剑域势在必得。至于获得名额以后的分配，不如就以此次探索的贡献来分配。张闪，父亲，咋了？咋了？没听见吗？这次以贡献分配名额，你这次给我好好表现。行吧，怪危险的，不明白为啥要探索这里，在家搂着美人听曲儿，不香吗？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？杨展，何必如此丧气？我辈当驰骋寰宇，剑斩苍穹。不错，杨展，你如此做派，丢的是我们3大修仙家族的脸。我们作为世家公子，当俯视一切，无所畏惧。你俩清高，你俩有志气，等会儿你俩打头阵。不要吵了，该进去了。是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不愧是天山剑域，我能感受到里面浓厚的剑气弥漫。里面凶险万分，待会儿一定要万分小心。九九，你在我身边，我保护你吧。住嘴！你恶不恶心？以后再敢这么叫我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为了你着想，去一边凉快去。不要就不要嘛，这么凶。李安，你跟着我。怎么，我这边很凉快是吧？你不同意？你过来。干啥？给你脸了？你敢打我？我要灭了你！哼！服了吗？服了。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？不知道。缺个打下手的，你正好合适。打下手？我方天王何等天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给你做小弟打下不降。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从了。走吧，进去了。小心这里的剑气！此地的剑气非同小可，必须快点走出这里。跟在我后面做什么？安全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？跟在我后面做什么？安全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？杨展，以前你不是挺狂的吗？怎么现在这么怂了？懒得搭理你。啊，有宝贝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根据记载，这应该是人形剑魄，是生灵死后
和这里的剑气形成的一种魂类生物。我能感觉到剑魄十分强大，大家小心。强大？我怎么没感觉到这东西哪里强大了？你是不是感觉错了？你是不是又想找抽？我来，按手！哈哈哈，李安，这就是你说的强大，都挡不住我一招。白痴，看你后面！好。剑魄竟然斩不掉，我试试，成功了。什么？这都没事？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剑魄只能用剑气才能斩灭。用剑气，那岂不是剑修才行？剑修已经绝迹，去哪里找剑修啊？你们看李安干什么？他又不是剑修。装模作样，玩呢？啊！剑魄珠，剑魄被灭之后的产物，剑魄被斩灭了。什么？这李安竟然真的是剑修！怪不得我打不过他，原来是剑修，情有可原，释怀了，释然了。这剑魄珠蕴含了至纯剑气，我应该可以吸收。很好，这剑魄珠竟然可以增加我的修为。哼，这里看来是我的盛宴了。住手！是3大修仙家族之人，他们怎么来了？那不是李安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杨展，你的吞天雀说有宝贝，就是这里吗？是这里吧？哼，我正想着找李安要解药呢，这就见到了。李安可不就是我的宝贝？我们是万星学院的人，不知诸位叫住我们，所谓何事？万星学院，好大的名头。哼，别人可能会怕，我们3大家族可是微微一笑，丝毫不惧。这里是我们先到的，3大家族可否行个方便？哎，可以，举双手赞成。你给我闭嘴！杨展这家伙上道啊！这话你说错了，是我们3大家族先到此地。此地既然见者有份，我们3大家族分一半即可。你们知道是啥吗？就要分一半。不管是啥，就要分一半。牛，这样也别分一半了，都归你们了。算你识相。来人，上！上！夺机缘！大哥，好久不见啊，甚是想念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3大家族是收到了上界的吩咐，前来探索天山剑域。上界？上界为何对我们这个底层世界的天山剑域好奇？要探索什么？不知道。不过我猜测，这天山剑域昔日可能是一位大人物的埋骨之所，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连上界都不得不重视的隐秘。这东西竟然斩不掉！快扛住！扛不住了，这东西打不过，斩不掉，太难缠了。赶紧撤退吧！3大家族弟子听令，撤退！杨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撤！3大家族弟子听令，撤退！杨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撤！刚才咋咋呼呼，让人家把机缘让出来了，现在撤！你们不嫌多丢人，我都嫌丢人！逆子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？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既然你们要撤，这里的机缘归我，你们没意见吧？老大，你能消灭这些东西，就归你。我们3大家族都无法对付这些东西，
更别说你这小子了。什么情况？这小子灭了剑魄！老子，那些剑魄珠给我！小子，我和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看不起我？站住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劝你们之后的剑魄珠还是乖乖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刚才是你们要走，把机缘让出来的。堂堂修仙世家，说话不算话。季公子，你不要脸了是吧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呢。杨展，你到底是哪一头的？我杨展是真理那一头的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玩意儿？楚威导师，此事我三大家族也不想闹大，此地剑魄珠一人一半如何？可以，你们那一半自己去打。我们根本没办法灭掉这些剑魄，只有这小子可以。让这小子替我们去打。首先，我叫李安；其次，让我替你们去打，可以叫爹。放肆！从来没有人敢对我三大家族如此不敬！我就宰了他！如此靓丽，死不足惜。什么？如此威力，你是剑修？不是，剑修早已绝迹，就凭他也配称为剑修？那你为什么用剑？而且一剑的威力如此大？天才！笑，我来斩了他！你也配？什么？我儿，厉害呀！说话，不争气的东西！父亲，宰了他，把他大卸8块！敢伤我儿，我毙了你！你敢？楚威导师，让开！你敢进一步，我斩了你！哼，给你面子你是导师，不给你面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嘴臭，该打！当我三大家族是好惹的！导师，你没事吧？楚威导师，我再说一句，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。做梦！我万星学院岂受人威胁？万星学院确实极强，但那是对上级学院来说，你们这些最底层的万星学院弟子都是垃圾。闪！小子，想偷袭我，你还嫩了点儿！别去！可恶！我和这些家主境界相差太多，暂时无法战胜他们。诸位，一起上，彻底灭了这些人，一个不留！探索天山剑域，本来就是绝密，不能让他们把我们探索的消息泄露出去。上！杨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上了！我杨展从不以多欺少。不要，少说废话！不上去躲远点！可恶，对面人这么多，我们打得过吗？导师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你们先撤，我掩护。可恶，对面人这么多，我们打得过吗？导师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你们先撤，我掩护。放心，我有办法逃走。好，跟紧我，撤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小子，你敢孤身留下来阻我们？老匹夫，很惊讶吗？自取灭亡，我成全你！这么狂，有本事别躲呀！有本事别追！嘴硬，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！小爷我就不躲了。本家主送你上路。父亲，上天！你怎么竟然进入了剑魄的区域？还好挡住了。是吗？小子，有本事出来！老匹
匹夫，你有本事进来！这小子躲进剑魄的区域了，怎么办？不管他，先去追击其他人。走。走得了吗？可恶！你还敢主动攻击？我懂了。狗皮膏药！你别让本家主抓住机会，否则让你体验到世间最痛苦的折磨。你们在前，本家主断后，我看他还敢不敢出来。走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他被我劫持了。啊！我被劫持了！父亲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救我！这个废物，让他走不走？现在被劫持了，怎么办？小的，放了我儿子！你们所有人都停止攻击，听我命令。如果本家主说不呢？那就别怪我斩了你儿子。既然如此，你斩吧。亲爹，你怎么能不救我呢？闭嘴！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为什么要救你？我没了你就断后了。我可以再生。我居然无言以对。这真是你亲爹吗？不管生个啥，也比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好。梁家主深明大义，回头我给你送一房小妾。既然如此，灭了他！不和你们玩了。不管这小子，继续向前。导师他们已经走远了，暂时应该不会有危险。先把这里的剑魄珠都吸收了，提升实力。所有的剑魄都被我斩灭了，接下来就是吸收这些剑魄，给我吸！又突破了，突破了！凝神境初期，这剑魄竟然让我的境界得到了提升，这是还在突破。这是我的神魂种子。修士在突破到凝神境的时候，会产生神魂种子，日后成长为神魂。我这神魂种子似乎在产生某种变化。这是我的神魂种子变成了剑形状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剑魂吗？我听朱爷说过，剑魂亿万中无一，一旦成长起来，可以斩天动地。这些人追上来了，走，去天山监狱里面。啊，里面剑气弥漫，进去后恐怕很难出来啊！不想进别进，你可以在外面等着。哎，我只是发句牢骚，你们等等我呀！不想进别进，可以在外面等着。哎，我只是发句牢骚，你们等等我呀！这些人真是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狱无门自闯。前面可是进入天山监狱的核心，剑气弥漫，他们就算不死，也要脱层皮，战力大损。而我们事先有准备，带来了剑元丹，可以抵消此地的剑气。好，进去后探索天山监狱，顺便灭了这几人。小心，这里的剑气很强。此地的剑气如此凶猛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？毕竟剑修就算没有完全消失，也已经没落几万年了。没人知道，探索天山监狱的任务一直都在，至少挂了上千年了。就是因为此地太过凶险，所以无人探查清楚。如今三大家族也来探索，可以肯定，这地方不同寻常，一定隐藏了什么。在这里！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走，继续深入。这里竟然布满了剑气，我开启的乃是仙剑丹田，本身可以孕育剑气，
但剑气很少，完全不能和这里相提并论。此地如此浩瀚雄浑的剑气，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不过因为剑修的原因，此地的剑气对我并不排斥，隐隐会有一种亲近感。不行了，我扛不住了。休息会儿吧，此地剑气极强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抗衡的。三大家族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快追来。怎么不跑了？怎么可能？他们这么快就追来？这里的剑气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告诉你们也无妨。我们服用了剑气丹，这里的剑气对我们伤害不大。剑气丹，这是圣界才有的东西，看来他们早有准备。不说废话了，灭了他们！你们俩退，我挡住他们。退无可退，一起拼了吧！早知道我就不来趟这趟浑水了。追个女人把命追丢了，我也是个人才啊！上！失望了吗？娇娇，我都快死了，让我叫一次吧。等我死了，奈何桥上能不能让我和你一起投个胎啊？闪一边去！别说丧气话，我们还有李安。李安靠不住呀，那家伙恐怕比我们先一步去奈何桥了。都得亡，我来了结他们。我的好大孩儿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来得及时。这家伙还真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哎，娇娇看着李安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看来我彻底没希望了。敢灭我儿子，我要扒了你的皮点天灯！别叨叨，过来呀！杀本家主！我要宰了你这个小崽子！这小子实力增强了不少啊！既然如此，本家主就要动用全力了。竟然和本家主势均力敌，这小子实力增长竟然这么快！杨家主，我来助你！撤！李安，怎么了？他们已经坚持不住了。李安，怎么了？他们已经坚持不住了。李安，你怎么不受这里的剑气影响？我现在连站着都费劲了。你们靠近我。好。李安，你干什么？到了现在你还想占娇娇的便宜？啊！少废话！李安身边可以屏蔽剑气，赶紧过来！这么神奇吗？连长的行进速度加快了，他们不怕这里的剑气吗？我已经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好，继续追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，要给我的好大儿报仇！这是好多把剑在池子里飞舞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洗剑池？洗剑池做什么用的？根据古籍记载，洗剑池是洗炼灵剑之地。洗剑池内布满密密麻麻的剑气，可以磨练剑身，使得灵剑更加锋利。甚至有记载，有天赋的剑修进入洗剑池磨练己身，成就无上剑体。磨练己身吗？不过这池子中有这么多灵剑，不能浪费了。给我吸！这是干什么？要吃了这些剑吗？吸收完毕，第二剑已经慢慢开始形成雏形。接下来，要不要进入剑池试试呢？李安，你干什么？剑池无比凶险，进入后很可能被碎尸万段。
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你挂了，我们也没活路了。我现在对这里的剑气免疫，洗剑池的剑气未必能奈何我。舍得一身剐，成就无敌神话。李安，这家伙还真想不开了。果然啊，这里的剑气正侵蚀我的身体。仙剑难填，给我护住！啊！哎，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想不开呢？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娇娇的。别叨叨，人还没死，你哭什么丧？他这样如果还能活着，我方天王天天给他洗脚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刺激啊！这些剑气虽然凶猛，但是缓慢地改造我的体质。怎么办，楚卫导师？有办法救他出来吗？外面的剑气我们都扛不住，更何况里面的狂暴剑气。现在只能靠李安自己了。你又不跑了？这群狗皮膏药又追上来了。跑是跑不掉了，拼了！那小子怎么在剑池里面？那小子估计亡在里面了吧？剑池中的剑气根本不是凡躯可以承受的。真是便宜他了！看来只有拿你们3人来消除本家主的怒火了。放弃反抗，让你们3人走得痛快些。谁胜谁亡还说不定。上，到了现在还嘴硬。本命玄灵，这是什么？太极图烧，竟然挡住了！太极图攻！好厉害！楚卫导师竟然还会这手，这下不用慌了。不愧是外星学院的天才导师，竟然凝结了本命玄灵这等玄妙之物。凝练本命玄灵的人，都是天才中的天才。而且本家主如果没有看错，你的本命玄灵还是无比强大的一类，攻守兼备，有无敌之姿。本命玄灵是什么？是一种特殊天赋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体质。不过楚卫导师现在才用本命玄灵，说明使用肯定有某种限制。本命玄灵是什么？是一种特殊天赋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体质。不过楚卫导师现在才用本命玄灵，说明使用肯定有某种限制。我刚觉醒本命玄灵不久，根本不能用于长时间战斗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差不多了，我感觉我的体质得到了极大的强化，虽然离传说中的剑体还有108000里，但已经是增强了不少。我们3人一起出手，夺了这楚卫的本命玄灵，这可是一场大造化！上！这本命玄灵太玄妙了，本家主见猎心喜啊！别挣扎了，你天赋极高，但毕竟修为差我们太远。不投降，就把你碎尸万段！废话，有本事就灭了我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！发生什么了？我破！这小子在发生变化，很可能是某种机缘。我来阻止他！我的好大儿！你敢灭我的好大儿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3大家族2个少主被灭，今日你注定走不出这里！小子，拿命来！什么？这小子的实力怎么提升这么快？2位家主助我，我要他亡！上！正好拿你们磨练我的剑。我的天！李安现在能和我爹他们3位家主级别打得有来有往，这家伙怎么成长得这么快？幸亏我一直没有想要反抗他，不然
那俩傻货一样，早就没命了。这小子怎么现在会这么强？使出全力！李安明明看上去资质平平，却一直以极高的速度成长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算是剑修，他应该也不是普通的剑修。祝你生物！可恶，终究还是修为差了许多。小子，姜还是老的辣。继续撤。这是剑气护体，外面的剑气对我们的攻击消失了。在其剑池的磨练，让我对剑气的运用更加纯熟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小子怎么能对抗这里的剑气？此子身上有大秘密，从进入这里开始，他就不受这里的剑气影响。追！我定要活捉他！还愣着干啥？他们两人已经被斩了，我怕我也被斩了，我要保护我自己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我们走，不要管这不争气的东西。走，我们去寻宝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剑啊？这不是真正的剑。剑意，这些剑都是剑意所换。剑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剑意是什么？剑之意志，玄之又玄，不可明说。我也是在典籍上见过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具有剑意的人是在剑之一道的通天大能。这么看来，天山剑域和一位无敌的剑道强者有关。走，去前面看看。这些剑意在和我互动。不对，这些剑意是和我手中的星剑和鸣。小子，别跑！小子，别跑！果然如此，这些剑意似乎很熟悉星剑一般。李安，走啊！三大家族追上来了！这等机缘，要放弃吗？李安，你想吸收这些剑意？不确定行不行，但我想试试。大哥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试试？没看到那些家伙冲过来了？拜托你脑袋清醒一点！你别说话，李安，这是一份大机缘。既然你想尝试，我们为你压阵。比速度，我们拦住他们，为你争取时间。这几个家伙不跑了，脑袋真是不清醒。灭了他们！脑袋不清醒，主动找灭，这次一定要成全他们！啊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只能上了。吸！星剑果然在吸收这些剑意。这是剑意通过星剑传入了我的体内。哇！剑意在重启我的剑魂，灵魂似乎被撕裂的感觉，好痛苦。不自量力阻止我等，你拖延不了多长时间。那可不一定。我这边坚持不住了。坚持不住也要坚持。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？小子，该上路了。等一下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本家主没兴趣知道，我现在就要灭了你！我今天必须让你知道。拖延时间没用。我叫儿灭我，谁灭我谁就承认是我儿子。就是。老家伙，来吧！王之前有你这么个儿子，我王得知啊！家主现在改主意了，我不灭你，我要折磨你！我的儿，好爽啊！嘴硬，继续嘴硬！好
李安，你好了没有？救救我呀！剑意在侵染我的意志，这种感觉很玄妙。跟我来！现在知道疼了，不嘴硬了。家主送你归西。住手！住手！小子，你这样虚弱的样子，还想救人？偏偏要灭了他！不住手，你就是我儿子！呀，好兄弟，没想到我俩有同一个儿子。你想先王，我成全你！来吧，装模作样！剑意，什么东西？果然，剑意可以震慑对方神魂，让对手神魂震荡，呆立当场。什么？李家主！可恶！这小子竟然斩了李家主，不可饶恕！你们没事吧？你来的正好，再晚就有事了。先斩了这小子！剑意！什么？这小子实力怎么增长这么神速？撤退！拦住他！杨家主，结束。杨家主，结束了。我是修仙世家杨家家主，你不能斩我！那我偏要呢。我杨家在上界势力庞大，你斩了我，就算升入上一期万星学院，也难逃灭亡。这样吗？是不是害怕了？放了我，向我求饶认错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不在乎。什么？杨家有些特殊，确实背景很深厚，不过斩了也就斩了。事已至此，继续向前探索吧。方天王恐怕……我还活着，还能动吗？不能。那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们回来接上你。等等，我觉得我能动了，还是跟着你们一起走吧。好冷啊！是我太虚了吗？此地有古怪，温度下降了足足有几10度。前面有股不同寻常的气息。这是里面竟然冻着一个女人，她还活着吗？不知道在这里冻了多少年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们是何人？谁在说话？现在是何年何月？是那个女人在说话。啊？不会吧？她真的还活着？回答我的问题。这股威压是剑修的威压。前辈，我们是万星学院的学员，现在是万星历300年。万星学院，万星历300年，没想到过去这么长时间了。前辈，你是？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小心！可恶，我们在这股威压下根本难以行动。难！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历？如此剑意形成的剑雨，竟然随意发出。告诉我，
是谁？这女人要疯了！我们哪知道她是谁？这要是被卷进去，连骨头都剩不下呀！如此形势下，我们根本逃不掉，怎么办？一声怒吼就产生如此强大的剑势风暴，这女人极其不简单。李安，现在只能拼一把了。李安，全村的希望，你可要给劲儿啊！不行，我的攻击对剑之风暴毫无作用。我之前吸收了无数剑意，现在只能再冒险一试了。李安，势不可为，你先离开。别呀，他走了，谁救我们呀？李安，你先走吧，别管我们。能活着出去一个，总比都亡在这里强。我还没活够啊！一个大男人唧唧歪歪。事情还没有到完全的绝境。啊，他还真想不开。完了，全村的希望没了。相信李安。这玩意儿相信也没用啊！进入后肯定连渣都不剩。狂暴的能量，我根本无法控制我自己。这玩意儿相信也没用啊！进入后肯定连渣都不剩。狂暴的能量，我根本无法控制我自己。我现在必须破除这道龙卷风，不然真如方天王所说，连骨头都剩不下了。星剑，给我吸！好狂暴的剑意，比外面我吸收的剑意还要狂暴，竟然让我受伤不轻。是我的剑魂，我的剑魂竟然自动出现了。似乎剑魂在替我抵挡这里的剑意威压。据说剑魂和剑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，甚是神奇。既然如此，继续给我吸！这次我的身体勉强能扛住剑意的狂暴攻击了。我的剑之意志在发生蜕变，终于把这股剑意化为己有了。我自身的剑意提升了许多，可是和这里如此磅礴的剑意比起来，真是九牛一毛。给我亡！怎么回事？给我挡住！还是远远低估了这神秘女人的实力。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李安，快跑！李安，赶紧跑啊！你站着干啥？我想跑，跑不动啊！太恐怖了！这剑意形成的巨剑，根本不是修士能扛住的。朱爷，救命！这下真完了，这谁挡得住啊？朱爷，朱爷睡过去了。李安，这下李安尸体估计也剩不下了。李安，虽然你和我是情敌，但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。你又打我干啥？我这次没说错吧？别叨叨，李安没事。不可思议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朱爷，你总算关键时刻来了。朱爷，我睡得正香，你知道这种时候被叫醒有多难受吗？朱爷威武，一指镇魔。我是谁？是他。朱爷认识这个强大的女人。都得亡！林雪儿，你个疯婆娘想干什么？林雪儿，
我叫林雪儿，对，我是林雪儿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知道我是谁不？一只猪，你是谁？猪什么猪？我是神龙。看来你的记忆出现错乱了。是谁把你冻在冰块里？你可能出来。我出不去，这里牢牢把我禁锢了。竹叶，给你打开。你给我破！可恶，是时候尝试步伐。不好！朱爷，你没事吧？没啥大事，伤势复发。林雪儿，我接下来要去睡觉了，没法放你了。说你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伤势几十年都没有恢复。不管什么人，把我困在这里，等我出去恢复记忆，定要你好看。来，给我破！不管什么人，把我困在这里，等我出去恢复记忆，定要你好看。来，给我破！不行，还要继续。什么？可恶！冰块内有禁制，我无法发挥全力。他似乎无法摆脱冰块内的禁制，从里面逃出来。小子，你是剑修？他在和我说话。就是你。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是剑修。李安，是剑修。很好，李安，你听着，帮我破开这道冰霜禁制。我的实力恐怕不够。我来增强你的实力，助你使出远远超出你自身的一击。他既然和朱爷认识，该帮的还是要帮的。行吧。发生什么？怎么巨剑又飞起来了？不好，他又要攻击李安！发生了什么？好强的光亮！光线变弱了。这柄剑意组成的巨剑进入了我体内吗？李安没事。接下来我会向你体内灌入浩瀚剑气，坚持住！他到底在搞什么？这剑气太销魂了，这样下去我就要炸了！用你最强的一击，战出！这个前辈绝对在剑道上的造诣无与伦比，冲入我体内的剑力和剑气浩瀚无比，这根本不是一般强者可以做到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经过浩瀚剑气和海量剑液的灌输，我体内的剑气更加雄浑，体内的剑意也更加凌厉。但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被困在这里？我只记得我的名字是林雪儿，我的亲人朋友一个都想不起来。万心学院，不管怎样，我想起了万心学院，先去万心学院一探究竟。前辈，这是什么？上面竟然感受到玄之又玄的剑道。此乃魔剑石，可以磨练剑意，增强剑魂，增加剑气，就当做你帮我的报酬，不要纠缠我。我只是听你提到万星学院，想要给你带路。李安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此次进入这里真是充满意外，谁知道这里竟然还有个活着的超级强者。天山剑域已经探索完毕，先出去吧。这妖无等的女人竟然离开了，无人可以挡住我们离开这里。
禁制打开了，镇压主人千年的存在竟然突然消失了。这一次，魔临大地。李安的实力超出我越来越多了。大哥喂我！李安都把他爹嘎了，他还叫大哥？杨展，我要和你说件事。哎，大哥，你说。你爹被我灭了。哎，大哥，你说。你爹被我灭了。好，这还真是有些意外的。大哥，你好强啊，我好佩服。喂，你什么反应？不伤心难过，你不想要报仇？报仇？不存在的。我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报啥仇？再说了，人终有一亡，早亡晚亡都得亡。被我大哥灭了，只是早亡罢了。想得开。你遇到什么了？为什么那些异兽追你？大哥，我发现宝藏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寻宝。就是这里，清理掉这些异兽，里面就是宝藏。说，这是……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灵果？芳香四溢，看着就想啃一口。这是藏天果。藏天果，这名字有些意外，为何会用藏字？因为生长此灵果的地方，一般是至强的大凶之物的埋葬之地。也就是说，天山剑域的地下有大凶之物存在，会不会就是指那个女人？不是她，那个女剑修一身凛然之气，没有任何邪气外露。现在那个女剑修离开了，希望不要对此地埋葬的凶物有什么影响。这果子能吃吗？可以吃。藏天果是极其稀缺、珍贵的灵果，价值连城，能极强的提升修为的各个方面。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要浪费了。既然如此，开吃吧。哦，效果这么好，我刚吃下去，身体就有反应了。境界又突破了，这是我第3次突破了，灵神巅峰，马上要跨入脱凡了。我之前的伤势全部好了，体质也得到质的提升。不敢相信，我要突破到脱凡境了。哈哈哈哈！我果然是个天才，一入脱凡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哦，娇娇，你什么境界了？脱凡中期。这是楚威导师突破竟然带有异象，人猿境。楚威导师在突破天地人3境中的人猿境。不愧是我们学院的最强导师，楚威导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年纪轻轻就如此修为，我辈楷模。喂，李安，大家都突破了，你怎么没动静啊？我此次也可以一举跨越凝神，进入脱凡，但我这次获得的机缘太多，总感觉还没有凝练贯通，还是积累一番再突破吧。看来李安资质不如我，美滋滋。这次进入天山剑域，收获也太大了吧！我感觉我强大了太多。这藏天果的功效比我预想的还要大很多，这也说明地下埋葬的某个大凶之物也要比预料的强大。唉，都埋了，难道那家伙还能活过来？不知道，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那个神秘女剑修离开，3大家族莫名来此，这一切都是不同寻常。
你真的不知道你们三大修仙家族来这里干什么？大哥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个没用的东西，他们有啥秘密也不会告诉我。行吧，你回去后密切留意上界的消息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我。大哥放心。大哥，那个解药。大哥放心。大哥，那个解药。哦，好了，千日断肠散这次的毒已解，下一次千日再来要解药即可。好吧，总感觉你这解毒有些草率。回去吧。等等，李安，我如今迈入脱凡，我要挑战你，为我自己证明。挑战？我拒绝。你怕了？你看我变强了，你怕了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觉得和你打没好处。没好处的事情我不干。好处？你想要什么？你身上没有值得我要的。站住！为了娇娇，你不比也要比。你还真是固执。这样，你输了给我卖命。王威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因为我不会输。大招！两闪！什么？以凝神剑战脱凡境，只用一招。李安的战力很恐怖。怎么可能？我比他高一个大境界，竟然挡不了他的一招。还比吗？不比了。你们先回去。此次天山监狱之行太过重大，我要去禀告院长。很好，又突破了。司母奇，你是本导师收的最有资质的弟子了。但是我还是比不上李安，那家伙的战力有些变态。只要你答应为师的双修，你的修为会突飞猛进，区区一个李安手到擒来。这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司母奇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敢拒绝我，日后师妹，你们这是没规矩？你不知道敲门吗？师妹，师傅他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那样。师妹，等等我知道你想啥了。杨师兄，师妹，你说，如果师傅真的有一天对我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帮我吗？我会吧。谢谢师兄。导师，怎么样了？院长要说什么吗？院长去上界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院长要去请示上界的万星学院。那我们的奖励呢？这么大的功劳，奖励一定很丰厚吧？确实有奖励，而且这个奖励我也很意外。什么奖励？去上界的8级万星学院游历的机会。竟然是这种奖励，确实很意外。能前往的弟子，基本都是有希望晋升的弟子。我们3人虽然是在一般弟子中最强的3人，但学院中还有真传在，我们3个竟然也能前去。机会千载难逢，但去了也会有些麻烦，会被那些真传弟子针对，也会提前见到其他9级万星学院的天骄。去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能不去？我去。我也去。既然如此，
此次我带队前去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们即刻出发。我去。我也去。既然如此，此次我带队前去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站住！你是古月川，古师兄。没想到闭关将近20年，还有人认识我。这位古月川师兄就是真传弟子，他上一次参加愉悦盛典失败之后，一直闭关到现在。古师兄，你拦住我们何事？去上届第8级万星学院游历的名额，给我一个。古师兄，我们没有多余的名额了。我不管，我就要。你还挺骄傲。古月川，休要胡搅蛮缠。3个名额是因为他们3人完成了特殊任务才得到的。楚薇导师，你没资格教训我。你虽然是导师，但是入门资历还不如我。我不是在和你们商量，我是在命令你们。这次我一定要去第8级学院，没人能阻止我。这家伙是不是没有挨过打？古月川，你太猖狂了！你再敢无理取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又如何？你们能奈我何？我可是闭关了20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手底下见真章。你们一个个上吧，我全部镇压。上！什么？别打了！你们不讲武德，不是说好的一个个上吗？天真，闭关脑子闭傻了吧？现在还想要名额吗？名额不要了，但是我不服。他说他不服。继续打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服了，服了！走吧。可恶！我古月川是那么好欺负的吗？我去找另外几位真传，到时候打得你们满地找牙。这就是传送阵吗？我们是第一次体验被传送。楚薇导师，上界离我们很远吗？只能用传送阵，没有直接去上界的路吗？第8级万星学院所在的上界和我们不在一个宇宙星域，不利用传送阵，我们无法到达。另一个星域，这倒是有些意思。据说宇宙星空无穷宽广，实力强了，还是要去星域太空见识一番。我们所在的万星学院编号是第9级90001号万星学院，记好我们的编号，后面你们单独乘坐传送阵的时候，以免出错。90001是第9级第90001所万星学院吗？第9级万星学院还真是多如牛毛啊！我要开启传送阵了。这里就是第8级万星学院吗？哇，第8级万星学院，一派仙家福地的气息，气势巍峨，壮观雄伟。没想到只是比我们高了1级，就是天差地别。真不敢想象第7级，甚至第6级和更高等级的万星学院是何等的令人震撼。确实令人无限遐想。瞬间感觉修行充满了动力。哪儿来的乡巴佬？是其他万星学院的人。吃什么了呀？嘴巴这么臭！你敢骂我？你是先骂我们的。我骂你怎么了？那是应该的。再骂一句，看我扇不扇你！哼，可笑！我们是94440号万星学院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什么94440？关我什么事？我们所要升入的第8级万星学院，此次有300所第9级万星学院一起考核。这94440号万星学院排名是前20的存在。我们所要升入的第8级万星学院，
此次有300所第9级万星学院一起考核，这944480号万星学院排名是前20的存在。前20的存在，就问你们怕不怕？说你们乡巴佬，你们有脾气？自然是有脾气，而且脾气还不小。道个歉，此事就算了。可以，那你们给我们道歉吧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是让你们给我们道歉。我从来不给垃圾道歉。你小子，周密！不要闹出太大动静，被打断即可。那还真是便宜他们了。小子，那我方天王怕你？脱凡境初期，还算不错。但你遇到了我，什么？这实力是脱凡境中期。师傅说了断你腿，我来，我就成全你。居然接住了！李安没动剑，就挡住了这一击。他的实力比我预想的提升的还要快。天山剑域中，我的剑体初步凝练，所以才能硬扛这一击。小子，有本事再挨我一击！闪一边去！什么？放肆！你敢伤我弟子？怎么？难道只许你的人动手，不许我们还击？师傅，让我去灭了他。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去，不要留手了。明白，我会让他跪在这里忏悔。一个巴掌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不过区区……再给你来一巴掌！就这点水平，也敢这么嚣张？这巴掌解气啊！你们疯了！我们是排名前20，你们怎么敢的？还敢分谁？你的对手是我。可恶！居然敢偷袭我！就凭你，也配做我的对手？不愧是一丘之貉，都是嘴上功夫了得，实力不咋地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是排名前20的学院，怎么会被一个无名学院打败？只能说你们夜郎自大，坐井观天。猖狂！敢伤我徒弟，那我就亲自灭你们！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要灭了我？你还敢对老夫动手？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？你知道我们上面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今日灭了我，那就是聒噪！如此不识好歹，那就成全你。你真可！等等，我们是……师傅，你们完了！我师父来自天宫，他的师兄弟在排名前5的万星学院当导师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怪不得实力这么弱，态度这么嚣张，原来是头顶有人。无妨，这只是前20的学院而已。所谓罩着他们的大人物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们是90001号万星学院？是我们。这里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学院内不能闹事吗？这位师兄，我们只是和他们打声招呼，谁知道这些家伙就对我们动手，灭了我师父！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里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学院内不能闹事吗？这位师兄，我们只是和他们打声招呼，谁知道这些家伙就对我们动手，灭了我师父！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明明是你们先找我们麻烦的。师兄，这几人太嚣张了，根本没有把上级学院放在眼里，简直是如魔修一般，求师兄惩治他们！还在颠倒黑白，看来是打得轻了。
给我住手！让你住手，你没听见吗？现在听见了。小子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第8级万星学院，不是你们那种小地方。做狗就夹起尾巴，做人就低下头颅，明白吗？你们第8级学院还有做狗的？不知道这位师兄是做人还是做狗？你说什么？师兄，毙了他！这人太过嚣张，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还敢叨叨？放肆！还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既然如此，让我看看你嚣张的资本。可恶！这个时候学院竟然召集弟子。90001学院，算你们走运。记住，你们此次第8级万星学院之行，我是你们的领队，后面怎么做，你们最好想清楚。我们是不是得罪他了？这家伙要是给我们使绊子，我们岂不是……得罪他又如何？一个第8级万星学院的弟子罢了。我不信他真敢徇私对付我们。走，到处转转。这里是做什么的？好热闹啊！此次来第8级万星学院，可算长见识了。这座重力塔不是9级学院能有的。这重力塔能锻炼肉身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走上去还可以得到奖励。走上去？别闹了！我刚试着走了几步，根本走不动。哎，这好玩啊！我去试试。压力这么重。诸位第9级万星学院的弟子，你们听好了，为了鼓励你们，此次如果谁能登上重力塔，不但可以获得重力塔上的奖励，还可以获得和独孤长老论道的机会。独孤长老，就是那位教导出一代天骄火神朱荣的独孤长老。如果能得到他的教诲，必定修为突飞猛进。既然如此，还等什么？上啊！李安，比一下。正有此意。果然站上后寸步难行，不过对我来说还可以接受。这等好事，我怎能不参加？是楚云飞，楚云飞是排名第11的学院天骄，直接踏上了这么多台阶，楚云飞那是相当厉害啊！诸位过奖了。不过此次登顶，确实舍我其身。什么？你们竟敢走在我楚云飞前面！哎，这两人是谁呀？走得这么快，都超过楚云飞了。不清楚，应该不是排名前20学院的天骄，不然不会这么面生。小子，抢我风头，这不能忍！你们等等我呀！越往上，压迫越强。看来挑战才刚刚开始。是啊，这倒是个练体的好地方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这也太难了。知道你们走不远，抢我楚云飞的风头，你们还弄了点儿。这家伙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我们惹他了？起来，该走了。我真不行了。男人不能说不行，继续。有些坚持不住了。不过走在这里，我已经一枝独秀，一览众山小。快到了！什么情况？这小子竟然又跟上来了！你给我站住！快点追上李安！娇娇，我真的不太行了。坚持住，天王。如果你能冲顶，我可以。总之加油！我先走了。你可以啥都是说呀！哎，急死我了！不是你等等我呀，我继续上还不行吗？再上5个台阶，就可以登顶了。
再上5个台阶，就可以登顶了。继续。等等，小子，你和我较上劲儿了，是吧？你想多了。你想赢了我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白日做梦。我乃排名第11学院的天骄，一个无名氏，拿什么和我比？莫名其妙，有这力气，你还不如自己加把劲。啊！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？你给我站住！懒得理。慢着，这样，我给你8本梅灵石，你先停下，让我先等，怎么样？一边凉快去。可恶，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此子不错，竟然一路领先楚云飞。还有最后一步，上来了。上去了。第9级学院很多年没有看到实力这么强的弟子了。快看，有人登顶了，好像不是楚云飞师兄。楚云飞师兄竟然被人超了！这是拜访令，拿着它便可以拜访独孤长老，得到他的指点。多谢师兄解惑。那这颗珠子呢？此乃洗体珠，可以洗炼肉身，是增强肉身的宝贝。增强肉身的宝贝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终于上来了。娇娇，我来了，差点累成狗了。看见没有，又有2个人登顶了，前3名竟然没有楚云飞。这3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天才？娇娇，我现在到顶了，你刚才想要说什么？你可以什么？我可以给你喊666。王天王，666，加油！就这。终于爬上来了，一个人超过我就算了，竟然一下子冒出来3个，上哪儿说理去？本来夺得第1，去拜访独孤长老的，现在第1被人抢了，我怎么和师父交代？你叫楚云飞？叫我干啥？我记住你了，小子！你刚才说出800灵石让我下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说的，咋了？没咋，我想和你说，如果想举报我、告发我、毁坏我的名声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吃那一套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戏？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随便去搞，我要是怕你，我可以把拜访令给你。你给我啥都没用，我已经恨上你。等等，你说啥？我可以把拜访令卖给你，之前说好的800灵石。成交，1000枚灵石，不用找了。痛快。李安，那可是拜访令，可以得到独孤长老的指点，你怎么卖了？我用不到他指点，我就剑道早已经绝迹，独孤长老对我的指点没有太大用处，还不如换灵石。哼，兄弟大气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这位师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李安。把拜访令送给别人，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这位师兄，我是卖，不是送，我确定这么做。既然你确定，那楚云飞，跟我走吧。独孤长老，有弟子得到拜访令，前来拜访。前来吧。你就是此次登顶之人，比本长老预想的时间要快不少，不错。那个，长老，有个特殊情况。特殊情况？此次登顶之人并非楚云飞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另有其人？那人叫李安，第1个登顶之后，把拜访令卖给了楚云飞。什么？胡闹！本长老还是第1次见到这种弟子。哪个学院的？90001万星学院。90001，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他还说了什么？哪儿来的底气把拜访令卖了？他说，用不着你指点。其他我
说野，不用我指点，真是看不起本长老。你小小弟子，哪来的勇气说这种话？独孤长老想得怎么样了？请证明你是哪个第9级万星学院院长来着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不随我下界解决天山剑狱之事，我怀疑有大阴谋。这事先放一旁，赶紧说，你们学院编号多少？90001，有问题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不随我下界解决天山剑狱之事，我怀疑有大阴谋。这事先放一旁，赶紧说，你们学院编号多少？90001，有问题吗？果然啊，我怎么说90001这么熟悉？原来是你们学院。所以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，赶紧给我走！你神经病啊！此事和我90001学院有什么关系？你去问问你们学院的弟子李安就知道了。李安？那小子你怎么认识的？自己去问。有病，着实有病。好了，在本长老的职业生涯中，就没有被人这么看不起过。那个，独孤长老，你还有什么事？我想问，我咋办？你第一个登顶了吗？没有。那你还站在这里干嘛？你真是白瞎了。给我信！不愧是登顶才能得到的奖励，这习体柱大幅扭灭了我的肉身强度。现在我的剑体不但更进一步，身体也更加轻盈有韧劲。李安，赶紧走！今天我们要参观了不得的东西。了不得的东西？今日参观万星学院总院长的圣像，这在我们第9级万星学院可是没见到过的。万星学院总院长，一个强大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，确实值得一见。走吧，今日很多万星学院齐聚，去晚了就没地儿了。怎么这么多人？只是一所8级学院，就有这么多9级学院的弟子前来，可以想象寰宇之内，万星学院的势力有多么庞大。你们几个又见面了，见面咋了？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90001学院，你们等着！看来这家伙要找我们麻烦。你们就是90001学院？问你话呢，耳朵聋了？土狗，你们在和我们说话？你敢叫我土狗？岂有此理！你不就是个土狗啊？咋了？你还想当靓仔啊？你住手！你们听好了，我们乃90004万星学院，是排名前10的万星学院。准确的来说是排名前5。婆婆妈妈，谁关心你们排名前几？有话就说。放肆！敢对我们师父无礼！如此嚣张，我要拔了你的舌头！好啊，你们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问你们，94480号万星学院的弟子是被你们灭的吧？好像是有那么回事儿。咋了？给他们报仇来了？自然是要报仇。你们几个一个都别想去参观总院长圣像，而且你们要为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付出代价。你哪根葱？以为这儿你说了算？继续嘴硬吧，待会儿我第一个拔了你舌头。诸位，由于今日来者众多，参观总院长圣像一事，你们这里只有一半可以前往。那怎么办？怎么选出一半人来啊？所以，下面将要2学院对决，获胜的一方获得资格，这也是学院一直以来的规矩。牌子上
会写着和你们对战的学院编号，捏碎令牌便可进入特殊空间对战。是哪个万星学院？正好是9004号万星学院，还有这么巧的事情，这是故意阴我们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待会儿你们几个一个不留。好了，诸位只要捏碎手中的牌子，就可以进入空间中对战，胜者获得参观圣像的机会。天了，都到这一步了。确实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没理由后退，誓死一搏。你们几个躲不掉的，我们在里面等你。太嚣张了，我们进去干他们。进入后，大家跟在我身边，防止被偷袭。不急啊，大家早饭都还没吃吧？吃完早饭再说。大家早饭都还没吃吧？吃完早饭再说。吃啥早饭？我都迫不及待要揍他们了。真香！这灵兽肉做的包子就是好吃。这帮家伙在干什么？在这里吃包子？你们为何还不进入对战？不急，饿了，吃完饭再去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这次特意给你们安排实力排名前5的学院，你们必亡无疑。别搭理他，继续吃。哦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我腿都站麻了。师傅，要不先出去吧，在这里等了半个时辰了。出不去，进入这个虚空角斗场，直接决出胜负才能出去。难道他们永远不进来？我们一辈子被困在这里啊！岂有此理！懦夫！我出去必会宰了他们！草率了，早知道让他们先进来，我们再进去。吃得好饱，满足了。再吃点餐后水果。正有此意。你们有完没完？这位师兄，你生气了？你们也配让我生气？我劝你们赶紧进去，你们躲不掉。我们也没想躲，我先睡一觉，补充一下精神就进去。你出来了！行了，这一枪打得真艰难，终于获得了参观圣像的名额了。差不多了，进去吧。终于肯进去了，哼，就当是让你们吃顿饱饭再上路。他们怎么还不进来？我都要快被逼疯了！气炸我了！气煞我也！真想活剐了他们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诸位，抱歉，来晚了。你们是脑子有问题吗？居然磨蹭了这么久！饿了，在外面吃了一顿。困了，又睡了一觉。这解释挺合理的。可恶！为你们这点小聪明而后悔的。这两队啥情况？如果我没看错，9004号万星学院可是排名前5的万星学院。可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要被气炸了。对面那些人是啥情况？敢和9004号万星学院对着干？师傅，开始吧！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！不要动怒，既然他们进来了，接下来任我们拿捏。让我看看先对哪个下手。老大，就你了，先把你的脑袋碾下来，舒缓我心中的怒火。那是9004号万星学院的天骄之一，战力极强。那
那小子碰到他算是倒了大霉了。我估计连一招都挡不住。相比之下，对面的学院根本没有任何名气。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？哈哈，送你上路。傻货！啊！师傅，怎么回事？9004号万星学院的天骄被击飞了。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？你这实力，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倒是你弱的超乎我的想象。就是这样，把他们揍扁，李安！猖狂，山芋一击，我要把你砸碎！猖狂，山芋一击，我要把你砸碎！对付你，只要一剑。不可能！怎么会？初二，师弟，我眼花了吗？9004号万星学院天骄被活劈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的剑怎么会有如此威力？难道他是？我敢伤我师弟，我宰了你！你的对手是我。这些混账，给我！那这个就交给我了。你也别傻站着了，来，让我试试你有几斤几两。小丫头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就凭你，也配当我的对手？我呢？我打谁？看着吗？这几人可以啊，和9004号万星学院竟然不落下风。能和前5的学院打个平手，而且还能先灭一人，就说明这个陌生学院已经具备了前5的实力。而且90004号万星学院带队导师可是出自天宫，简直废物！一个不知名学院还打这么久。这家伙为什么实力如此强？明明是一群不知哪来的乡巴佬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是你逼我用这招的，逆血狂击。这是使用技术吗？送你上路！不好！这也太猛了！逃不掉的！哥哥，救我！谁也救不了你！什么？初二，师哥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你们胆敢！今天谁来了也救不了你们了！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……够了！此战90001万星学院胜。独孤长老，我不甘心。你不甘心，回你的天宫说去。我说结束了就结束了。可恶！你们给我等着！90001号万星学院，我记住你们了，天宫不会放过你们。话说天宫到底是啥？天宫是万星学院专门培养导师的地方，你把它看作成更高等级的万星学院也可以。谁是李安？长老，我是。小子张狂，就是你卖了本长老的拜访令。是有这回事儿。独孤长老，李安也是不懂规矩，请长老不要怪罪。不怪罪，本长老不要面子吗？独孤长老想怎样？很简单，你能接我一击，本长老就原谅你。
当然，本长老这一击会放在你同等修为。李安，不要答应。独孤长老年轻时候就是跨境战斗的强者，况且还有几百年的经验积累，纵然你们境界相同，也不可能接下他一击。我导师不让我答应。我导师不让我答应。你不答应，我就给你们90001号万星学院穿小鞋，让你们在8级学院寸步难行。这么直白，真的好吗？本长老就是这么直来直去。行吧，看来我不得不答应了。你站好了，本长老要开始了。慢着，还有什么遗言？你赶紧说。我要是接住了独孤长老的一招攻击，怎么办？接住？这不可能！你要是接得住，本长老可以答应你一件事。行吧。小子，你是结丹巅峰修为，本长老就把修为拉至在结丹巅峰。结丹巅峰。看来这独孤长老眼力不行啊！来了！该说不说，这独孤长老就算实力已经降低了极多，还是让人震撼。不自量力的小子，接下来的数月就好好养伤吧。恐怕要让独孤前辈失望了。什么？就这点实力，挠痒痒都不够。这不可能！快来！什么？你不是说只一招吗？这下总该躺那儿了吧？你个老家伙，不讲武德！竟然还没事！我就不信了！还来！你个为老不尊！老赖啊，这老家伙太不讲理了！给我趴着！说呀，老家伙被干飞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小子把本长老击败了！独孤长老，你这也太不讲究了！你小子到底怎么回事？长老，请看。什么？你不是结丹境，而是凝神境？怎么可能？本长老怎么会看错你的修为？我的仙剑丹田不显，外在修为要比我真实的修为至少低一个大境界，这才让独孤长老看错。真实修为和外在修为不一样，你还真是个天才。独孤长老，你现在欠我一件事。哼，想好了，来找本长老。小子，本长老对你的印象很不好，你最好闲着没事不要来找我。这玩不起啊！怎么是一片湖啊？总院长圣像呢？诸位，安静！总院长乃当世圣人，圣人天相不是任何人都有机缘见到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见到这总院长？很简单，踏上湖面，有缘者总院长圣像显现。既然如此，开始吧！我迫不及待了。听说之前有见到总院长圣像者，一日破3境界。我还听说有人得到了总院长赐予的妙法。诸位开始吧，祝你们仙运昌隆。总院长就是活着的传奇，能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，好兴奋啊！哼，你们想得美，总院长圣像岂是那么容易见到？下界的剑修，柳长风，看我左手、右手一个么动作！你们4个，你们走着瞧。4个
我们走着瞧。走吧。踩在水面上不难，难的是一直用灵力支撑，不落入水中。也就是说，这其实也在考验大家的意志、耐力和天赋。果然啊，见到总院长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继续向前吧，到了水面深处，圣像才会出现。哦。我坚持不住了！掉入湖中者淘汰。这也太难了！我本身体内灵力偏弱，不能一睹总院长真容，是我毕生的遗憾。安排好了。柳师兄放心，这红中老蛟常年和我们孝敬的灵蛟，这次正好还了人情，他会派属下袭扰90001号万星学院的几个人，不会有他们好果子吃。怎么回事？起雾了！不用惊慌，总院长圣像会在云雾中出现。有了云雾的遮掩，也好对90001号万星学院下手。我也不行了。什么手语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不会吧？这里是瞻仰总院长圣像的地方，难道还会有什么危险不成？来了！哪来的妖兽？准备战斗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恐怕是有人恶意针对我们，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妖兽。看你们能坚持多久。不用想了，是那个家伙。没想到在这里也能打个痛快。上！都干掉了。废物，这都干不掉他们，让老焦派出更强的属下，实在不行他自己上。是。雾气越来越浓了，圣像如果再不出来，为了保险，我们恐怕要撤出去了。这是圣像出现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踏着金光走来了。总院长圣像可以使人顿悟，赶紧观想。小心，又有妖蛇过来了！闪！上！唉，不容易啊，这条蛇太难缠了。都是废物，这点小事还需要我亲自出马？既然如此，就陪几个小辈玩玩。现在终于可以好好参悟圣像了。总院长，原来是这副模样。我有些领悟了。总院长不愧是神人，我也有很深的感悟。为何我的心总是静不下来参悟圣像？这圣像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。我没事。好戏开始了。几只小辈，还要我老焦亲自出手？这只蛟龙实力极强，小心！小辈，下来！你敢下来？这咋办？李安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。走，追上他！我去，这李安被那大蛟带走了，这咋办？不能袖手旁观，走，追上他！小辈，
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下来！做梦！有本事你就把我甩下来呀！好，那你就给我等着！这疯子！狠人，狠起来连自己都撞。小畜生！现在铁王老子来了，都救不了你！看来只能呼叫朱颜。我要让你明白，什么叫生不如死！且慢！谁装神弄鬼？你觉得我是谁？管你是谁，凡出现，把你一起吞了！李安，你知道吗？我传你一剑，名为斩龙诀，天下蛇、马、蛟、龙，可一击灭之。斩龙诀，名字倒是挺唬人，你挺能吹呀！如何，学不学？这还用说吗？学！还想当着我的面现学现卖？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！我给你这个垂死挣扎的机会。那么，接下这份剑意。剑意？你是说……等等。这是学会了吗？会了8成。我觉得你在吹牛。现在学会10成了。越说越离谱。不过，展示给我看看吧。小子，学成了是吧？我来看看。你这短短几息的功夫，能垂死挣扎到什么地步？李安，快跑啊！跑路吧，李安！唉，小子莽撞，我就说哪有能一瞬间就全部领悟的？最后，看来还要老子出手。这又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不会呀，这会让我心悸。好，什么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，身体对我有压制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打赢那条蛟龙了，我知道李安很牛，但怎么可能这么牛嘛？这一剑有特殊的韵味，似乎对老蛟有压制。这一剑威力确实不错。这小子天赋这么强吗？多谢前辈赐剑法。不用谢。总院长的圣像在消失。这可能是我们此生唯一一次见到总院长的机会了。可惜了，被这么一闹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领悟，白白错过了这么大一份机缘。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你们和李安都是一起的？我们都是来自下界同一所学院，我是李安的导师。既然如此，你们都盘坐下来。啊，你想干啥？别废话，让你做就做。这位前辈传给我的斩龙诀威力惊人，而且他为何似乎认识我？前辈，我们都盘坐好了。你资质不错，但幼年时候因为功法修错而耽误10年光阴。
前辈连这都知道。10年光阴，我今日为你拿回来。前辈通天手段。你体质逆天，但什么？但未开启真凤之姿。前辈，我听不太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话，这是我被点化，开启特殊体质了。前辈乃神人，这么神奇吗？前辈，该点我了，前辈点我。你有些特殊。特殊？前辈，特殊在何处？莫非我有什么特殊体质，或者神人转世之类的超级大机缘？你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憨货。前辈所言不错，他确实挺憨的。前辈，憨货还有救吗？虽然是憨货，但谁让我们有缘呢？就送你一件东西。我体内好像多了一件东西，神通巨蟹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一件来自域外的奇物，如今我将它赐予你。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吗？看不出有何用处，难道是一件法宝？可是也没感觉到什么强悍的灵力波动啊。前辈，这咋用啊？看见那人了吗？那是柳长风，就是那家伙在害我们。把他打下来。打下来？怎么打？瞄准，扣动扳机。我试试。怎么可能？这几人怎么还活着？老焦难道失败了吗？这更不可能。我的耳朵，什么东西伤了我？啊，差一点，没打到。继续，我好像懂这玩意儿怎么用了。那家伙好像还没反应过来。让你暗算我们。啊，这是好快，善气，得躲开！一击之威，形神俱灭，而且除了声音外，毫无一般法器的灵力波动，好厉害！爽啊！这究竟是何种兵器？为何之前从未见过？我简直爱死这把兵器了！多谢前辈赐予。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小家伙们，希望我们能后会有期。前辈，还有事？我想看看前辈的模样，不知可否？我想看看前辈的模样，不知可否？这个理论上我一般不以真面目示人，但罢了，谁让我和你们有缘呢？所以也不是不行。看过了吧？那么我也该走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前辈长得有些问题？不得不说，前辈还是长得有点帅的。我问的是这个吗？那你想问啥呀？前辈长得很像总院长的石像。哦，不是像，甚至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？那怎么可能？圣像不二，怎么会有人能和总院长长得一样？
那么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位前辈就是万星学院总院长。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，毕竟这世间无人敢假冒总院长。我的天哪！我竟然看到了总院长本人，而且总院长还送给我宝贝，我太激动了。院长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会不会因为我们是万星学院的弟子？万星学院弟子有数千万，多想无益。总院长高深莫测，不是我们可以揣测的。想太多也没用，走吧，先出去吧。见到了总院长本尊，出去吹牛都没人信啊！楚威，院长，你们这几日在8级万星学院如何？院长，收获太大了，我们见到了总院长。能见到总院长实相，确实算是不小的机缘。不是院长，是见到了总院长本人，而且是活的。方天王，学什么不好？学吹牛。院长，是真的，我们大概率见到了总院长本人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快带我去瞻仰。这个，总院长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在一一赐予了我们几个人莫大的机缘后，便隐于湖面迷雾之中，和我们告别而去。现在估计肯定是找不到了。快和我说说经过。一般只是见到了总院长实相，就已经是莫大的机缘了，更别说见到总院长本人。这种事我这辈子想都不敢想。来，你们几个快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。不得不说，你们4个真是有天大的气运，竟然得到总院长赐福，这都是无数弟子求而不得的事情啊！院长，你此番前来处理天山监狱的事情，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唉，别提了，真的是一言难尽呐。怎么了？难道是他们8级学院不肯出人？这种事情一般都是由独孤长老来全权处理的，但这老家伙不愿意管这些事情，而且近来我感觉那老家伙的脾气似乎又比以前大了不少，跟吃了好几桶火药似的。哎，罢了，先回去吧，此事日后再看吧。院长，也许我能解决。你能解决？你怎么解决？李安，真的行吗？他现在跟这点燃了的炸药桶似的，可不敢瞎搞啊！这样真的好吗？这老家伙的暴脾气，指不定会丢什么东西出来。放心，院长，你先敲门吧。独孤长老，开开门呐！谁呀？是我，金成明。我们来商量个事儿吧。没完没了了你！你别费这个口舌了。我说了，不去什么天山监狱。你哪里来回哪里去吧，本长老不见。你们90001学院的人，我一个都不想见，不想。你再不走，可就别怪我发飙了。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这老家伙就是不见人，脾气就跟头犟驴似的。院长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哼，反正我是没啥办法了。好办法。放肆！金成明，你这个老家伙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独孤长老，之前的比试，您说输了就答应晚辈一件事情，我现在来找你兑现承诺来了。哼，原来是你这臭小子！
我说谁有这么大胆子，敢当着本长老的面这么放肆？说吧，你想让我办什么事？独孤长老，我想让你帮我们处理天山剑域的事情。哦，原来是让我帮你处理天山剑狱的事情。不去，换一个。老家伙，你耍赖！你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！小子，话是本长老说的，本长老想怎样就怎样，你能咋的？这老头也太犟了，玩不起别玩。哼，本长老承诺归承诺，但是做不做就看本长老心情。我现在就不想去了，怎么的，小子，你能拿我如何？这老家伙，还没见过如此不讲道理的人，忍不下去了，要不我给他一发吧？老头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好，好，好，跟茅厕里的石头一样，又臭又硬。哼，你可别后悔。老夫这几十年来就不知道后悔俩字怎么写，还后悔。老夫如有一丝后悔，我就跟你姓。小子，不论你耍什么花样都没用。都来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万清学院居然出了一个老无赖，都快来看看啊！臭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这里有一个老无赖啊！虽然身为8级万星学院的长老，本该为学院树立良好的风评和榜样，可是就只有这个老无赖为老不尊，说话不算数。小子，你给我滚下来！这小子哪里来的？怎么站在独孤长老的屋顶上大骂特骂的？这是在骂谁呢？问得好！若要说此人是谁，那就是小子，你给我闭嘴，否则，否则，哼，我想说什么说什么，跟你学的，你能咋地？臭小子，你到底闭不闭嘴？我还真就不闭嘴了，你能把我咋地？真是活腻歪了，我灭了你！来呀来呀，抽脸来！万星学院长老以恼羞成怒灭了一个小辈，这事要是传出去了，你罢了。谁让本长老是古往今来第一守信之人？答应你了。哼，这把年纪了还这般无赖，这老家伙是真不要脸啊！出去了这么久，终于回来了，还是咱自己学院好啊！仿佛连空气都是这么香甜。哼，连空气都香甜，这就是你们所在的9级万星学院，灵气淡薄，根本就不咋地。连空气都香甜，这就是你们所在的9级万星学院，灵气淡薄，根本就不咋地。你这老家伙不是说废话，9级能和8级比吗？虽然只是1级之差，不过这待遇真就让老夫眼馋。老家伙，干嘛突然露出这副表情？怎么了？在一瞬间，我突然感觉到那边好像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，虽然不容易被察觉到，但还是被老夫感知到了。金成明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那边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太上长老陈佐修行的地方。你是不是因为老糊涂了，所以连感知也不准确了？你这老东西，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可我明明感觉到有一股奇怪的气息才对呀，那应该是我感觉错了啊。太上长老陈佐，也就是陈风笑的老祖，之前出现的怪物确实和他有关。这次难道天山剑域那里的情况也会和他有关吗？没想到8级学院竟然这么快就有人下来了，时间已然不多了，看来我也必须加快行动。老祖，你找我？风萧啊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老祖，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，只是天佑王朝还有些麻烦。
哦，麻烦？什么麻烦？老祖，那个天佑王朝皇室不识抬举，对我们的计划造成了一定的障碍，有点难搞。难搞那就下毒手！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干坏老夫的好事，活得不耐烦了。这里面封印着的大妖，已经足够你搞掉天佑王朝皇室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什么难搞，靠绝对的武力，这世间就没有什么是搞不定的。有了此宝，没有谁能阻挠我的计划。我族大业不容差池。老祖，你就瞧好吧。独孤长老，怎么样？在此地感知到什么没有？这股气息，天神剑域里面有恐怖的存在正在慢慢苏醒。这气息比我来的时候感知到的还强了一丝。恐怖的存在是什么？不确定，不知道这个气息会增强到何种地步。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幸亏咱早一些发现，不然让它积累了足够的能量后，一切都晚了。还需要继续观察。这个后果我们可承担不起。既然发现了，我建议现在就把这个变数扼杀在摇篮里。需要继续摇人吗？不用，那个东西的复活需要庞大而浩瀚的能量。目前这里的能量还比较稀薄，如今没这个条件，暂时不够它苏醒，不会那么快的。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，足够我探查清楚这里的一切。此域已经平静了上千年，而一直无大灾难发生。现在看来，不久后又要出现祸端了。各位，有失禀奏，无事退朝。禀皇主，臣有一事启奏。讲。又到了万星学院收徒的日子了，这一次我天佑王朝可以举荐2个名额。想不到又到了万星学院收徒的时候了。印象里，当初把七弟送进万星学院，还仿佛如昨日般。时间竟然一下子过得这么快，也不知道七弟在万星学院怎么样了。皇主，名额安排。万星学院人才辈出，那就选2个最有资质的送过去吧。这件事可不能怠慢。报！启禀皇主，天众王朝使者前来，想要求见皇主。可恶，竟然又来了！不见。皇主，这就是天佑王朝的待客之道吗？我既然来都来了，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呢？你这样可算是有些失礼吧。皇主，这就是天佑王朝的待客之道吗？我既然来都来了，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呢？你这样可算是有些失礼吧。大胆，敢擅闯大殿，找灭！奉劝你们一句，你们这些会点武技的凡修，就不要想着和真正的修士斗了，不然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休怪我没警告过你，尊敬的皇主殿下。修士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真的是天众王朝的使者？我以往印象中的天众王朝使者，可不像阁下这般霸道无理。皇主殿下真是洞察力惊人啊，居然瞒不过你的眼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乃前任天左王朝皇主陈风啸。什么？陈风啸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不是……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陈风啸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那么激动，我的皇主殿下。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我只是想要在你们天佑王朝开坛做法。死了这条心吧！我告诉你，
那必不可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。哦，那就是没得谈了，真是太遗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勉强当你们天佑王朝的皇主了。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费口舌了。老子不给你们整点活，你们是不会害怕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全都灭了！这是什么妖物？实力竟如此恐怖！各位，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个选择：臣服或者亡。那就从你开始吧，你选哪一个？老夫3朝元老，岂会因为这点事情就背叛皇朝的？老夫就算是殒命，也不会臣服乱臣贼子。可恶，陈风笑，你欺负我天佑王朝无人是吗？该你了，给你3秒钟的时间回答我，是归顺我呢，还是亡？逆贼，休要猖狂！我堂堂天佑王朝，个个铁骨铮铮，岂会受你这种阴险小人胁迫？第3个是你，我犹豫就是拒绝。别怪我太狠，给你机会不中用啊！继续起舞吧。陈风笑，够了！尊敬的皇主殿下，你觉得够就够了，我可没有觉得够。他们都是我天佑王朝的忠臣将士，请不要再残害他们了。至于你想做什么，你尽管去做。这里所有人，乃至这里的一切都听你调令，我不会阻拦。皇主殿下，你早这样多好，就不用亡这么多人了。我这个人其实很仁慈的，给了他们3秒钟的选择时间，是他们没把握住这良好的机会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对了，给你们个忠告，你们不要妄想逃出去给李安报信，整座皇宫我都会封锁起来，不然你们出去一个，我灭10个。皇主怎么办？那陈风笑定没安好心。此事必须尽快通知七弟，这不是世俗武力能解决的事情，只有七弟这等修行者能阻止这场灾难。可是皇宫被封锁，可恶，真就没有任何对策了吗？对了，你现在去找我3弟李易峰，他或许有办法。3皇子一直在闭关，我去找他。3皇子殿下，3皇子殿下，我有要事相见。回去吧，本皇子不是说过，闭关的时候谁也不许来打扰我吗？不见。3皇子殿下，3皇子殿下，我有要事相见。回去吧，本皇子不是说过，闭关的时候谁也不许来打扰我吗？不见。3皇子，此要事关天佑王朝安危，如非必要，我们是不会来打扰你的。那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叫我来找你的。说吧，究竟是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本皇子早就不干涉任何朝堂之事了，最好是你说的很重要的事情，不然本皇子非治你罪不可。真的大事，3皇子，皇主现在被人劫持，皇宫被封锁。现在唯有你有希望冲出皇宫，去万星学院找7皇子求助。什么？竟然发生了这种事！事态紧急，还请3皇子马上行动，救天佑王朝于水火，不然一切都晚了。系统，你怎么看？是否花费500积分预测此事凶吉？预测。预测结果已查询完毕，
此乃大凶之兆，有绝世妖魔将要在此地诞生，到时将满目苍夷，尸骸遍野，无一人生还。什么？绝世妖魔？宿主是否花费1000积分兑换传送符离开此地？不兑换，积分不够了。事不宜迟，我这就离开皇宫去找七弟。你们照顾好自身安危，待我找到七弟，必火速赶回来。皇子一路小心，皇朝的安危就靠你了。很好，这个祭坛马上就要搭建好了。老祖交代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。有人逃出皇宫，活得不耐烦了，快，给我拦住他！好快的速度，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警告！警告！此妖物来历非比寻常，并且这妖物的实力远在你之上，不是现在的你能对付的。可恶，想不到这玩意儿居然这么棘手。系统，那你说我要如何应对？建议使用300积分兑换大力丸，宿主是否选择兑换？大力丸，这名字听着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有什么作用？可以让你重现男人雄风，金枪不倒，夜夜做新郎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系统，你这家伙给的这些奇怪的点子就是离谱，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？我现在要对付怪物，你现在和我说这个有什么用？大力丸可以大力出奇迹，宿主是否选择兑换？有机会翻盘，也总比一点机会都没有强，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。竟然如此，兑换！但愿这奇怪名字的小药丸真能出奇迹吧，不然我可真交代在这儿了。哼，我还以为是谁那么大神通，敢从老子的眼皮子底下溜走，原来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凡修。小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别做无谓的挣扎，怎么可能逃得出去老子的手掌心？干了！看我大力出奇迹！哇，这股感觉，浑身上下只汹涌澎湃、无穷无尽的能量。系统没骗我，果真一吃一个不吱声，好强大力量的感觉！撕碎你！你这个丑八怪，之前大意之下吃了你一次亏，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力量吧！给我滚！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那小子刚刚明明被实力碾压，怎么突然就有这么大的力气？玩我呢这是？当务之急，走为上。不好，这家伙要溜！快给老子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怪物就是这么愚笨，同样的亏，我怎么可能吃2次呢？大力出奇迹！什么？这怪物躲开了，这么聪明？温馨提示：之所以叫做大力丸，药如其名，你只是力量增大了，速度并没有增大。本品不附带其他赠与形式的属性。什么？这怪物躲开了，这么聪明？温馨提示：之所以叫做大力丸，药如其名，你只是力量增大了，速度并没有增大。本品不附带其他赠与形式的属性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积分已经没多少了，就吃了个这，那怎么办？系统，锤地！啊，锤地，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用拳锤地。小子，你今日必亡无疑！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不管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到底有没有用，锤地就锤地吧。豁出去了，我就信你的！大力出奇迹！什么？这也能逃走？离了大谱了！就觉他了不起吗？能不能给我这反派留点面子呀？系统真有你的！这大力出奇迹的大力丸，打一开始我还不信呢，果然出奇迹了！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还能有这种办法！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。所谓学好物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
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！系统，你真的是太棒了！你学到个嘚儿，这涉及到高深的物理知识。哎呀，这时候了就不要打击我了。系统，那怎么学物理知识啊？这么厉害的知识，我想学，给个路子啊！是否花费800积分兑换初级物理知识？那还用说，兑换兑换！等我找到七弟，把事情解决后，我得好好闭关钻研钻研。有了这等知识，今后我走遍天下也不怕。李安，还在练剑呢，快出来，有人找你。那人说是什么皇朝的什么皇子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一直都在闭关，不曾踏出山门半步吗？怎么来到这儿啊？七弟，大事不好，天佑王朝出大事了。我此番前来，就是想找你帮忙。啊，天佑王朝？天佑王朝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详细和我说。竟有此事！可恶的陈风笑，贼心不改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三哥，不瞒你说，那陈风笑现在就是万星学院的弟子。好，他陈风笑是万星学院弟子。照这么说，此事和万星学院的人有关。三哥，我觉得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这陈风笑之所以敢这么造次，是因为他在学院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陈风笑背后的人更是万星学院的一位实权长老，名叫陈天佐。陈天佐背后谋划什么，无从得知。我怀疑他们背后正在酝酿着什么大阴谋。三哥，你在此稍候片刻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先去禀告院长。检测到此地有股特殊能量波动，对宿主有极大作用。算了吧，有也没用，这可是万星学院，谁敢造次？你以为当自己家里的东西啊，想取就取的？七弟，院长怎么说？有什么办法解决吗？他能帮我们吗？院长不在，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时间可不等人。三哥，我们先回天佑王朝皇都。等等，等等！你们这是？既然我们知道了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？我们陪你一起去。哼，四人小组怎么能不带我们？我倒要看看谁那么大胆子，敢欺负我们的人！我的巴雷特已经饥渴难耐了，把他们都突突了。可是……别犹豫了，神佑王朝有难，我们作为朋友出手相助也是应该的。出发吧。这种感觉是，这地方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能感觉到，此地有一股邪恶的气息在散布。在外面看着也没法得到什么有用信息，走吧，进去看看。食物，我要食物，成为我的食物吧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不要吃我！不！够了，陈风笑，你未免有些太过分了。我答应你可以在这做任何事，你也答应过不残害他们的。你以为你还是如当初般是高高在上的皇主吗？不要吃我！不！够了，陈风笑，你未免有些太过分了。我答应你可以在这做任何事，你也答应过不残害他们的。你以为你还是如当初般是高高在上的皇主吗？事已至此，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和我讲条件的资格吗？岂有此理！当初我为了那些臣子的人身安全，所以稍作让步，就真以为你就这么吃定我了？胜了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跟他拼了！殿下，请后退，这家伙交给我们。到了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，真是认不清形势，不自量力呀！既然如此，留着你们也没用了。看吧，现在
他们都是你的食物，让他们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恐惧。不同的力量，快拦住他！这东西，给我斩！什么？刀枪不入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食物也和他们一样。可恶！今天难道注定命丧于此了吗？也不知道基地他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！手怎么？什么人胆敢偷袭？真是活腻歪了！我基地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我朝气数未尽啊！太好了，是七皇子！七皇子从外星学院赶来，救我们来了！七皇子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李安，竟然是你！陈风向，前面的教训还是没吃够吗？没想到你还不死心，老实交代吧，是谁指使你干的这一切？哼，你还没资格知道。李安，本来这一切就是为你准备的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也省得去找你了，那就跟他们一样，把小命留下吧。你如果一直当个亡国之君还能苟活，现在竟然和你背后陈天佐搞事情，就饶你不得了。你哪来的自信饶不了我？快，给我把这家伙大卸八块，我要亲眼看着他。太慢了，好快的速度，可惜还是差了点。怎么样，你就是打不着。话真多，给我斩！这怪物竟然如此厉害，没想到连李安都难以对付吗？如何呀，李安？还狂吗？之前的那股狂的没边的劲儿哪儿去了呀？你现在连接触都接触不到我，还想斩了我？我今儿个就站在这让你砍，来呀！得意什么？不过是仗着有一只毫无痛感跟知觉的怪物罢了。秋后的蚂蚱，你蹦跶不了多久。怎么这就急了？你打不着，就是打不着，我就是蹦跶了。你奈我何？我还大跳呢！来呀，来呀，来打我呀，笨蛋！什么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一瞬间，我竟然没察觉到危险。可恶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从哪儿飞过来的？快呼叫！哎，打偏了。这武器果然还是不够熟练。再来，一枪不中就第二枪。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！快上啊！伸出你的全力，灭了他们！给我灭了他们，一个不留！什么？这样的怪物一个都够呛了，没想到竟然变成了5个。这下又怎么打？你们都得亡！别犹豫了，上！一起消灭这怪物！万象分天诀，炎火绽放！我就不信了，你再快还能有这个快？可恶！这到底是什么兵器？打扁你！哼，你这家伙长得这么丑，想的倒挺美。既然这样，我再给你一枪。我就不信了，你再快还能有这个快？可恶！这到底是什么兵器？打扁你！哼，你这家伙长得这么丑，想的倒挺美。既然这样，我再给你一枪。你们全都要给我！什么？我的手！你这家伙，实力怎会这般强？
自从被总院长补齐10年光阴后，我的实力都在翻着倍的增长，可别小看了我啊！小子，你原来分身后，你的总体实力反而变弱了。哼，那么来尝尝这个无上剑意斩龙诀。什么？小子哪里跑？落到我手里你就难搞了！喂，系统怎么办？我可没其他人那么强啊！难道要硬刚吗？根据分析，这种怪物力量的确十分强大，但是万物相生相克，不管是多强大的生物，它也有致命的弱点。是什么？赶紧说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卖关子了。赤阳烈焰，这种阴暗生物由极阴极寒之地的邪恶之物滋养成型，而这种极度邪恶之物最怕神圣系对立属性的打击了。宿主是否花费200积分兑换？那还用说？兑换！恭喜你兑换成功，技能传输中。好样的，来吧，这样就不用再怕这个可恶又丑陋的怪物了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告诉你，这次你逃不了！丑八怪，这次逃不了的是你。敢说这种话，真是大言不惭！既然如此，我这就送你归西。那你就瞧好了，到底是谁大言不惭？赤阳烈焰，给我灭了他！为什么会有？不行，得跑，不能被这股力量攻击到，不然就完了。你认为你现在还逃得了吗？让你这么嚣张，这可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可要好好接住了。我就这么笨？不可能！恭喜你灭了当前怪物，获得350积分。哎呀呀，想不到竟然还有意外的小收获呢，这不可以稳赚不亏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怪物果然怕我。焚化！哇！羞惨的女人！这下是可算结束了。不过，怎么感觉我的战斗方式现在怪怪的？小子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吧！就这点能力，可不够击败我。哼，既然其他人都解决了，我也不耽误了。接下来，一招解决你。剑之魂，破灭斩！什么？这股气息居然能克制我！你原来一直在隐藏实力！不，我不甘心！果然，以我猜想的没错，我的剑魂天生可以克制这种怪物。陈风笑，你的那些喽啰们现在已经上西天了，现在开你了。好你个李安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你们竟然全部斩灭掉了老祖给我的怪物。别在我面前说这些废话，我只问你一句：神佑王朝之事，你们到底有何目的？李安，你威胁我没用，你看我现在慌吗？我根本不慌，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呢，因为祭坛已经完成了，我族的大业已经完美的拉开了序幕，这一场好戏，你就看着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族的大业已经完美的拉开了序幕，这一场好戏，你就看着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这动静不对劲儿啊！都小心，这股气息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陈风笑，你这家伙做了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就那么想知道？罢了，反正你们都对王在这儿，告诉你也无妨。老祖交代的任务终于完成了，这世界都落入他的掌控之中。
现在你们什么也无法阻止，一切都完了。这股气息来看，是龙脉被激活了，而且这地脉之中的龙脉之力正在被调用，即将又有大事发生了。这个残破不堪的世界，干脆就毁灭掉它好了。预定的一切都将要发生，就凭你们几个是无法阻止的。这情况不太对啊！我能感觉到，不只有这一处祭坛发生了这种异变。现在才察觉到，已经晚了。李安，你感觉的没错，这种祭坛一共有3处，分别坐落在天佑、天左、天众3大王朝的皇都。一旦启动，3处祭坛之间互相连通，到时候整片大陆都会笼罩在深深的绝望之中。刘坤笑，你别给我嚣张！即便如此，现在我动手宰了你，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。李安，事到如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做这种傻事，顾好当下吧。你大难临头了，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向我求饶。我还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，否则……哼，求饶？你不要笑死我！说，陈天佐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想干什么？喂，到现在你还搞不清楚情况吗？你仔细看看这现状，现在归顺我家老祖的话，你还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再问你一句，说不说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老祖要控制整片大陆，他将会是这片大陆的王者。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！这么多年，终于成功了！不枉老夫暗中谋划这么多年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哦，你们来了。你是陈天佐？怎么，金城明不认识我了？陈天佐，你闭关这么多年，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？还有，远方传来的那股气息，这和你有关吗？金城明，别和他废话了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家伙的气息，他恐怕已经不是人了。哼，到如今是不是人有那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。对现在的我来说，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为重要。所以，外面的那些异象，以及刚刚发生的这些变故，确实是和你有关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陈天佐，你这个家伙到底在干什么？你问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此事你们不久之后就会知道了。哼，不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想走，哪有那么容易？给我留下！这家伙竟然身体可以化为无形。我有个不好的猜测，陈天佐的气息，这家伙恐怕早就暗中变成某种上古时期的邪魔外道了，只是还不知是哪一种。他的目标恐怕是这整个世界。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藏得这么深，和那种东西打上交道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金城明，此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不管怎样，我要先回8级万仙学院报告此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传送走？这是怎么可能？这里的空间被封锁了，出不去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传送走？这是怎么可能？这里的空间被封锁了，出不去。整片大陆都被一股特殊的能量封锁，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能量的来源。好，查找根源。哼，这老小子竟然嘴这么硬，留着也没用，干掉他吧！你们敢？你们现在还没有认清形势吗？
如果你们求饶，我还能在老祖那儿替你们求个情。陈风笑，到如今你还死鸭子嘴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送你上路。老祖，你来了。陈风笑，你还活着，很好。你再去帮我做件事。老祖，这是去哪？这几个家伙，他们……闭嘴！这群人我来处理。现在是别的事情更重要。你拿着他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不管他们要干什么，为了天下苍生，阻止他！立刻给我滚去干活！若是没办成，我定饶不了你。然后就是二等小辈，就凭你们也配和老子动手？你们简直是不自量力！这个世界都将落入我的手中，今日就先灭你们几个碍事的小子！这是什么法器？没想到这玩意儿终于打中了一次，不知道这家伙玩球没？刚才那一击威力确实不弱，面对这种老怪物的话，估计没那么容易。没想到你们这几只小臭虫居然还能伤到我，有点意思。但若仅仅是想靠一件暗器就像是击败我，你们也太不自量力了。你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我。哟吼！这一发百发百中，我这准度越来越好了，不愧是我自己。嘿嘿。臭小子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吗？我话都没说完就来这一下，能不能有点礼貌？能不能尊老爱幼？风天王，别怕他，就这样保持住。你的攻击是有效的，不要让他有一丝喘息的机会。可恶的小辈，你们几个的小命我先放着。老祖，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办，就不和你们纠缠。待完成我的大事，就回来送你们几个下地狱。等着吧，你们的末日即将到来。这老东西嘴上叫的嚣张，跑路倒是利索。他钻进那道光里是跑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但是必须找到他，否则生灵涂炭。祭坛借助龙脉形成的能量洪流笼罩了整个大陆，但是总有个交汇点，我们去交汇点就能找到他们。可哪里是交汇点啊？既然祭坛是天左、天右、天众三大王朝，那么应该就是在这三个祭坛的中心地带，因为只有这样，那里的龙脉力量才最集中。走，立刻出发吧。基地，大姐，一切小心。果然，这里就是三个祭坛的相交之处了，龙脉之力全都汇聚了过来。如此巨大的能量汇聚一起，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现在怎么办？摧毁它？别冲动，先观察观察。观察啥呀？让我的大枪来试试。先给他来一发。可恶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好像都没有什么用。果然，普通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，无异于浮游撼树。不，等等，好像有动静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我去，李安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那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竟然孵化出了怪物，气息和之前见到的那种怪人很像。大家小心，准备战斗！这东西竟然孵化出了怪物，气息和之前见到的那种怪人很像。大家小心，准备战斗！我来试试这怪物的实力，接着一招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怪物很厉害，它的肉身力量极强，比之前碰到的怪物还要棘手，
你们千万多加小心。我们一起对付他，掩护。好。他们两个这么拼命，我们可不能落下呀！让我们3人对付剩下的这一只吧。上！斩龙诀第一剑，斩！可恶，好硬！这怪物肉身果然够强悍的，不愧是通过龙脉之力孕育出来的怪物。龙诀第二剑，万剑齐发！李安，怎么样？有效果吗？这鬼东西还真是顽强，不过他的气息和先前那些怪物类似。林天骄，用你的火试试有没有奇效。明白，交给我来。看来我没猜错，这个怪物跟之前那些怪物一样，好像都很怕火。那我就给他加大点火。不过他比之前那种怪物强了不少，你趁此解决他。好，交给我吧。烈火燎原，快速归进吧！就是现在，改灭！这几番下来真不容易啊，可终于灭了他了。这怪物虽强，但也不是无敌的。看来只要找到了弱点再去击败他，也不是很难。来一发！哼，你个丑陋的怪物，死到临头还妄想挣扎！我打！可恶，好皮糙肉厚的家伙！我这可是总院长赐予的神器啊，对上这个玩意儿竟然没什么太大效果。有效果，这玩意儿果然怕火。哼，这怪物很难缠，一起上，不要留手。我老老实实的躺下吧。终于全部解决了，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看那边，又有怪物要出来了。有地脉提供能量，上面的光球好像能无限制造怪物。还来！2头怪物都这么难对付，这5头要如何应对啊？就是这里，邪恶的源头来自这里。独孤长老、院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院长，事情是这样的。竟然是这样，这么看来，陈天佐在布局整片大陆。没想到那家伙竟然有这份能耐。我感觉没那么简单，我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但我又说不上来具体是哪儿。先别想了，对付这些怪物，把他们消灭掉再说。哇，不愧是院长，厉害！给本长老报！独孤长老修为竟然如此恐怖，我们打半天的怪物，一招就给秒了。最后这只交给我来收尾。看来还得用这大宝贝啊，这才够劲儿嘛！你这是什么武器？看着倒挺别致的，威力也不足。这可是宝贝，总院长给我的。这东西怎么用啊？看上去像是根管子，攻击就是从里面打出的吗？您老不要这样，容易被爆头啊！别玩了，我们又来了，这次还是能飞的怪物，大家准备战斗！秦院长，怪物越杀越多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那还能怎么办？你倒是提个点子呀！去把万星学院的弟子都叫来吧。如果不在这里，就处理掉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怪物会越来越多。不出几日，整个大陆都会生灵涂炭。好，你们先顶着，我回去摇人。去把万星学院的弟子都叫来吧。如果不在这里，就处理掉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怪物会越来越多。不出几日，整个大陆都会生灵涂炭。好，你们先顶着，我回去摇人。系统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对别人来说，这是一场灾难；
对你来说，这是刷积分的好机会。只要有积分在，你的实力会得到猛增，难缠的敌人也会变得不堪一击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那就刷个痛快吧。累死我了，接连3天3夜啊，几乎每过一会儿就冒出来一批，怎么也杀不完，我实在是不行了，让那个我歇会儿啊。下去吧你！这样下去，我们真的能守住吗？怪物的数量没有半点减少，简直是无穷无尽的。可我们的体力却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。看来不找到治本的办法，光靠这样还真没完没了。金院长让我们死守这里，但是这样下去，我们也快到极限了。导师，你先去找独孤长老和院长吧，问问援军什么时候到。我明白了，你们坚持下，我去找独孤长老和院长。你有没有发现怪物越来越强了？有点儿，对比一开始随手就能消灭的那东西，似乎针对我们，制造越来越强的怪物。也就是说，继续这样下去，敌人最终会变成我们打不过的。先解决掉这批，我们再商量一下对策。来吧。感觉越来越吃力了，但愿他们那边还能坚持住。院长，独孤长老，你们可算来了，情况不太妙。楚导师，你说的事情我们已经注意到了。现在的问题需要从源头上解决那个可以无限制造怪物的光球，怎么解决？难呢。你们之前注意到了吗？那些怪物都是从光球里钻出来的，但光球本身并不是什么生命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光球并非直接制造怪物的泵体，里面其实有空间，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制造怪物。哼，丫头聪明，就是如此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做才能结束这一切？走，现在去找那几个小子。我们推测过了，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需要你们进入光球内部彻底解决问题，但很危险，甚至是九死一生。我去吧。我也去。哼，还有我，算我一个。都是好样的，但我们不能和你们一起，因为那似乎会导致出现的怪物也更强。这里交给我们。怪物越来越多了，虽然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但还是拜托你们了。时间紧迫，出发吧。走。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？很难，但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。你们谁有未了之事，现在还可以退出。毕竟此事是从我天佑王朝开始，你们是因为我才进入此事，所以此事理论上和诸位无关。李安，此事已经不是天佑王朝的事情，这是整个大陆生死存亡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别婆婆妈妈了，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，这次也不过是一群垃圾罢了。诸位，就此一战，无怨无悔。就此一战，无怨无悔。进去。他们都进去了，我们也别闲着，禁锢这些怪物，防止他们乱窜，搞得到处生灵涂炭。千万别杀死，否则有新的怪物生产出来，只要把他们禁锢住就行。明白。这里是……小心，果然有敌人！都解决了，现在去哪儿？往前面走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，这里的气息有些不同了？是有些不同，好像邪恶的气息没那么浓烈了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，这里的气息有些不同了？是有些不同，
好像邪恶的气息没那么浓烈了。这就奇怪了，外面那么多怪物，无比邪恶，到了这里气息反而消失了。哼，我先来一发探探路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大家小心。又来了，解决掉。等会儿如果遇到数量过多的怪物，我们恐怕会很难对付。李安，你的意思是？如果遇到大量的怪物，你们把他们引出去。外面有独孤长老和院长在，不会出大乱子。主意倒是不错，不过你呢？敌人数量少了，我反而更好办事，说不定能趁机解决问题。这是不是不太好？万一你遇到什么一个人难以处理的危险，我们来不及支援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赶快吧，我们快要没时间了。我勒个去！这是啥呀？好大一条虫子！当心，很可能这东西就是怪物的源头。人类，你们是怎么闯入这里的？这鬼玩意儿居然还会说话！我要不要先给他来一发？人类，你们走错地方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永远的留下吧。原来怪物是被他这样生产出来的。看来消灭这个母虫，就能彻底断绝怪物了。消灭我？大言不惭！先和我的小家伙们过过招吧。去，孩子们，把他们吞噬殆尽。这么多，而且每一只的实力都不弱，不好办啊！不要慌，就按照刚才的计划行动，快！可是你没有可是，别再犹豫了，赶快！听他的，走，把这些怪物吸引走。李安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你的那些孩子果然没什么智商，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了。你很自信能战胜我？为什么？你不怕我制造出更多的孩子出来？如果你能做到，你早就做了，而不是和我在这里废话。根据你制造的那些怪物的波次来看，你确实可以借助地脉无限制造怪物，但总会需要些时间。这个时间足够让我消灭你了。聪明，但是就凭你一个人，我觉得有些太狂妄自大了。废话少说。现在知道自己有多无知了吧？你根本就破不了我的防。破不破得了，砍了再说。再来！什么？我这比钢铁还硬的外壳，居然……人类，没想到你竟然还可以伤得到我！可笑，不过是一条躯体稍微大一点的小蜈蚣罢了。再说了，何止是伤得到你，我接下来还要你的命！你这可恶的家伙，你已经把我彻底的给惹怒了，不可饶恕！接下来，我要给你上一盘大菜。什么？这家伙，这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新的人形怪物。我的妈呀！他们快追上你了，娇娇！紧要关头可千万别落下！抓紧时间，先出去再说。出去跟院长他们会合，院长他们解决这些敌人易如反掌。独孤长老，看来我们来活了。离谱了，怎么竟是些奇奇怪怪的虫子，没完没了了还？院长，独孤长老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我们现在回去救李安。你们就放心的去吧，这里由我们来善后就行。走，大家一起回去。李安他一个人面对这些大家伙，肯定不容易对付。这家伙怎么和其他普通的虫子怪物长得不一样？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。接下来要12万分专注才行，不然……小子，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。啊！这东西居然还会说话！好快！这是什么速度？我几乎没能反应过来。
人类，面对我，你毫无胜算。这是什么速度？我几乎没能反应过来。人类，面对我，你毫无胜算。做梦！再来！什么？如此轻松躲过去了？你太弱了！如果仅仅是这点水平，那我就到此为止了。不行，完全不是对手。接下来我需要极限突破自己，才有一些希望。你没有任何机会。认命吧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因为真正的存在早已经苏醒，并且将要掌控一切。我李安还能战？认命？不可能！是吗？那我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，看看你的命到底有多硬！可恶！这家伙因为是蚂蚁，所以力气这么大吗？这下真的要完蛋了，真的无力回天了吗？小子，你的实力还是不够看的。本想着再好好陪你多玩一会儿的，结束了，现在就把你……什么？嘿，丑八怪！李安，你兄弟我来救你来了！刚才这一把给力吧？幸好赶上了，千钧一发呀！李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过你们再来晚点，我可能还真要出事了。哈哈，你们人类是我见过的一种最愚蠢的生物。面对我集体重组大军的追击，好不容易才跑掉，现在竟然又赶回来送命，跟吃错药了似的，真是无法理解。人类这种低等下级生物，没必要去理解他们，统统灭掉就行。嘿，臭蚂蚁！像你这样的小虫子，我走在路上才扁的都不止一只，就凭你还想灭我们？说什么大话呀！先给你来一发！这怪物的体魄看来不是一般的强啊，居然打不动！一枪不行，再来一枪！我就不信你是刀枪不入！哼！啊！什么？居然接住了！人类，你这把小玩具还挺有意思的嘞。空击倒是有趣，可惜直来直往实在太容易看破。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吗？拿出来让我瞧瞧。可恶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接住这一发攻击啊！怎么？只是从这小玩具里打出个叫小石子的玩意儿，就没别的手段了吗？那么，接下来就该我了。这场屠戮盛宴就从你开始吧。可恶！给你来一梭子！人类，你这几下根本不痛不痒啊，完全无法击破我的防御，你们阻止不了我。拿来吧你！我是你这家伙！滚开！奇技淫巧罢了。什么？我的武器？那可是总院长送给我的！我和你拼了！和我拼命？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上，救王天王！哼，一群蝼蚁，滚！这家伙有点扎手啊！一起上！万象门天诀，炎火绽放，这就把你烧成灰烬，看你怎么嚣张！人类，你这武神名字倒是起得不错，但是只有举起这点火也敢叫真爆？你不要笑死我！吹蜡烛的一口气都能把此火给吹灭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炎火针法不仅一点作用都没起到，还被这样压制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竟然比那只大蠕虫还要强！小小蚂蚁休得猖狂！斩！什么？这是什么反应速度？哼，太天真了！你以为你能偷袭得了我？在你刚准备有所行动的一瞬间，我就已经通过空气中的波动感知到了你的行动。
你的一切行为都由空气传达到了我这里，就凭这一个，你怎么赢我？这家伙这么厉害，我还要上吗？这家伙这么厉害，我还要上吗？为了防止你被灭，系统为你自动兑换防御铠甲。另外，杀死眼前生物可以分别获得1万积分和10万积分。那还等什么？死也要拼一把呀！好疼！如此羸弱的力量，你们一个个看着来凑，无法理解。灭了他们吧，这些人没有活着的意义了。如你所愿。还能这么？武器都没了，还咋打呀？王天王，如果真是总院长给你的武器，你觉得会轻易被摧毁？啊，你的意思是我们见到的总院长是假的？你这脑子也没谁了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不是，到底啥意思啊？李安的意思是，总院长给你的东西绝不会被轻易损坏，你也许有什么办法还能重新拿回武器。重新拿回武器？我虽然不太明白，但我有些震撼。你们这些蝼蚁还有空聊这些，是不是太不把我当回事？兄弟们，再灭一波！灭！先灭了你俩！李安，为什么都叫李安？我不配有姓名吗？朱爷，实在是不行了，赶紧救一救啊，朱爷！奇怪，外面最近怎么这么吵？都不能让我好好睡个觉，继续睡。系统，救一救啊！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？人命关天呐！这家伙强的有些离谱了。人类就是实力也不过如此，怎么可能是我等虫族的对手呢？现在你们俩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吧，一路好走！什么？李安！李安，我的兄弟，这不可能！可恶，你这个丑八怪，要你偿命！还我兄弟来！怎么？你们这是打算一个个急着来送人头吗？先别急，你就是下一个，很快你们就能下去和他们一起团聚。可恶，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？今天我们难道都要交代在这里？也来啊，丑八怪！你难道以为我怕你吗？就你这种巨丑无比的蚂蚁，我下去了都得踩上几只才解气。哼哼，你们这几个愚蠢的人类，就这点实力也敢来找我们的麻烦，简直就是跳梁小丑！椅子，赶紧解决掉他们吧！你这家伙在别人面前别叫我椅子！这几个修士，豆豆他们其实也挺开心的，这可是为我增添了许多乐趣呢。已经很久没有玩得这么尽兴了。我听说人类女修士的味道十分鲜美，我现在对女修士很感兴趣，先灭个女修士尝尝鲜。林天骄，快跑！可恶！美人儿，你这是想去哪儿呀？你觉得你现在还跑得了吗？还是乖乖成为我的食物吧。我攥着你的2条胳膊，如果把你撕开，是不是很美妙？你畜生！你敢！你给我放开！我这是死了吗？朱爷，朱爷，醒醒啊！吵，怎么这么吵？是我是李安啊！李安？那崽子的声音怎么出现在这儿？朱爷，你终于醒了，是我呀！你涅槃重生啦！涅槃重生？臭小子，看来你这是被人灭了呀，所以你的意识才会突然跑到我这里来。啊，凡事不要说的那么直白嘛，朱爷，我不要面子的嘛，只是打架输了而已。我说这有区别吗？你这家伙
想不到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犟啊！我就只是睡了一觉，期间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。你这家伙老实交代，这次又惹到什么敌人啦？臭小子，看来你这是被人灭了呀，所以你的意识才会突然跑到我这里来。啊，凡事不要说的那么直白嘛，朱爷，我不要面子的嘛，只是打架输了而已。我说这有区别吗？你这家伙，想不到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犟啊！我就只是睡了一觉，期间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。你这家伙老实交代，这次又惹到什么敌人啦？事情有点复杂，但先别说了，朱爷，救一救吧。我外面几个朋友现在很危险，我只想赶紧救他们，我还不能这么亡去啊。算了，你本来也是要涅槃的，这次碰到这种事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了。那就正好，就开启你第一次涅槃吧。什么？第一次涅槃？系统提示：已经自动花费5万积分，为你兑换大还丹1枚，并为你自动服下。我活过来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明明脖子都断了，但好像伤口也修复了。等等，我好像听到花了5万积分。系统，我哪来的5万积分？宿主放心，都给你记账上了，你以后可是要还的。我是活了，我那7弟没有系统，恐怕活不过来了。人类，你现在就犹如我手中的玩具，我会狠狠地折磨你的。凋零的花朵是我等族人最喜爱的东西了。丑八怪，给我放下他！我怎么可能允许你动我的娇娇？我要跟你单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天王，你的兵器又出来了！你们说的没错，院长送的东西确实无法真正毁掉，它刻入了我的灵魂中，又被我召唤出来，而且威力比以前更大了。小子，你想上演奇迹吗？别做梦了！我承认你的武器很厉害，能伤到我，但我有速度，还是能干死你。什么？不好！又是谁？当然是我。刚才我大意了，没有闪。现在来开始我们的第2回合。机器人没死，这怎么可能？低估你们了。人类的生命确实有些顽强，比我们这些虫子都强，这都没死。少拿我们人类和你们虫子做比较，你配吗？系统有没有对着这怪物一击必杀的东西可以兑换啊？这个没有。这个怎么能没有呢？这个必须可以有啊！快想想办法。这个真没有。提醒宿主，你现在还欠着积分。你在哭什么呢？既然没死，那就让你吃我一脚！我勒个，这家伙的速度也太快了！系统，别惦记着你那什么积分了，你再不救我，我可就什么都晚了。结束了，这次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。我已经受够了你们的鸡爪，现在先送你上路。没上路的是你才对。李安，太好了，李安也没死，我就知道这家伙不会这么容易暴毙的。害我还以为一切都完了。你没事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又活过来一个，他们真是比虫子还顽强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们退后，我已经看透这个家伙的攻击，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吧。大言不惭，我能灭你们一次，就能灭第2次。一剑，什么？这还是第一次在战斗中，我们对这个怪物造成伤害。不愧是李安。喂，我呢？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我可以给了他几发，同样造成了伤害。你不算，你只是在放暗器。
而且还没什么成效。朱爷让我涅槃后，我明显感觉自己有了不同的变化，而且这是一种持续的蜕变。朱爷让我涅槃后，我明显感觉自己有了不同的变化，而且这是一种持续的蜕变。这个人类有些不同了，死而复生。他身上有大秘密，给我剖开他的肚子，让我看看。如你所愿，我还会打开他的脑袋。第二剑，继续。哦，不错嘛，这一剑居然被你挡下来了。刚才不是说看透了我的攻击吗？我也一样。是吗？尝尝这个，万箭齐发。你怎么回事？这种攻击居然击破了我的护甲！李安复活后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实力似乎更上一层楼了。也太猖狂了，只是稍微伤到了我，还没结束呢。你以为只有你可以变强吗？我的肉体在不断进化着，来看看是你的实力提升更快，还是我的进化速度更快吧。这个蚂蚁怪简直是不讲道理的强，最不讲理的还是他能飞速适应我们的攻击。这样下去，即使是李安，恐怕拖长了仍然不是对手。这么久还没有杀死一个人类，我已经不耐烦了！不要玩了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都给我解决！我明白了，如你所愿，最强变身，这是我的最强形态。现在我要如何应对？这下子居然真的变成一只蚂蚁了，而且气息似乎更强了。看来接下来我只能极限突破，否则只有此路一条啊！就让你见识下这股力量，有本事再给我挡一下呀！剑体，给我破！什么？你凭什么？这可是我的最强形态！我不信，你给我去死！剑魂，我破！这怎么可能？该死！你该死啊！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？剑意，来吧，我的无敌剑意！这是剑之意志，这只有在古籍中才会出现的。李安剑道天赋恐怖如斯，就让这一剑结束一切！这虫子，给我接好了！不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我的肉体，我这坚不可摧的肉体！你该死呀，人类！我绝对要把你给……聒噪！别等我涅槃重生，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不可能！我不要就这么……我来这个世界才1个时辰，人类，你们……累，几乎突破了极限，透支了全部力量。死了！如此强大的蚂蚁怪被消灭了，我们赢了！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李安啊！天佐老祖把我传送到这里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管了，先完成老祖交代的任务再说。只要用这个放出气息，就会有……终于等到这一天！这是什么？是老祖说的那东西吗？完成的能量击败了气息，真天佐有心了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全身都是透气，看不真切，而且仅仅是一只爪子，就有如此可怕的气息。多少年了，公子终于再次出世了！你是真天佐的后代？拜见大人。没错，是天祖老祖让我来的。很好，我现在需要个肉身，你不介意吗？啊，肉身？
大人，我明白了，不知大人需要什么样的，我这就去为大人准备，一定让。这只有我就很满意，来吧，快和我融为一体。这只有我就很满意，来吧，快和我融为一体。拥有肉身的感觉真的好啊！这个世界，我又回来了。接下来就是久违的偷天盛宴了。系统，蚂蚁怪灭了，查查我一共获得了多少积分？恭喜你获得了0积分。0积分？你是糊涂了吧？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会算账？怪物不是你灭掉的，所以此次你获得积分0。我难道没出力吗？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！驳回上诉，系统具有一切解释权。人类，不得不说，你们远远出乎了我的预料，竟然有实力击败我最成功的孩子，你们很不寻常。少废话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接下来该嘎的就是你了。你们就算消灭了我又怎样？你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吗？你这可恶的大虫子，刚才打得太憋屈了，让我来一发爽一下！你们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在和你们说这个世界的真相。说吧，我给你个机会来解释清楚。你们人类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对吧？但其实你们都是被圈养的牲畜。这么多年，虽然你们这些牲畜强壮了不少，但终究和牛羊没什么区别。还敢口出狂言？都快被灭了，还敢骂我们？再来一发！无知之人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要不是当年这片大陆出现变故，万星学院突然降临，你们早就被收割的几茬了。听上去完全是胡言乱语。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？哼，证据，我就是证据。陈天佐，是你？你这个外星学院和人类的叛徒，你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？你以为我陈天佐放着好好的长老不当，为什么要当叛徒？因为我看透了这个世界。还看透了这个世界？看招不你！放肆你小子！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打？那你说吧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这个世界原本的所有者已经出世，众生都将为牲畜。你们如果迷途知返，还可以苟活一命；如果你们不知趣，那就只有沦为被屠灭、被吞噬的命运。就像是，脑子不清楚吧你？你想背诗就去，我们可不同意。混账！我受够了！原本还想让你们苟活，我现在就宰了你个不守信用的小子！谁宰谁还不一定呢。动手，别和这种货色浪费时间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末日来临，无人可以逃脱。这好家伙，跑的倒是挺快，而且来放几句狠话就溜了。他到底是来干嘛的呀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不管真假，迅速出去报告独孤长老和院长。说的对，不过我们先解决了这个东西。人类，这次确实是你们赢了，但你们击败我也无济于事，一切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哼，说的对，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，但干掉你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我来给他最后一击。慢着，这只虫子还请务必交给我。谁也别和我抢，结束这只大虫子。人类，你们就先高兴吧，
最后再告诉你们个秘密：这里从来不是真正的战场，这里只是为了拖住你们，只为了消耗你们的时间。系统提示：你杀死精英级怪物，获得积分10万积分。成了，10万积分啊！这下我不但还了账，还狠狠地富裕了一把。出去吧，估计院长他们都等急了。人类，你们就先高兴吧。最后再告诉你们个秘密：这里从来不是真正的战场，这里只是为了拖住你们，只为了消耗你们的时间。系统提示：你杀死精英级怪物，获得积分10万积分。成了，10万积分啊！这下我不但还了账，还狠狠地富裕了一把。出去吧，估计院长他们都等急了。要不是我们没法突破进去，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怎么样了。如果他们能活着出来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破格把他带入第8级万星学院。方菜，你可别乌鸦嘴了，他们都是我万星学院的精英弟子，不会这么容易折在里面的。唉，难呐，这次的事件我感觉没那么简单解决。光芒消失了。院长，我们回来了。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，而且一个都不少。院长，我们击败里面那只掌管那个空间的大虫子了，但有很多信息，我们需要马上和你汇报。好，不急不急，你们都安全出来了是最好的。老帮菜，这可是你承诺的啊！待此事解决后，他们5个一个不能少，都免试进入第8级学院，你可不能反悔。那股气息消失了，看来那些不顶用的家伙都被这些畜生给反噬了，真是无能啊！不过无法，接下来本组这就复活你们。我不是已经挂了吗？被李安那家伙给击败，我现在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天佐王朝的皇主？不，等等，你的气息不对，这股气息好像是……看清楚了吗？白洛拜见魔祖大人。传说是真的，魔祖真的复活了，带领我们君临大地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你们竟然无能到了这个地步？魔祖大人，万星学院如今无比强势，我们的同伴的数量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我们百魔宗，而且就连我们百魔宗一拳都被……无所谓，你们身为本组赐福之人，这个世界的法阵管不动你们，本组随时就能复活你们，都给我起来吧！怎么回事？我们这是在哪？我记得我好像被……那不是天魔白洛吗？都给我闭嘴！所有人都给我拜见魔祖大人！很好，现在本组赐福于你们。这股感觉，我的力量似乎增强了很多。我觉得我又行了，毁灭，吞噬这世间一切。接下来，火焰，给我起！魔族简直是神仙手段，不但可以复活已亡之人，还能凭空从地底拉出如此一座大殿。本组刚复活不久，要先休整一番。你们所有人，给我去狩猎人类。魔祖大人，要灭多少人？全部！我要这片大陆所有人类，一个也不剩下。胶菜长起来了，太久没割也就算了，
没想到区区畜生居然还敢反抗！这灭掉全部人类，我们能做到吗？魔族归来就是天神下凡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而且有魔祖在，你们就算挂了，也能被复活。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都随我走！攻守之势逆转了，现在属于我们的屠戮盛宴开始了！都随我走！攻守之势逆转了，现在属于我们的屠戮盛宴开始了！独孤长老、院长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众生为牲畜，这恐怕并非空穴来风，得仔细调查一番。怎么查？总会有蛛丝马迹，各大皇朝古国的古籍中去查，还有万星学院的藏书阁，已经这片大陆的古老世家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分头行动。七弟，你要的最古老的古籍都在这里了。大姐，此事涉及整片大陆存亡，还要请大姐派人帮我仔细查看。你们先忙吧，我要去睡会儿，太累了。七弟，找了一些蛛丝马迹，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内容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大姐，我先去趟天子王朝的皇都。喂，你等等我啊，七弟，你带我去刷积分啊！没空。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有，这个你看看，上面记载的事情非常不可思议。走，下一站去天正王朝。都给我让开！我有急事找你们皇主。皇主说了，最近大陆动乱，他谁也不相信，谁也不见。你请回吧。混账啊！这可是关乎所有人的大事，都让开！你们要是惹急了我，我不介意给你们来一发。你这里怎么回事？还在这里叨叨啥？这帮人只有一个脑筋，说啥都不让我进去。让开！我数3声，1、3。这，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我被打晕了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你这还真是个天才。走，进去办正事。李安，快来看这份古籍记载。哼，真相越来越清楚了，只是还缺一些。走，不管怎样，先去万星学院再说。导师，你这边有什么重要消息吗？有，而且情况不容乐观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原来如此，如果加上我手中的信息，那么事情都连起来了。李安，把你知道的信息都说出来吧。根据我这几日了解的信息，这片大陆曾经有一个代号叫做98号牧场。什么？牧场？牧场？牧场不是养牲畜的地方吗？难道真的如那怪物所说？不错，根据这些信息记载，这片大陆最早有一批人类被投放在这里，圈养了起来。而天佐、天耀、天众3大王朝，其实是管理牧场的人员。啊，管理人员？竟然是这样，这听上去有些……不过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天佑和天众王朝的管理者逐渐融入了这个世界。他们也毕竟是人类，加上后面万星学院的强势介入，这件事已经逐渐被淡忘了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这片大陆是牧场，王朝的皇室也只是管理者，那么牧场主人是谁啊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重点了。把人类投放到这片大陆，是被称为魔的一个种族，他们圈养人类，收割人类，周而复始。大约1000多年前，曾经有一位真正的魔降临，将要收割此地，但万星学院突然降临，打破他的计划，而这位魔也被万星学院派来的绝世强者给击败。啊！真相竟然是这样，好残忍！原来我们是被收割的。可恶，那个魔在何处？
外星学院的强者捉面魔的时候，似乎出了问题，对方留下了后手，选中了天佐王朝陈天佐为棋子，策划一切。这些年，陈天佐在整片大陆活动，包括那些祭坛，所作所为就是为了释放出那位魔。那个魔呢？被放出来了吗？现在看来，我们之前灭的那些怪物都是棋子，他是在拖慢我们的脚步。真正的魔恐怕已经跑出来了。什么？如果是这样，整片大陆恐怕生灵涂炭。可是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听到消息啊？会不会这些都是假的？这未免有些太过不可思议。报告，大事不好！什么？如果是这样，整片大陆恐怕生灵涂炭。可是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听到消息啊？会不会这些都是假的？这未免有些太过不可思议。报告，大事不好！什么事如此慌张？有消息传来，百魔宗群魔作乱，如今正在大肆攻城略地，已经屠掉了15座城池，城里的人无一幸免。怎么可能？百魔宗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？他们哪来的这么多的？院长，百魔宗包括天魔白洛，上次都被干掉了，这次竟然突然出现作乱，肯定和那位魔脱不了关系。事已至此，万星学院所有弟子听令，立刻出发，消灭百魔宗的那些魔头。是。哦，这还有2个最嫩的，可以，就让我来好好享用吧。成为我们的食物，这就是你们人类的最初的存在意义。给我！谁？哪个混蛋敢偷袭我？这一击下去，竟然没灭掉。百魔宗的孽畜，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竟然来了一个女修士，哈哈！女修士是我最喜欢的。我哪看你的对手是我？切上去的手感不太对，这帮家伙。可恶！又偷袭我，还是个男修士。男修士我不喜欢，我只能把你抽骨扒皮了。抽骨扒皮可以，那我就满足你。再来，继续啊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闭嘴吧，把你烧成灰烬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回来！给我灭！愚蠢的修士，时代已经变了，我们是不灭的。你给我等着，可爱的女修士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这家伙确实是百魔宗的魔头之一，只是他们复活后，似乎比以前厉害了许多。走吧，如果局势变成如今这样，恐怕很多万星学院弟子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们继续去驰援。这是。我们真的复活了，多谢魔族大人。我早就和你们说过，只要我在，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去吧，继续去屠光人类。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吵了。这些畜生，一整座城池。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。追！从战斗痕迹上看，他们往那边走了。现在的局势，但愿其他人那边能顶住压力，否则……他们在那儿！是他们，竟然真的复活了！那位魔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嘿嘿，我说过我们还会回来的。你们2个家伙，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我操！哪来这么多话？你等着吧，我们还会回来的，早晚你们会栽在我们的手里。我等你们回来。他们真的能无限复活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形势就太过严峻了。不知道，如果无法真正的解决他们，我们迟早会被耗死的。坚守阵地，不要让摩托前进一步。快，我顶不住了，快来帮帮我！不自量力！见鬼，这白鹿复活后变得好强大。我可是天魔白鹿，还有谁不服？还有谁能？哈哈，打中了！让你搁那给我装！看我再
再给你来几发。打得好，王天王，接下来该我了，是我天马流星王八拳。系统提示：寒门月亮。继续，天马流星王八拳，让我直接把你锤爆。如何？这都被我锤成血泥了，这下应该凉透了吧？系统提示：目标依旧存活，尚未消灭，无法获得积分。你剁我呢？这魔头都成肉泥了，还没灭掉，你系统也太不靠谱了。是谁？是谁打的我？给我出来！这什么情况？直接从一堆肉泥恢复过来了。这群可恶的人类！火焰滔天，都给我化作灰烬！不好，所有人赶紧躲！救命啊！这是什么火？救我！救我呀！